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每次送的这个杯子，没用过，喝个椰子水吧。冰块喝个椰子水才是很好喝。椰子水，我喝的椰子水。这个杯子是你买这个酒送的，买2瓶这个酒会送你这个杯子。欢迎大家，大家好，抱歉啊，昨天那个身体不舒服，就把大家给割了。今天其实也并没有舒服到哪去，但是也连割2天，实在不好意思。哎，不知道是不是感冒，不知道，就是浑身难受，五官发炎。欢迎大家啊！阳了，应该不是啊，应该没有，没那么难受，它就是有点发炎，就是那个中耳炎和这个咽喉炎、鼻炎一起来了，我就觉得有点不舒服。如果是阳了的话，没有这么容易把我放过吧？阳了挺难受的啊。阳没阳？我一直觉得这个咖啡的名字起的特别幽默。Positive Hotel， 咱不懂啊，这个品牌方也别生气啊，我确实有点，为啥呢？就是阳光吧啊，阳光吧，这跟阳了没关系啊。积极旅馆啊，阳光旅馆。Positive， Your life will change beautifully. Trust us 啊，相信我们，你的生活将要变得特别的美丽 ，beautifully。他打的 hashtag 是 self love 啊，自爱 ，guilt free。guilt free 是啥意思？给我翻译翻译，朋友们。guilt free 啥意思呀？这咖啡挺好喝的，但是我确实不知道这名字啥意思。无罪恶，无罪恶，我以为是因为感到自由而罪恶呢，我就说这跟这 positive 也不一样呀，这也 too negative 了啊，人家还是 positive， 意思是说不要感到罪恶，我以为是因为太自由了感到了罪恶，那就应该是 feel guilty about free 是吧？啊，人家是 guilt free 啊。好喝挺好喝，我一直都不太明白它的这个路子，它挺好喝的。这个我以前在那个交个朋友那儿就卖过，喝过，这挺好喝，很方便啊。你们见过这玩意儿吗？打开以后它是啥样的？见过吗？它是一堆弄好的，我给你拿一个展示了，别全拿出来。然后就拿这袋喝，就这么着往里一倒。这一盒几袋，然后有个管儿，有一堆这个吸管给你都备好了，你就直接拿这袋整。它这咖啡是啥呢？一个是西兰肉桂黑咖啡，一个是阿拉比卡黑咖啡啊，混在一起。这个去年特别火吧？这是去年特别火还是啥时候特别火？特别火，就是到处都能在机场看到有人拎个这个，就手里举个这个喝。喝是挺好喝，我以前喝过，就是在那个交朋友那，就这。
一盒几袋？我给你数数啊，朋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7袋啊！一周7天，7袋啊！7袋，7袋。然后有吸管，我数吸管不完了吗？我又傻，我数吸管多方便呢！你看，这不7根吸管，7根吸管，7个袋，里头就直接拿这袋喝就行。你冲点奶啊，像我一样冲点椰子水啊，或者是冲点这个就是水也行，冰水都行，摇晃摇晃。需要放冰箱吗？这应该不用吧？它咖啡粉应该不用啊。我给你看看啊。至于阴凉干燥处就可以了啊，没说非得冷藏啊。保质期12个月，它是那个固体饮料啊，粉啊。它是怎么个事儿呢？它是这样。我跟这些袋子有仇，我要是弄不开它们。你听，它是这样的东西，2袋，然后你倒里倒点水，摇一摇，插根吸管喝。水温建议低于60度，别整太烫的水。其实就冰着挺好喝，常温的也行嘛，茶呀、奶的、椰子水。手势舞是啥？我喝的是椰子水。哦，我们还买2赠2啊！啊，买2赠2包咖啡，1包果蔬粉啊！有赠品啊！赠品我没找着，反正这个就是去年特别火还是啥时候特别火，我确实不记得了。就是到处你们有人记得吗？就好多这个人在那个机场里一人抱一袋这玩意儿喝。我其实不太，算了，我也别说人家，我不太明白他这个品牌理念，我只能说还挺好喝的。今年火了啊，椰子水挺好喝。不要要求一个病人载歌载舞了，我浑身发炎呐，我7窍发炎呐，我就别载歌载舞了。这啤酒是啥意思呢？这啤酒啥意思呢？这啤酒上来就给卖出去了。今天我可以喝了哈，朋友们，注意看啊，无酒精啊，平台小红书的朋友们注意啊，无酒精啊，我一会儿就喝这个，这可以喝的啊，这是可以喝的啊，无酒精啊，我把这椰子水喝了。不对，他说他无酒精，为啥后面又来一个酒精度小于等于0.45？意思就是有时候可能会有，是吗？它配料表是这样的，跟你们说一下，它的配料表就是水、大麦麦芽、小麦麦芽、龙井茶，它是有一股茶香味儿。然后呢，放个啤酒花，放个酵母，但是他说它酒精度小于等于0.45%，意思就是 almost 没有，是吧？那我喝还是不喝？这能喝吗？哦，人家介绍了，你看看多严谨，人家自己配料表就介绍了。根据国标 GB-T4927 定义，无醇啤酒就是指酒精度小于等于0.5%就是了。
原麦汁度呢，原麦汁浓度得大于等于3度的啤酒就是无醇啤酒，它的原麦汁浓度是5度，酒精度小于等于0.45啊，那就是没有。那我喝一罐吧，我等我同事再确认一下，别直播一会儿给我掐了。你体内的酒精都比这个高，这话让你说的。你以后说话别这么准确，行吗？净说那实话，干啥呀这是？大礼包还有，大礼包有，啊，赫温贝尔大礼包还有。我先喝点这个，感觉是应该是病人喝的东西嘛，姜茶。但是我也不拿热水喝，我还是打算拿这个冰块喝。上一次是不是就说我说这个好喝来着，配大闸蟹，但我没找着那个样品，找着了啊，其实也没找着，人家品牌给补发的，对不起啊品牌。来自云南精耕细作，一盒里是3啊，3包姜茶。人家意思呢都是你就要最好是拿热水是吧，混热水，1秒即溶啊，温暖不等待。但是他也说了，你也可以姜汁奶茶，也可以倒起泡水，他没说可以加冰水，但是我给他试试可不可以，应该也可以。我来试一下，喝完会不会更不舒服？I don't care。这玩意儿真挺好喝，我就爱喝姜的这种东西。姜汁，它的配料表就是姜汁和甘蔗汁。我觉得喝完能挺得劲儿。你们是不是看到我把姜汁倒在冰块里都是眉头紧皱？感觉是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。怎么能这样呢？怎么能把姜汁往冰块里倒呢？有没有感觉到被冒犯了，朋友们？有没有被感受到？有没有感受到被冒犯？无所谓啊，开心就好啊，开心就好。哎呀，水倒多了，我还是喜欢它再浓一点那个姜辣嗓子的感觉，水有点倒多了，还是很好喝，我真的很喜欢他家这个味道。这谁呀？天真啊、哦，天真好，喝点姜茶吧，天真对身体好啊，拿热水喝啊，别像我似的，像我这样就是好喝了，对身体好不好就不知道了。但是你说啊，朋友们，是不是心情好？心情也算身体的一部分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心情好了，是不是也算身体好？我喝酒就是这么劝自己的，喝酒对身体好不好？肯定不好。但是我喝个酒心情好，心情好也就是身体好，对吧？咱们冰块兑姜茶这么喝，好不好？不知道。但是我心情好了，那应该就是好，不知道是吧？爽。好的，我的同事，你看我严谨一把，对不对？我同事就查了，说这个还是不能在直播间喝啊。它可以定义为这个无醇，但是他还是不允许在直播间喝，不让啊，我就不喝了。推荐给大家，你们可以回去喝喝，挺来劲的。我已经喝过了，但我不能在直播间喝。喝了可以开车吗？我的同事帮我查查，喝了可以开车吗？我再喝点椰子水吧。我这个杯子现在很复杂的已经，跟做化学实验似的。它现在是残留的姜茶的味道，再混一点椰子水，我品品怎么个意思？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。
这个杯子呢不卖啊，这个杯子是你买2瓶这个绿酒送你一个这个杯子。笑死我！怎么又笑起来了？这个也很幽默吗？谢谢啊，这样就能给你们带去快乐吗？哎呀，我太荣幸了，谢谢啊。我不知道啊，我们不能说开车可以喝啊，不能说啊，反正就是这个要遵守这个规矩，平台的规定。反正你就别非得喝这玩意儿开车了呗，还是别开车喝它了呗，好好喝呗。感谢感谢，与有荣焉，与有荣焉。那这钱是捐给谁了呢？感谢啊，与有荣焉。我一哥们儿做个款酒，然后让我签个名去做那个公益拍卖，然后就做公益了。我是浑身发炎。今天有故事吗？有啊，肯定有。但我们这不还没开播呢吗？现在是抢跑啊，先下播一会儿，先缓缓，先把这个新品给大家稍微讲解一下，讲解一下，咱们就开始。哎，这个水塔墩墩怎么还是上了呀？我的同事，那这水塔墩墩我讲不讲呀？我看到了一个那个啥，啊，我的老朋友益生菌 ，Wonderlab 的益生菌，还有啥？还有个燕麦，这个燕麦片儿，这个燕麦片儿我就不吃了哈，我没找着合适的那个拌它的东西，我给大家展示展示吧。我是空口尝了一下是没问题啊，它还是挺丰富的。我到哪儿给你展示？哎，好的，万能的超干条，贡献一个盖儿。嘿嘿，给你们看看它这个燕麦的内容。怎么样？没想到吧？超干条的盒还用上了，怎么样？很丰富啊！具体有啥呢？你肉眼可见的有啥？我能看到，感觉这个是椰子干吧？这是。当然，主要还是燕麦啊。这还有啥？我别瞎说了，我给你看看配料表。啊，燕麦片、椰子油、干椰丝、可可粉、海盐，还有曲子醇半球形酥性饼干、黑巧克力、扁桃仁碎，啊，就我举的这个这个燕麦片啊，南瓜籽儿、无糖椰子片，你看我就说有椰子片吧，我就看见了，应该就是这个，这就是椰子片，啊，生可可粉、树莓干、火龙果干，树莓干在哪？哦，这红的是不是啊？这红的这个是火龙果干，应该是。树莓干呢？啊，这更红的应该是树莓干，应该哦。我看还有啥？哎，还挺酸。哎呦，哎呦，这树莓干有点酸哈。哎，酸我一激灵。南瓜籽仁儿还有，啊，推荐给大家哈。梅子加芒果，讲一下青梅加芒果。
那是我们老朋友米店的一个新品，米店就我们之前卖过那个大汉饼啥的。别慌啊，你们别慌，我也别慌，我找找他去哪儿。一般来说，他就在我附近。我一般都是灯下黑，就在眼前，我看不见的。我看看啊，咋回事呢？这回改全黑了？不应该呀。我昨天还吃了，又找不着了。哎呦，我惊了呀！它就是梅子中间夹了一个芒果。这怎么能找不着呢？怎么可能呢？拿过来了呀。我有时候也挺无奈的，他们就好像有自己的意识一样，经常的就是需要施工玩这套。这个Where are you？ 找不着了。我一会儿再找吧。我一会儿等咱们8点钟发券的时候，我站起来找找。现在找不着了，我一会儿再找找吧。他应该是没走远啊，没有走远。嘿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这酒必须喝了。牛板筋讲一讲，哎，没啥好讲，先看看。这我咋一找就找？它就是个朴素的包装，然后一口一个的这种厚切的板筋，独立包装的，一包，好吃。塞不塞牙？肯定塞牙啊！板筋肯定塞牙，看你运气吧。我有时候吃就不塞，有时候就塞。好吃。麦片可以看看吗？哎，刚不是看了吗？刚我看了，朋友，那个新来的朋友，你点开那个品，我讲过，你看那个讲解，应该是有讲解的啊。我刚展示过了，谢谢啊，谢谢，感谢你的理解、包容与支持。而我为何？我吃个益生菌吧。这个益生菌真是我的老朋友了。我接下来说的，我这个脑子有点那什么啊，我正好是那个有点感冒。我接下来说的全部都是我个人体验啊，朋友们，没有，不是人家益生菌承诺或者我们说有什么功效啊，没有啊，我就说一下我自己的体验。就这个益生菌是咋回事呢？我去年不是治那个幽门螺旋杆菌嘛，吃那个抗生素，治完了之后呢，就肠胃一直不好，一直难受，一直疼啊，拉肚子。就治完以后，治完以后我就很费解了，我就说，哎，我这都治好了吗？怎么还这么难受？然后医生就说呢，因为你吃抗生素治幽门呢，它就是说会把你的肠胃里的所有100多种你曾经拥有的这个菌群全给干死、消灭掉啊！你就废了啊！你就这里头啥也没有了，废了。我说那咋办呢？他说你可以吃点益生菌，然后呢补一补。哎，正好我其实跟这个人我就很熟啊，这个他们家王德盖，我就问他，然后他就给我弄了一堆。我那段时间我没说这一定有效啊，
但我确实是那段时间连吃了一段时间这个益生菌，每天就是我咋吃呢？我这个吃法可能你都会觉得有点，我懒得冲水啊，我每次都是就这么着我就吃了。我那段时间就是睡醒了，饭前饭后睡前没事我就。往嘴里倒一个。反正那段时间确实，我觉得是，我没说人家有什么哈，我就确实我那段时间是这么弄的，然后慢慢的就好了。到嘴里什么味儿？酸酸甜甜，它都处理了，它都有味道的，它不会让你那么那个什么。我反正是直接到嘴里。我看看我今天这个，它有一些科学上的说法，但我觉得大家其实也听不懂啊，咱们也没必要说弄。你看我给你念念它这个科学上的说法，听着头贼晕。甄选6株菌株啊，1瓶400亿活菌，这听不懂啊。然后什么只有益生菌、益生元加麦芽糊精，菌株来源于人体有益菌。使用方法：每日1到2次，每次1到2瓶，饭后半小时使用，掰开直接食用或者用水冲饮，保质期18个月。它这个太复杂，念出来你看3株菌叫什么副干乳酪乳酪杆菌 LPC-37，这后面全是这种名字啊。有一个咱们经常听到的动物双歧杆菌乳亚种，是吧？这经常听到。反正就是6株菌株，我呢就是换环境啊，比如我不是到处吃吃喝喝嘛，我有时候去什么贵阳啊。吃吃喝喝，吃那些辣的、酸的，有时候不舒服了，我就整点这，整点这个。不建议的人群是3岁以下、3岁及以下婴幼儿不要啊。然后同时服用抗生素药物的话，需要间隔2小时服用。然后呢，男女老少就都可以，除了刚刚说的这个不建议人群，他说的这个他的这个范围啊。我就是那个什么，西小野，我觉得那个玉米须的好。我确实就是那个吃完抗生素以后彻底废掉以后，就是吃了一段时间这个就觉得舒服多了。哎呀，这个没提前说，我都没准备好样品，要么就先这样吧。你这得提前说呀，你这没提前说有点蒙圈呢。不过也不能怪你，你提前准备的样品我也没找着。我同事说我们又加了一个贪天的那个猪油渣，但是我也没找着。不过呢，他提前跟我说的那个米店我也没找着。还有3分钟发券哈，3分钟发券的时候我去找找，我如果能找着就那个什么啊，就给大家看看。啊，发券的时候去找找去。没事你挂着吧啊，你挂着吧。我一会儿去找找，你看我找着了，对，可以。梨还有吗？有吧，应该。有朋友问这梨还有吗？给大家谈一下这梨，这梨非常受欢迎啊。
还有啊，秋叶梨，有人收到了吧？这梨，朋友们有人收到了吧？好不好吃啊？这个梨，这个梨好吃，应该是有人收到，是吧？个头挺大的，啊，收到了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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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皮有点厚，啊，有人反馈皮有点厚啊，大家注意啊。味道好香啊，对，味道是好香。常温哪个酒好喝？梨收到了，味道不错啊，谢谢。常温哪个酒好喝？不行，都得冰。有一些红酒吧，你看我那个购物袋里有红酒，那个常温喝可以。除了红酒之外，我推荐你都是冰着喝。还有1分钟发券哈，发券了，大家维持一下秩序，帮我那个什么吧。我应该还有一个没讲的新品，我找一个新品放在这儿，考验一下你们，看看我这个没讲过的新品该怎么卖呢？没事干，考验你们干啥？我脑子多少是有点不正常的，我觉得。就这个吧，这个讲解难度也不大，朋友们，啊，帮我卖卖这个吧。首先你们猜猜这是啥，然后帮我卖卖这个。我去，还有1分钟发券，我去找找我那个梅果干去。还有油炸。哎呀，能在哪？不会在外面吧？再找一圈啊，没有就放弃了。感觉估计结局就是放弃，盲猜一个放弃。梅果干儿 ，Where are you? Where are you? 油炸，油炸，不行啊，他们都喊不出来，不听我的话，没办法，没有。哎，桌上也没有了。哎，稀里糊涂的一天。太迷糊了。这是过稀碎，可以说是。啊，咱这个日子过得可以说是稀碎呀。啊，稀碎找不着啊，找不着，放弃啊，没事。人生一定要学会死心，找不着找不着。好吃吗？肯定是好吃。我给你形容一下，它就是一个梅子，一块梅子中间夹了一块芒果，酸酸甜甜的。你看图片也能看见，其实。哎，我看看这个，居然卖出去了吗？我看看啊，我看看这个完全没有讲解的，可以，感谢你们。它是啥呢？这是啥？应该猜出来了吧？就这玩意儿，很方便啊。
比如什么呢？比如我们没吃完的梨，也很奇怪，为什么没吃完的梨要放？这梨有点大啊，这梨有点太大了。哦，居然也可以放得下啊！然后一封口，哎，好嘞，还是有点大，没封住口。当然，你也不可能把一整个梨拿这玩意儿封啊，这，它就是一些没吃完的，比如说葱段啊，我是啥呢？我不是经常会煮羊肉吗？我那羊肉你可以抬一下。我煮羊肉呢，葱这个玩意儿，卖葱的朋友不都给你卖一大根大葱吗？那我一次煮羊肉我就放一点葱段，那一根大葱我不吃不完吗？我吃不完，我就会把剩下的切好，弄一些葱段放这里，然后呢封好，我就冻在冰柜里，然后我下次煮羊肉的时候，我就再拿2个葱段出来煮羊肉啊。反正这是我目前发现的一些比较好的用法。煮羊肉啊，煮羊肉就是那个羊肉可以给大家谈一下，我就煮那个羊肉。就这样锁起，反正就是这么着一卷。对，就煮这个，这羊肉很好煮，特别简单，傻瓜式操作。我都说累了，这个都是卖过好久了。这个是从我们小卖部开张第1天可能就有的一个品，不是第1天也是第2天、第3天就有的一个品。冷水下锅，水开撇去浮沫，转小火，然后呢往里放一个葱段，从冰柜里拿出这个袋子，掏出一个葱段放进去，撒一把盐，小火煮30分钟，不要超过40分钟，捞出来就可以吃了啊！就这个羊肉，我就这么做的。然后这就可以存储你没吃完的葱段啥，就各种各样的东西吧。比如我们之前卖那个鸭锁骨啊，就是这鸭架鸭锁骨，有一些它保质期不是短吗？我有时候也会把它弄成这个，给它冰起来。虾干儿啊，虾干儿你就剩了1个2个的什么的，你觉得这一大包你吃不完，你可以把它冰起来分开。我看，你看有人这个真的有生活经验的，香菜蒜苗切碎装起来拍扁，每次用掰1块，这是真做饭啊！这你这东西对我来说有点太复杂，我用不了这么多东西。感冒好点了，好多了，好多了，舒服多了。欢迎大家哈，感谢各位。我8点半的时候，我再出去找一回，我的这个猪油渣和没有芒果，无核青梅加芒果。我新品是不是讲完了？我是不是可以开始读信了？上次的朋友们有没有收到这些像我们这猕猴桃汁儿啊，收到这个猕猴桃汁儿啊，或者是梨啊的反馈怎么样？觉得好吃的可以帮我说一说。对，今天还有，但月饼还来得及吗？17号过节是吧？那应该也来得及啊。我们这月饼也还在卖啊。你没买月饼也可以看一下这个月饼，应该还来得及啊。24节气，它就是24种味道，24个小月饼。24个味道，这样小月饼，它这包装比较简单朴素典雅，也不难看。你要送礼也可以，17号嘛，反正是还是来得及的哈。虾干能看一下吗？太小了。这不可能吧？我上次不是打开过一回吗？
又打不开了。哎，哦，我就说我开过一回啊。买大号的就行，就这个。配个黄酒，摊天下酒菜你就配摊天黄酒就行。你不是卖密封袋吗？啊，这儿呢啊，这个好开。欢迎大家，我们8点半发券，我再去找一次样品。荞麦面，今天再泡一包面吃吗？上次你们记得我吃这个面吗？讲解里能不能显示我上次吃这个面呀？今天就不展示了吧。这个人一不舒服，食欲特别差，不想吃东西。配料表就是荞麦粉、黑全麦粉啊，然后加了点水，加了点盐，木有了。这很好吃，拌他自己那酱就行。然后盛浓，我们一直卖盛浓炸鸡，今天上了一个新口味儿，其实对我来说就还好，就是不是说那个叫什么，哎，反正就是挺好吃啊，特别简单。盛浓这个炸鸡大家翻一翻，我这个今天就不吃了，今天确实是没什么胃口，喝点冰水挺舒服的，不想吃了。你喷香水吗？我几乎不喷，我几乎不喷。今天读信嘛，读啊读。等我那个稍微再冷静一下，我感觉我现在说话还是有点那种那样。你等我一会儿没有这样的那种感觉了，咱们就读信。昨天就不舒服，就给大家给割了，但是今天尽量就。今天其实也没有多舒服，但是就还是播吧。喝酒，好几天没喝酒了，都这样了还喝。欢迎大家，感谢各位关注。番茄汁好喝，对，好喝，不加一滴水。它的配料表只有番茄，这里头有差不多3.5颗番茄。喝点这些会不会舒服一些？就你不吃饭，你也得有营养啊，是吧？整点这个。酸，它就是番茄本身那个味儿。它水也不加，糖也不加，它就番茄那味儿嘛。你觉得番茄酸，它就酸啊，酸的。思康蔓越莓，对。猕猴桃超好喝，对。我看我新品讲完了。那个思康就是吃这个蔓越莓味儿的好吃，长这样，一大盒。
个吃一口无所谓吧。不吃又吃了。读信啊，读信，我们不是预告的是8点半吗？8点半读信。未知数啊，谢谢未知数。哎，这枕头怎么还有人在嗷嗷下单呢？这枕头有人收到了吗？上次买枕头的朋友们，你们收到了吗？这枕头怎么样？是不是不错？这枕头，这枕头很好啊，用法一目了然哈，功能分区一目了然，我就不用讲了吧。中间这一个区域放脑袋，这后面这是垫脖子，左边是左边，右边是右边，驰骋在梦的海洋里，回忆，陷入回忆，陷入幻想，温暖啊，得劲儿啊，很舒服。有人收到了吗？这真挺舒服。你看，我就说我刚才没讲，就有人在这买枕头。欢迎大家啊！感谢各位，感谢各位，感谢各位，欢迎你们，欢迎你们。听说大闸蟹都热死了，哎，每年都有这种说法，不至于吧？反正大家吃大闸蟹也是等那个天凉了再吃。我那天还去了趟阳澄湖，吃螺丝来着，很开心。但是蟹现在还小，你可以买个蟹卡，到时候换。对，我们有蟹卡，拍16只多送8只，一共24只，还是挺合算的。但是你现在别换啊，等那个气温降下来的时候，10月份、11月份你再去换就好吃了。对，它就是温州猪油渣，我们那个滩天的就是温州猪油渣，就那玩意儿，老好吃。不是那个，你看有朋友说这个猪油脆是不是温州猪油渣差不多？不是差不多，就一样啊，就是那个一模一样。它就是温州，我们不就温州特产吗？我们这个虾干不也是温州吗？那也是温州的，就猪油渣，好吃，这玩意儿老好吃了。我是在哪儿吃到的？有杭州的朋友去过一个酒吧叫酒饮吗？我是在那个酒吧的下酒菜吃的是这个，配威士忌。我说这什么东西啊？怎么这么好吃啊？这是什么？怎么这么好吃啊？后来我就跟这个老板成为了朋友哈，就经常吃这个他的这个猪肉渣，老好吃啊！滩天下酒菜系列都可以配这个黄酒。这玩意儿真的好吃，这玩意儿真的好吃。它不是我们经常那个理解中的那叫什么，比如说猪油渣炒个莲花白那个猪油渣，不是那种猪油渣，它是很紧实的一块肉啊，它主要还是肉，里头有油脂，直接吃啊，撕开就吃，就造，就是快乐，就起飞，开心。哎呦，哎
我们居酒老板这个，他推荐的一款酒我还没讲，怎么就卖了5件了？他推荐了一个新的酒，就价格高一点的，这个味道丰富一点的，买1瓶送个帆布袋。酒标也很有意思，我看看他送的帆布袋是哪个。他送的帆布袋发个图片给我，我确定一下。我这手边有几个帆布袋，我不知道是哪个，别弄错了。哎，我让他给我把这个描述发一下。你把这个，你这个塞浦拉斯干白的酒描述简介，你给我介绍介绍呗。袋酒，对，袋酒。哦，帆布袋就这个帆布袋，挺大的，就是送他来的这个帆布袋。买这个酒送这个帆布袋哈，这味道比较丰富，就不是那么入门了，稍微进阶一点点吧。度数是13度。酒是好喝的，但我给你形容，我还不如让那个专业的，我让专业的人士给你形容啊。这个是我们这个李泽，让我等李泽给我介绍一下，给大家听一听，对吧？我形容肯定没有他形容的到位，他职业侍酒师。还有10分钟发券，10分钟以后我们开始读信啊。刷我朋友圈，哎，来了。咱们听听这个李泽是怎么介绍这个酒的啊？职业侍酒师。哇，这个酒也太好喝了吧！不管你是小白还是资深，必须要开一瓶。如果你要是想追求白葡萄酒非常好喝的那种味道的话，你也不差这些小小的一些预算，对吧？你可以用2瓶的钱买这1瓶。回家保证你好喝，必须好喝，不好喝，不好喝来找我吧，不好喝，好喝的。你是不是已经喝了？喝多了吧你？这不才8:20吗？这开头也太浮夸了，再给大家听一下这个开头啊！哇，这个酒也太好喝了吧！不过我给你铺垫半天，我说我就别介绍了，我有请专业职业的侍酒师给大家介绍一下。你开头就是哇，这个酒也太好喝了，太职业了啊！真服了。哎，他已经喝多了，老板娘已经发来了他最新状态，喝美了已经，介绍不了了。酒是好喝的，我有这个职业的哈。我给你看看啊，太有意思。朗格多克产区来自法国啊，采用生长在粘土和石灰岩上的年轻葡萄藤的果实，压榨后呢，直接在水泥罐中发酵陈酿8个月，100%的霞多丽葡萄啊，中等的柠檬色。闻香呢，非常的清新且浓郁，带有奶油般的质感和轻微的烘烤气息，啊，伴随着柠檬、青苹果以及一丝丝熟梨的香味啊。熟梨什么味儿？大家有人说熟梨是什么？梨是什么味道呢？你可以买一箱我们这个秋叶梨回去闻一闻。口感很明亮啊，带有柑橘的清爽酸度，令人愉悦的酸度和柔和的矿物质口感之间达成一种平衡感。畅饮配餐的绝佳酒款。
好吧，关键是送一个袋儿，关键是送一个帆布袋。还有7分钟，我们发完卷，7分钟发卷读信。这个酒怎么还偷偷摸摸卖挺好啊？这是跟那个毯子酒一家的，这是酸酸甜甜酒，这应该也有朋友收到了吧？怎么样啊？你们喝着感觉是不是酸酸甜甜？哈密瓜和荔枝提取物，然后白葡红葡混在一起，2瓶送个冰盒、冰格。我觉得是偏甜，看看各位的想法。我觉得是它就是水果味偏甜，然后呢混冰块喝。我一般也是倒在这个杯子里，加点冰块喝啊，加冰块喝。这个酒度数也就还好吧，应该是10度，我记得是我看看，哎，10度，对，10度啊。我都是掺冰块喝，特别过瘾，比较清爽，没有那个甜腻腻的感觉，这就是水果的那种甜，果甜啊。这是干型的，这个是干型，这个它就是偏酸嘛，你可以这么理解。我们这个杯子是买2瓶这个绿酒送一个杯子，还有5分钟。我喝的是水啊。我喝了水，我直播不能喝酒。感谢各位。你咋不喝酒？直播不能喝酒啊！一个是规定了不许，第二呢，我自己有原则，我工作的时候不喝酒。我从来工作的时候是滴酒不沾的。怎么就工作了？这也是工作，这很快乐，虽然很快乐，但它也是工作。你看我要卖这么多客户的东西，虽然我讲的稀碎吧，但我也不能喝多了给人家瞎讲嘛，是吧？这个不苦啊，这个不苦，它就是有股茶香味儿。看着不开心，没有不开心，就是不舒服，有点不得劲儿。你没听声音听不出来吗？你以为我是在故意压低嗓音吗？我是有点不得劲儿，我不是不开心。但是你让我躺着吧，我已经躺2天了，这干躺吧更无聊，贼难受。我还不如播一会儿，我挺高兴的，跟你们聊聊天，我心情好一点，心情好一点可能就好了吧。不知道，病魔像弹簧，你弱他就强，是不是啊？不能太给他太多的那种attention，不能太把他当回事儿。怎么了就得静卧，就不卧，我开心起来，是吧？开心起来应该就好。我一般这种那个什么轻微的这种感冒啊，或者是这种什么发炎了什么，我都不吃药，我就是靠心情，我心情好了自然就好了。我一般是不吃药的。我不知道，我们这个好像从小养成的习惯，我是从小就是说，哎，别吃药，就是家里大人也说，这吃什么药呢？
2天就好了。哎，果然2天就好了。我现在老了，我35了。我跟你们说，我20来岁那会儿，我就是这种状态，我就是现在这种声音，你听起来这样的，我就喝酒去了。我越难受那会儿，年轻那会儿越难受越喝，根本就不管，就是喝，哎弄，第2天起来要死的，晚上这个弄，继续弄个几天就好了。现在不敢了，现在就对他还是有点尊重了，不敢这么整。太猛了是吧？太猛了！好，2分钟发券哈。我怀疑跟这个就是阳过这个有关系。我就自从这个阳过以后，感觉就是不行了，不敢那么造了。以前根本就是还有1分钟发券，哎，发券我再去找一次啊！我刚刚说了，我说我再找一次我们那个产品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帮我售卖一会儿啥呢？售卖一会儿这个咖啡吧。我再去找一个找那个，我有一些样品刚才没找着。果然在外边，哎，刚才就应该找到了啊，朋友们，在外边，东西太多了。先给你们看看这个没有芒果啊，没有芒果，哎，这谐音梗，没有芒果，到底有没有芒果？其实有芒果啊，就是没有芒果啊，它是啥样的呢？它是梅子里边有一个芒果啊，没有芒果啊，哎，也挺巧妙吧？也不知道该咋评价，太巧妙了哈，真巧妙是吧？梅子啊，一个梅子里头一个芒果，没有芒果，嘴里没什么味觉，像我这种有点发炎、嘴里没味道的时候，吃个这种酸酸甜甜很刺激，偏酸哈，挺过瘾的。又有倒播的了，朋友们，又有倒播的了。我今天已经提前做好了防御手段，他那个倒播吧，我每次一说有倒播呢，他就把我声音掐了。我这次已经做好了防御手段啊。正在别处看的朋友们啊，你们正在别的平台看的朋友们啊，来小红书啊。嘿嘿嘿嘿。非常简陋的这个，非常简陋的。哎呀，这字儿还写错了！天哪，雾霾！重新要打个字。这怎么还写错别字了呢？这可能是太激动了，觉得自己太厉害了，怎么想到这么巧妙的方法？结果这个字儿打的有点那个胡来了啊！重新来一遍。
哎，正在看导播的朋友们啊，嘿嘿嘿，我在小红书啊啊，很简单的防导播小技巧。正在别的平台看的朋友，你现在可能我的声音已经被掐了，我的声音被掐了呢，你就看这个字啊。你看这人一下涨了，肯定是别的平台过来的，呜涨，哎呀，这挺有用啊！你看那个人数，朋友们，太厉害了，这玩意儿太有用了吧？这也太有用了吧？这个这。哎呀，我这个智力啊，我这个智力喝酒喝的还剩一半了，但是还是够用了，够用，我这个智力够用。你看这人长得，帮那个小红书拉新了，小红书不给发点券吗？小红书，我就用很朴素的方法把你拉用户，你不给我发点券吗？这人瞬间涨了500多，你不，哎，500多位朋友，欢迎你们啊！刚刚是不是在别处看导播来着？突然来到这儿了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在别处看导播了？啊，很简单，很朴素。我的同事们说：“哎呀，没办法，说没有办法，想不出什么办法来。说这个一举报呢，你就算举报他们那个抖音啊，就别的平台受理至少要2个小时以上。说人家2个小时够赚的了，人家2个小时赚好了就走了。我心想，那我开发一个简单的，这个也不用举报啊，非常简单的一个这种。”哎，一个防导播系统，哎，很简单，一个人一张图片就完事儿了啊。哦，还有一个在播之前的录播，哎呀，这些人太厉害了啊！没事儿，就这样。但你们从他们那儿买呢，就容易出事儿，因为他卖的不是我卖的东西，你们容易出事儿啊。说已经有在放录播的了，你可以帮我看看哈，感谢。啊，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刚刚的那个这个东西，猪肉酥酥，其实就猪油渣，就是温州猪油渣。有温州的朋友吗？给我说一下这个，帮我说一下，这猪油渣老好吃。它也是一大包，然后里头都是这种独立包装，一块一块。它其实是压的瓷似的肉啊，油脂比较丰富的肉，非常好吃。这个它的配料表呢，就是这个叫什么呢？猪肉味精、香精，这食用香精、食用盐和这个叫乙基麦芽酚，我也不知道这啥玩意儿，我查查去。然后是温州的啊，温州的。5斤新鲜猪肉产出1斤香酥猪肉啊，这个呢，我很早之前在他们那个酒吧就吃过。热量炸弹，这肯定是热量炸弹。你说这玩意儿健不健康呢？哎，我吃的时候我就不想了啊，反正好吃，我只知道。它是酥脆，酥的，没有那么脆，主要是酥。录播不侵权吗？侵权呀，肯定侵权呀，他们正在处理，同事正在处理。保质期90天。哎，侵权这个事儿我倒还好，我有时候乐观的想吧，他帮我播也算是帮我宣传是吧？但他
他经常卖不是我卖的东西，那个我就不知道他在卖啥了。那个你吃了，你万一出事了咋办呢？就这个比较烦人。其实我对这个侵权吧，就也还好啊，就这么多年了，我觉得就算了，我乐观点想吧，你就侵权吧，也算帮我宣传，无所谓吧。但是他经常卖一些不知道哪来的东西，这个有点吓人，是吧？我的心态是这样的啊，我倒是，哎，我这太多年了，我从小写东西就被人抄袭，我从小写东西就被人抄袭。我那天无聊看了看，就是我校场里写的那些东西，最早抄我校场里那些东西那个人，那个账号都要拍电影了，算了吧，就这样，无所谓啊，我已经无所谓了，就这样吧。但是他要是卖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把你们吃坏了，这个就麻烦比较大，所以我就干涉一下。一般我连举报都懒得举报，抄去吧。我是一个，哎，我真是一个，哎，就一开始吧，还想想，啊，想想吧，就哎这样。你们别跟我似的，我是算了，我经常是算了，但是推荐你们年轻的时候别这么轻易就算了，我这个算了吧，有时候也不太好，但我确实已经算了。啊，我有个问题，我和男朋友谈了3年，他对我很好，最近几个月我一直对他不耐烦，遇到矛盾他说什么话我都不想听，直接让他闭嘴，总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，刷短视频或者看剧。我也觉得这样不太好，但我就是莫名其妙不耐烦，想发火。我回忆过去，这种不耐烦也在我和我妈的对话中体现。我和我妈平时交流少，去年暑假回家4天，我就对她不耐烦了，想赶紧离开家。我发现我对很亲的人会这样，不熟的人反而很友善。我很想改变这种状态，但是抑制不住心中的烦躁。请问我是哪里出了问题？蛋总啊，你就是你不相信别人能理解你啊？你为什么对不熟的人反而很友善呢？因为你不期待不熟的人理解你，你对不熟的人没有期待，你对亲人有期待，你对亲近的人，你觉得亲近的人应该可以理解你吧？啊，然后1次没理解，2次没理解，你就不耐烦了，你不想再解释自己了，不想再跟他交流了，你就变成不耐烦那个状态了。你不熟的人嘛，陌生人，你觉得哎，你爱理解不理解，我对你也没有那种期待，大家嘻嘻哈哈就完事儿了，所以你对陌生人很友善，你对熟悉的人嘛就不耐烦。你肯定是试图跟他们交流过1次2次，你觉得嘛，大家这么有默契，你是我的亲妈，你不是我男朋友吗？你爱我吗？不是，你不就应该我稍微说个1句话，你就应该理解我吗？不是这样的啊，姐们儿，人和人的理解不是这样的啊。这种理解也有，但是很难得。理解呢，还是在大量的交流中产生的啊。你还是得跟他们说话，你还是得跟他们交流。你不跟他们交流，你总让他们猜，他们理解不了你。越理解不了你，你越不耐烦，越烦躁，恶性循环。最后呢，你就把心封闭起来了，觉得没有人能懂我，没有人能懂我，没有人能懂我。去哪儿不知道买个降噪耳机一戴，开始 emo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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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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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别啊，别，还是要交流啊，多跟人说话。刚刚那是什么歌？听不出来吗？我刚唱的歌没听出来是啥吗？朋友们 ，emo 神曲没听过吗？这首歌，我们那一代的 emo 神曲啊，我不知道现在 emo 的人都听啥，我们那一代对 emo 我就听这个。
有人听出来，我看见了。哎 ，Stan。啊，人和人的理解不是那么，大家都是，因为这个影视作品吧，文艺作品呢，经常告诉你有一些无条件的爱、无条件的理解，你就以为，当然妈妈对你的爱应该是无条件的，那你觉得应不应该是也是无条件的理解我啊？不是啊，想理解你是很难的，你还得多跟他交流。从哪开始呢，姐们儿？你就从这个不耐烦开始。你如果觉得跟你妈交流有困难，先跟你男朋友开始。你就说，哎呀，我也挺喜欢你的，我也觉得我老觉得不耐烦不太好，但是我为什么总是这么不耐烦呀？你能理解我吗？你跟他聊一聊，你可能会很神奇的发现，其实你男朋友能理解你。你男朋友会说，哎，其实我有时候就发现你有的时候呢，精神就陷入那种状态，你觉得我们理解不了你，你就想自己一个人待会儿，倒也无所谓了。其实聊一聊就聊聊就好了。就聊一聊，不聊就不行，不聊没个好啊。不想聊就不聊啊，不想聊就没办法了。有的人是enjoy啊，有的人enjoy这个沉浸在自己的降噪耳机的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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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一种令人愉悦的忧伤，有的人enjoy这个是吧？但是给我写信的这个人呢，肯定是有点不enjoy了。给我写信这个姐们呢，想摆脱这种状态，那你就得跟人交流啊。对，还得有下雨的声音，没有下雨的声音不对了。它这个完整版本必须有下雨的声音。你们这是真没听过吗？我已经年纪这么大了吗？你们年轻的朋友连这歌都不听啊？听过。哒哒哒哒哒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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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想起来了吗？是不是这样就想起来了？我说我脑子也发炎了，我怎么了？我干嘛呢？啊，我们柚子酒卖光了，桃子酒还有啊。桃子酒喝起来像桃汁儿的感觉，就桃子罐头的那个罐头汁儿的感觉。当然，牛脆脆还在啊。哎，牛脆脆今天是现货还是预售啊？朋友们，牛脆脆今天有多少啊？当然可以，当然可以啊。但我本科谈了一个男朋友，感情非常好。牛脆脆是48小时发出啊，但是也没有多少啊。孜然味的一共就1500罐，这个是香辣味的1500罐，原味3000罐啊，估计一会儿就卖光了。卖光了就改预售，预售的话就是5天之内啊。感情非常好，谈了1年毕业了，我出国上学，他留在国内考研工作，我们就这样异国了5、6年，异国了5、6年。期间我一直想让他来新加坡，他都不愿意，我们都舍不得对方。异国期间靠电话维系5、6年，感情还是很好。哇，那感情还是很好。但是在我博士毕业前半年左右，感情变了。他想要回家照顾他的家人，我想要回我家。
工作，两个人都没办法妥协，就分手了。分手很不愉快，感觉自己心里一直都有个坎儿，有个遗憾。后来回家，家里推得紧，就找了个老实人，现在到了结婚的档口。老实人这3个字用的，我一开始以为两个人可以培养感情，但是相处下来发现有人天生就不会谈恋爱，没有恋爱体验，他很木讷，我觉得挺难过的，感觉在未来的生活里，爱情这一块就是普普通通吧，让人没有期待啊。找了个老实人是什么意思？找个老实人呢？哎呀，姐妹儿，你是为啥遗憾呢？因为你的炙热的爱情，结果有5、6年都是异国，你遗憾是吧？结果觉得终于可以在一起的时候，这感情不是说感情变了，你说感情变了，不是，你是感情终于撑不住了。这异国恋能撑5、6年也挺夸张的，终于撑不住了，这很正常，撑不住了就很正常啊，没啥好遗憾的，已经撑了5、6年已经很了不起了，撑不住了，找个老实人，这也哎呀，我不知道啊，我怕你后悔啊，我感觉你将来会后悔的。你是一个，因为我觉得你是个啥人呢？你为了爱情啊，你可以异国恋撑5、6年的人，你不像是那个随便找个人，老实不老实吧，咱就不说了，你随便找个人就能嫁。我觉得你不像那样的人啊，你是一个为了爱情能异国撑5、6年的人，所以爱情这玩意儿呢，在你生命中就是站位很高啊，所以不推荐。哦，对，这个没讲啊，我们这个爆浆的这个手工，哎呀，没事，别慌，你们别慌，都别动。这个我爱吃这个黑芝麻的，你要爱吃那个另外的馅儿，你就买那个另外。它是一大盒，贼多。就它的意思是啥呢？直接吃，我上次直接吃只是浓郁。但是呢，它拿微波炉加热以后就是爆浆流心儿，挺来劲的这个。我可以拿它当会儿道具。你直接吃就是浓郁，你要是能拿微波炉稍微叮一下，它就是爆浆。你看这里头黑的，就是黑芝麻。一股蛋卷味儿啊！我爱吃黑芝麻的，但你看你爱不爱吃花生酱吧？肯定也有人爱吃花生酱，它就是就是那个黑芝麻酱，就是那个花生酱，没有什么变化。你要是爱吃花生酱，那想必花生酱也很好吃啊，对不对？蛋卷是古巴产的吗？啊，不是啊，这不是啊，我给你看一下。正经是咱们浙江的啊，生产商是正经是河南的啊。2个口味都吃，俩口味都吃就可以买2个口味。感谢。我想问蛋总，我想自然而然脱单，但是我又错过了自然而然的阶段。我是一个牡丹。前几天和好朋友聊起我的理想型，好朋友说他认识一个有这几点特质的男生，恰好就是我以前的同班同学，让我主动联络一下看看。但是我们已经有10年没有联络了，也不知道他现在是什么样子。我应该怎么开始聊起来才会显得我没有那么目的性？为什么你朋友认识的一个人，恰好是你10年前还没有联系过的同学？这是缘分呐！然后你居然要问我怎么样聊起来
才会没有目的性，显得自然而然。这还不够自然而然？多大缘分呢？你10年没联系的同学，男同学，被你朋友推荐给你，这不就是自然而然的缘分吗？你还觉得这还不够自然而然？这就是自然而然呐！这太自然了，这不缘分吗？这比大自然都要自然啊！太自然了。我是否应该让朋友先打探男生的口风，让男生来找我聊天会比较好？啊，都行啊，方法不重要，首先要扭转你的这个心理啊。一，我俩都是母胎单身，没有什么异性朋友。二，我的交友状态是在生活中不期而然的那种。你这还不够不期而然？这已经是不期而然了啊！所以请蛋总分析一下，我要不要主动去找他？我就喜欢自然而然的脱单啊，就这种感觉，这就是自然而然啊，这就是自然而然。你就是关键扭转一下心理。这姐们是啥呢？没谈过恋爱，觉得去主动追求一个男生显得目的性太强，不够自然啊，不够自然嘛？觉得自己不喜欢，喜欢自然而然。你对自然而然的定义有问题啊！你这就非常自然而然。你10年没有见过的一个男同学，你给你的朋友说我的择偶标准是啥啥啥，他说哎，我认识一个男的谁谁谁，这不就是自然而然吗？你把你的心理扭转过来，怎么样都是对的。你这个心理不扭转过来，怎么都是错的啊！10年，10年怎么了？你问他喜不喜欢陈奕迅？要不要？还有6分钟发券啊！你请他看陈奕迅演唱会。道具可以吃吗？可以吃。我是那个稍微有点生病，有点胃口不佳。哎我天！今天是啥日子？怎么又这么多叫我喝酒的呀？今天是咋了？放假了是吗？咋这么多人找我喝酒啊？放假了是吧？哦，放假了。啊，没有那些世俗的欲望，不爱喝酒。这个酒杯呢是买2瓶这个绿酒送你一个这个酒杯，这绿酒是干型的，清新的青苹果的香气的感觉，酸酸的啊，不甜，微甜吧。我喝的是水啊，直播不能喝酒。我工作也不喝酒，你们为啥不相信呢？我工作真的从来不喝酒。越是爱喝酒，就越不能喝酒误事儿。因为我爱喝酒，所以我就觉得我绝对不能喝酒误事儿。如果我喝酒误事儿了，那就，对吧？那就太不好了。那我这以后爱喝酒，这就是个问题了。所以我就是开始工作，我就给自己定的就是，只要工作就不喝酒，因为我不可以喝酒误事儿，所以我就可以理直气壮的坚持我这个恶习，一直喝下去。买酒还送毯子吗？哎呀，那个毯子暂时没有了，彻底卖断货了。你可以买他的这个好朋友啊，毯子酒的好朋友，散格瑞亚啊，水果味的酒，这个也是可以2瓶送一个那个冰盒啊，冰盒。抱歉啊，这个脑子感觉也有点炎症，转的不是很快。
这个现在在谈的酒是有甜味的啊，它里头有荔枝和哈密瓜的提取物，它就是有点甜味儿，但没有那么浓甜，它是清甜啊，清甜。然后呢，你还可以往里加点冰块，挺好喝的。有羊肉嘛？啊，给谈一下羊肉，有啊。卡扣旺啊，喝不了酒啊，喝不了酒，工作呢。而且你听我这个动静，喝不了酒。啊，酒量奇差无比。还有2分钟发券，我就稍微这个讲讲为什么全是吃的，也有喝的呀，也有喝的啊，也有喝的。有人说那怎么全是吃的喝的呢？啊，也有穿的啊，我这个衣服也卖啊。有人说怎么只有吃的穿的还喝的呢？啊，也有书啊，也有书，还有课啊。今天上了一个庞颖的那个，也是看理想平台的那个思辨力那个课，经常在我们小卖部不是经常说，哎，大家逻辑啊，什么提升逻辑什么的，你可以听听他这个课。我看听了听，他这个课还是挺有意思的，就是讲一些最基本的逻辑问题。就以前奇葩说那个朋友，我挺喜欢他这个。我给你看一个，我今天看了一个，有一个就是看破，给你稍微读一读他这个内容啊。相关不等于因果，这个题叫女性到了中年收入会下降，所以一定要结婚吗？这是不是我们小卖部经典问题？说女性到了中年收入会下降，所以一定要结婚吗？哎，他在里头就分析了，这你到时候听就是这样的一个听的课，这声音是这样的，给大家听一下。就是制作了一下，有一些音乐。你好，我是庞颖，不知道你在生活中有没有被这样劝导过？比如说，我妈叫我锻炼延迟满足能力，因为她说有实验证明，懂得延迟。反正他就给你分析了一下，就是相关性不等于因果性，这是大家经常犯的一个逻辑错误。其实他这个课里头就是辨析了很多这样大家经常会犯的这种东西啊。其实我们事实那里头也是，就是经常会犯的这种逻辑错误。什么稻草人谬误啊，这都听过啊。三段论里的前提不证自明啊，样本谬误啊，偏差呀，回避论证过程的循环谬误啊，进退两难，也许只是假象啊，哎，就好多这种。充分但是必要吗？哎，就这种。其实经常你思考这些问题，这个课听起来嘛，得认真听啊。就是一个这样的课，你要想提升一下逻辑能力，可以听听，挺有意思的。我对这个相关因果，我觉得我自从知道了相关性不等于因果性以后，我的人生都变得开心了很多。发券了，刚才发券了。给大家举个例子，行，我就给你看一下他这个里头这个例子啊。找一下他这个，就是说这个女性到了中年这个问题，就直接念一下人家说的这个说法。你看啊，有一个说法，我给你念一段，你听一听这个就是这门课里的内容啊，庞颖这门课里的内容。女人到了中年，收入会下降，所以一定要成家，依靠婚姻才会有保障。这个呢，这句话挺符合很多人的想象，女人不善于挣钱，得靠男人，得靠家庭。但其实女人到了中年收入会下降，这个数据你要看得再具体一些。女职工是生育后工资才下降，女职工生育后工资待遇下降的有34.3%，其中降幅超过一半的达42.9%。所以是因为女性收入下降，所以要依靠家庭吗？不是的，恰恰是因为我们进入了家庭，我们为家庭付出了奉献了，在工作上投入的时间减少了，所以收入降低了，并不是家庭解决了女性收入降低的问题，而是家庭创造了收入降低的问题，这是一个因果倒置。其实在工作环境中，类似的逻辑有很多啊。比如有数据显示，数字化程度高的企业业绩更好，但这是不是就能证明企业可以投资数字化转型就能提升业绩呢？不是啊，这个数据本身只说明了相关，没有证明因果。说不定是因为业绩好的企业才有钱去搞数字化，对不对？并不是因为搞个数字化所以才业绩好，对不对？就是他就是这个课里就讲了很多这种逻辑，我觉得挺有意思的。
实很多时候就是逻辑，很多时候就是逻辑。有的朋友逻辑乱了，他就有困扰。好面熟，对，很多人都说我长得像刘德华，谢谢，饿不到啊，再熬啊。好，接着读信了啊。现在在谈的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些新品啊，卖的比较好啊。给我一杯忘情水，换我一生不流泪。目前我和我男朋友刚毕业在一起不到半年，是不是声音也很像？哈。目前我和我男朋友刚毕业在一起不到半年，两个人都在北京。刚毕业在一起不到半年，两个人都在北京啊！我在工作，他在读书。他家里人因为我父母没有退休金，一直不同意我们在一起。但是我觉得我工资挺高的，也可以弥补后续父母的养老压力，包括补缴养老保险啊。男朋友态度呢是说先这样谈吧，一直磨下去，父母肯定会同意。但我就担心这样谈久了还是不同意，最后被影响的还是我。所以想问问这种情况我还要继续吗？还要继续吗，朋友们？嫁是吧？嫁。你们不就是刚毕业在一起不到半年吗？我觉得是这样啊。这封信的内容呢，哎，我再展开跟大家多聊会儿。我这个生病了，可能就是话多，跟你们多聊会儿，扯开谈谈啊。他这封信很简单，就是说一个女生给我来信，说跟男朋友刚毕业在一起不到半年，然后呢，他家里人因为这个女方父母没有退休金，不让他们在一起。男的说再磨一磨，女方说我担心这样谈久了还是不同意，最后被影响的还是我，所以要问一问这种情况我还要继续吗？这封信我可以扯开谈两个问题啊。他这个具体方案怎么解决一会儿再说，这扯开谈两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刚毕业在一起不到半年，刚毕业呀，刚毕业不到半年，不要做什么，不要自以为自己可以给你的人生做出什么多么重大的规划。你当然可以做出规划，但你现在做的规划大概率都是无用的。听得懂吗？我说明白了吗？以你22岁的智力，休想规划自己33岁的人生，听得懂吗？你22岁的人生经历、智力、眼界，你怎么能规划自己33岁更聪明、更有经历、更被毒打过的人生呢？好吧，啊，别这么着急规划自己的人生，就是你规划不清楚的，哎呀，走一步看一步吧。然后说走一步看一步是什么意思？他后面就说了一个，说哦，那他有一个很好的，他有很强的规划思维嘛。他说我将来这个，哎，说我跟这个男的不在一起又浪费这么多年，是吧？他的意思就是浪费这么多年，不是耽误的还是我吗？那我要最后没跟他结成婚，那我不就是浪费了吗？我不就失败了吗？别这么想问题啊！这个人生呢，叫个什么词儿呢？你可以有两种思维模式啊，一种叫成长思维，一种叫过关思维。它这个就叫过关思维。什么叫过关思维呢？它的意思就是人生就是一关又一关。哎，我今天高考过了一关，毕业过了一关，工作过了一关，我结婚又过一关。好，如果这过关结婚过关不顺利，耽误我，哎，我过关不顺利，我就痛苦，我就难受。不是的，成长思维是什么呢？其实你就怎么样，你都是在成长。你高考不顺利，你也是在成长；你找工作不顺利，你也是在成长；你结婚没结成了，结了又离了，都是成长。你如果用过关思维过的话，
你怎么就觉得跟他结婚就不是浪费呢？为啥就觉得说跟他结婚了好了，这事儿我办对了，哎，我没有浪费我的青春，我跟他谈了几年，非常的高效，谈完了呢，最后磨一磨，父母都同意，我终于嫁给他了。你觉得这事儿就完了吗？你觉得这事儿就完了吗？你是以为这是人生是打游戏吗？打游戏是这样的，打游戏呢，这关打完了，哎，就可以往前走了，这关就打过了，再回来随时打这个。但人生不是说你结完婚这个 boss 就搁这儿了，你就往前走了，不是啊，这是伴随你一生啊，这不还跟着你呢吗？那你明天又离婚了，你怎么理解这件事呢？那你说这是，那你觉得这是成长了？你觉得你是浪费了还是没浪费呢？但你要是用成长思维来想这件事，就是无所谓嘛。那我跟他在一起开心，我就享受这个开心，我就体验到了谈恋爱的快乐，这不就是成长吗？我分手痛苦啊，我知道了分手是什么样的滋味，这不还是成长吗？他父母不同意哦，我知道了，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奇怪的不同意两个人在一起的理由，说哦，原来我爸妈没有养老金也可以成为两个人不在一起，哦，社会这么复杂，这也是成长。我说明白了吗？你如果用成长的思维去想这些事儿呢，这就不是事儿。你老用这个过关的思维想，都是事儿，你一生都顺不了，因为这一生你的关是过不完的。啊，非要这个输赢是吧？有用没用？哎，这都是经常来信的人说，这有用没用？我的人生浪费了吗？没浪费吗？我这个赢了吗？我还是输了吗？这个网络不是流行吗？说这个我们关键的一生，每天都关键。为啥你觉得？为啥那个流行说关键的一生呢？为什么说我们是关键的一生？为什么？因为你就是觉得这一关过了就好了。你但凡有点生活经历，你就会发现哪有这种事儿啊？你是不是小时候就跟你说高考完了就好了？好了吗？为什么没好呢？还没有反思吗？我想想，我可能我能想通这件事儿啊。我想想，我能想通这件事儿，很有可能就是我复读过，我可能就是18岁那年复读把我给有可能给我提了一个很大的响，就是我从小是好学生啊，学习很好，然后我高中不是爱好文艺了吗？这搞听音乐那个看书去了，然后也没好好上学，哎，高考失利，没考上嘛，我爸我妈就很痛苦，让我复读，我那会儿稀里糊涂。但我那会儿确实也觉得，哎，就是在稀里糊涂，突然，然后复读开始了之后，我在那个懵的过程中突然反应过来，我说，哎，不是说高考没考上好的学校，我这一生就完了吗？我这不挺好的吗？我复读怎么了呢？没怎么样，我从此就比较自由活的，我就从此就不再相信这套叙事了。什么叫到什么年龄办什么事儿，什么叫人就要干这个就必须干这个啊，到点就得结婚，到点就得找这个工作，这个就稳定，这个就踏实。有稳定的吗？大家有生活经历，你回忆想一想，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东西是稳定的吗？有什么东西是不变的吗？没有啊，又要说老生常谈了，唯一不变的是变化，是不是？哪有不变的呀？你想想，哪有说你这一关过了就好了的？没有呀，从来不都是关关难过关关过吗？好吧，多说两句吧，我多说两句可能能解答一些根本上的痛苦。所以你说你问我，然后这个女生就问我要不要跟这个男生在一起，那你换一个思维方式，你就是觉得人生到了点儿就该结婚啊，不结婚就是浪费青春。你这种思维方式呢，你结不结你日子都会比较难过。你换一种思维方式，就是想结一下啊，结不了，但是我跟他在一起挺开心的，那就在一起啊，然后最后得到一个什么结果，你都是成长嘛，你把什么都当成你在成长不就行了吗？对不对？害怕出错啊，你害不害怕出错，你都会出错的。人生在世，怎么做都是错的，你就别想了，还害怕出错，越怕越错啊！不怕也错，怎么都会错，无所谓。感谢大家啊！
我们牛脆脆卖完了吗？我怀疑这个1500罐牛脆脆孜然味应该已经卖光了。感谢大家。哦，怕酸怕苦，喝这个茶咖，茉莉花茶的茶咖。我在这儿瞎白话，我的同事就猛弹链接，就大家随意下单，自助下单。我这个你们点开这个品的那个讲解都能看到讲解，我就不反反复复讲了。没有也没有多少品，我也没，我们这个小卖部不是那种反反复复讲品的，就读信跟大家闲唠嗑。你们实在困扰，你就问一问客服，问一问评论区里的那些名字后面带粉丝团3个字那些比较丢人的人，他们会回答的。如果你也不嫌丢人的话，你可以点开头像加入群聊，你那个名字后面也会有那3个字。然后手机支架我这回那个整的比较全乎了哈，我给自己开发了一个展示手机支架的这个面板，比较全的给大家展示一下。我们这手机支架也有哈，各种各样的。上次有朋友问狮子什么样啊，我小猫什么样都有啊，给大家展示一下。这个挺可爱的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小车可以那个小轮子可以转啊，还得摁着它。然后这个狮子嘛，你可以直接当支架，就是它比较大，可以支在，这狮子可以支在桌子上。狮子不会转，狮子是那种可以支着你看剧啥的，吃饭啥的。这个小刺猬是脸转，叫别致。这个蜗牛嘛，就是这个。这个鹅是全身转。它卡住了，它被它同事卡住了，算了。啊，反正大家就是随意挑选。我是用的是这个小海星，这挺可爱的，是吧？啊，大家随意挑选。上次我用这个小海星，大家说不可爱，我就换成小蜗牛了。我这次换一个，我换一个这个吧，我换一个这个小狗，小狗骑摩托，小狗骑摩托应该也可以。小狗骑摩托也挺好玩，这轮子可以转。它应该也可以支啊，就是看个剧啥的。啊，没问题啊，看就放这儿了是吧？还可以转，一边看剧一边玩。啊，你是小熊吗？小熊这么大耳朵啊？他说他是小熊，小熊外卖员。你对自己的身份有误会吧？大耳朵熊，长耳熊吗？这世界上有长耳熊这个品种吗？长耳熊啊，那可能是，不知道。他说他是小熊，行吧，我听你的。你说你是小熊就小熊，那我就不用你了。你这个人身份可疑，我还是用小蜗牛吧。小蜗牛也很可爱。怎么架起来？就是你放平了，它不就很自然就架住了？啊，那狮子是可以立着架，竖着架，这个就不能竖着架。我看这狮子应该是竖着就可以架。哎呀，吸这么紧！你看这狮子是可以竖着横着，应该是。哎呀，竖着有点困难，还是横着吧。这竖着也有点困难，不行啊，还是得横着，横着都可以架啊。看个剧啥的，狮子不是梳子，我说梳子了吗？你是梳子，你不是梳子，这梳不了啊，这只能梳那个一根头发了，这不是梳不了，狮子。
波勾包是这个，就不能转，但也可以支着波勾包。好吧，大家对这个手机支架这么好奇吗？小刺猬啊，小刺猬的脸可以转，很有意思。别人都是他可以转脸，保持笑脸。我小时候还养过刺猬呢，你们养过刺猬吗？我小时候养过刺猬。小时候我们那个地儿公园里有那种爬来爬去的那个刺猬，有一天就是特别小一只刺猬，我就抱回家养，养了一段时间，我爸嫌它臭，给我放生了。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他。哎，算了，其实也原谅了，但是真给我气够呛。刺猬贼臭啊！刺猬确实很臭，没那么扎。大家弄那个小刺猬，那个它团成团，其实你抱起来的没有那么扎，它不是那么扎的。你找准那个角度可以抱起来。几号链接？就是那个手机支架链接，大家可以随意看看，随意挑选。猫就是一个猫，这种困的这种感觉，支在后面挺有意思的，看得到吧？支在这个牛脆脆盒盖上，你看个剧啥的。小时候特别有意思，哎，我想起来一个笑话，给大家讲讲。小时候我们哥几个就是一帮小朋友嘛，然后我养刺猬，那后来被我爸放生了，我就特别痛苦。后来呢，我们那个地方就刺猬特别多，都野生的。我一个哥们儿呢，就也养一个刺猬。然后那段时间呢，有一天我们正在外面跟玩啥呢？玩泥还是玩啥？岁数特别小啊，在那个正在那玩，然后他就特别激动的跑过来说：“紫薇生了，紫薇生了！”我们那会儿看那个《还珠格格》，我们说是紫薇生了，什么意思？紫薇生了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啊，是刺猬生了。最后我们去他家看那个刚生出来的小刺猬，特别特别小，很有意思的童年。我们的小时候就是很无聊的这么度过的。刚生出来不是，刚生出来那种小的那种，像个小老鼠似的，慢慢长。啊，大家可以买点牛脆脆，不知道牛脆脆够不够？今天牛脆脆有1000多盒吧，欢迎大家啊，感谢支持。就是各种口味，它这个是孜然味1000多罐，然后。但是这个牛脆脆吧，我看看啊，它应该是现在发货呢是48小时，预售嘛就5天内也无所谓啊。这个要是现货卖光了，大家也可以考虑买这个预售的。感谢支持啊！我接着读信吧。刚说哪儿？怎么说？哎呀，这是生病了，怎么说的稀里糊涂？说哪儿了？我这是。说稀里糊涂的。这读信吧。大家是不是都那个回家过节了呀？但我有个烦恼，我不喜欢我男朋友，但是也不讨厌他啊，那就是不喜欢。我们谈了半年，我25，他23，都有各自工作，异地，但是会稳定见面。他对我非常无微不至，说过的话也全部都记得。但是我最近有点想分手，倒也没啥原因，就不喜欢呗。
我看待问题比较理性，所以很难完全投入。但是它确实是我谈到的现在恋爱各方面最适合的一个啊，以后还有更合适的。啊，要不要维持现状啊？赶紧分吧。但总好，我的故事简而言之就是老公去按摩啊，但不是那个按摩啊，就是老公那个按摩双引号的，然后网贷，然后当个小老板去摸鱼，但是我目前不离婚。行，那这后面我还看吗？不离呗。这后面还有这么长，不离又不甘心是吧？哇，这后面还有这么长，你不已经有答案吗？不离就是不甘心呗。那后面想问我啥呢？我看看啊。我和他是自由恋爱加结婚7年，他比我小半岁，家庭条件比我好，但是我个人条件比较好，外貌、身高、学历、工作啊。他前任基本比他小好几岁，我前任都比他大好几岁。要说啥？我有朋友觉得他配不上我，但是他情绪稳定，而我是极端坚强又消极的倔驴。总之我们结合不符合常理，但是在一场手术的感动、冲动、害怕后结婚了，并且一直相对还比较快乐。当初看中他温和善良道德感强，现在啪啪打脸。我认为这种人未来分开也不会很绝。发现端倪后，我当晚就决定先不离婚了，因为还有感情加上客观条件辩证来看他人还不错。且我认为男人都差不多，分开以后我肯定还会恋爱，我喜欢恋爱，但是下一任就永远不会背叛我吗？我不相信我是那幸运的0.01%。我一直以为我较为幸运，他工作之余没机会乱玩，所属行业也比较单纯。结果他被一个老师朋友带去第一次之后，学会了大白天抽空去。反正要不了多久，我就不谈他网贷的事了，因为也没借多少，并且他爹会给他兜底。我的生活陷入了俗套，像是小红书发帖问该不该分手，被姐妹们嘲讽的姐妹一样。现在的流行趋势，要么是分手离婚后做大女人搞事业一鸣惊人，要么是找到下一任变甜宠剧小娇妻。啊，这是现在的流行趋势吗？不了解啊，这是流行趋势啊，我不太懂啊。咱们小红书大数据不一样，我刷到的不是这样的。是否我也应该分手去发展自媒体，搞离异大女主人设？这怎么就跳到这儿了？少刷点小红书，这怎么回事？这是不是又买谁的课了？这怎么了？你是不是买什么人课了？哎呀，还是不分开，等老了回忆起年轻的这件事，感叹一句：冰箱坏了得修，人坏了也应该修一修。他是不是买课了？我觉得很好笑又很迷茫，婚姻和生活的真谛是什么？世界变成了我不懂的样子，我好像失去了一些期待。以前希望当一个正常人，正常的工作，有正常的感情。我也知道世界不是非黑即白，但是当我明白大多数人都是表面光鲜内里混乱的时候，真的有点失望啊！你得习惯这种失望，苦多恶少也能接受，但我连伤心也不多，只是觉得无聊啊！这后面怎么说了这么多啊？怀疑人生了，这一个按摩整的怀疑人生了。我老觉得现在的人好像都是扁平的机械的，没有立体的人物，但我自己也变得一样。我依然喜欢恋爱和活着，我也希望活到100岁，但我怎么才能积极起来？我不离婚的话会被姐妹们看不起吗？啊，这么个弱点呀！我不离婚的话会被姐妹们看不起吗？会吗？姐们儿你自己看看啊。但我没有看不起你啊，我先声明啊，我冒着得罪姐妹们的风险，我没有看不起你啊。哎，这谈不到看不看得起，人生活着也不是说多为了让别人看得起啊，少刷点小红书。哎，你自己开心不就行了吗？人自己活着是吧？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你看，我突然端起一杯水，你知道冰的还是常温的吗？
冷暖自知是吧？冷暖自知。冰的啊，对，确实是冰的。哎，你这上网又是一个上网上的有点太多，咋的呢？这怎么？为什么离婚这么丝滑呢？离婚下一步就是转型做什么自媒体，搞离异大女主人设，这么丝滑吗？离婚以后就不能好好做现在的工作了吗？这咋的呢？这我没看懂。姐妹儿，俩建议啊，第一，没有讽刺你的意思啊，没有讽刺，我觉得你也相当痛苦。你一开头就说了自己不离婚，然后自己肯定是陷入痛苦了，在这儿频频发出天问，是吧？怀疑人生，怀疑人，怀疑现代社会，怀疑爱情，啥都怀疑了一遍。你听我说啊，俩啊，第一呢，我没有看不起你，我觉得这很正常。哎，谁的生活都是一地鸡毛，一堆烂事儿，没人经得起推敲，没人经得起审视。啊，人的生活很复杂，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，离不离是你的事儿啊。不说那些，我也没有看不起你。然后呢，你活着也不是为了让别人看得起，这第一。第二，离不离，你这不就算是抓到他的这个那啥了吗？以后把财产啊都划拉写到自己名下就完事儿了啊。就两条建议给到你，离不离无所谓，离也这么操作，不离也这么操作。你就是家里有啥房子呀，有什么玩意儿，他赚的钱呀，慢慢的你就都弄到你银行卡里就行了啊，就这么简单啊！别整那些怀疑人生的，整点现实的。以后没钱了，你更怀疑人生。以后一离婚发现没钱了，你觉得我怎么人现代社会怎么更扁平了呀？怎么人这么扁平，更扁平了是吧？先把钱都划拉到自己手下，就没那么多事儿，别想那些。怎么还整上这么一堆大道理？不用想这些啊！好吧，发券了，9点半发券了，没注意，突然偷偷发券了，大家随意购买啊。在谈的这个是上一场卖的比较好的，思康蔓越莓的，又可以吃一口。怎么突然有胃口了呢？黑枸杞没说一天能喝多少，反正它的配料表就是只有黑枸杞，他倒没说一天建议饮用量，你点开详情看看，你一天应该也喝不了多少。我怎么感觉好了呢？我怎么还浑身发热呢？难道是你？是你吗？我不是拿冰块喝的你吗？我怎么还出汗呢？感觉。那再喝一包吧，这么好使吗？这玩意儿？我挺爱喝这个。配料表就是生姜汁、甘蔗汁。哇，这有点太浓了，还是得兑点水。喝一个浓郁一点的。我就喜欢那个姜，特别辣嗓子那种感觉，特别舒服。尤其是这个嗓子有点不舒服的时候，它就格外舒服。晚上不要喝姜，晚上吃姜当成砒霜。喜欢试试呗，
我给你们活体实验一下，看看会不会变成砒霜。我也没吃过砒霜，咱们吃一回试试看啊。不知道，看看，没听说啊，我试试看啊。我没听说，我看他们说什么晚上吃姜胜过砒霜，我试试看啊。没啥吧，我从小吃姜也没有分过早晚啊。那晚上这炖个肉里头有姜，我还不吃了，也吃啊，应该没啥事。又有倒播了，又有倒播了。我这个倒播这个呢，我说语音，他们倒播的时候会把我的语音给拉掉，所以我准备了一个这个说明啊，文字说明，大家这个在其他平台看的朋友注意啊，快来小红书啊！你看一展示这个就涨人数，肯定就马上就从其他平台过来了。好吧，欢迎大家，欢迎各位从其他平台过来的朋友啊！我在小红书啊，还有人会给我打码吗？那我动一动啊！倒播的朋友还会很机智的给他打码吗？啊，动一动啊！一展示这个就涨人数，真的有用哈！小红书平台应该多给我点券哈，我正在从别的平台拉人过来。好，欢迎大家啊！哎呀，这关心我，我的朋友们开始关心我，看你这个身体也不太好，要不别播了。不是啊，你没看，没播的时候更不好，播一播身体反而好了。蛋总，这是一个10年的故事，不知道你会不会挠头啊？没顾上，马上挠。我和他互为初恋，同龄人，校园恋爱到社会，经历异地异国，今年第10年。他由于专业读的时间长，比我晚毕业。从他本科毕业到研究生毕业，再到他工作，我们一直在一起。去年在我的催促下办了婚礼，但由于买房等考虑还没有领证，一直住在我家。今年一直在看房，但他总是不急不慢，说不上来他想等行情还是不上心。但是今年30岁的我不知道为什么真的很焦虑，感觉感情没有进展。周围朋友都知道我俩其实结婚了，但是还没领证，让我觉得很离谱。我脾气暴躁，当然过去10年他一直包容我，我说过很多次分手。有过闹脾气，有过真的绝望。我有时觉得他无法理解我的焦虑，我对感情的着急。他冷冷的让我觉得很绝望。我做过过分的事情，比如把他从房子里赶出去。我认为这样的方式可以让他开始上心。我承认我太幼稚了，没考虑他的自尊心。他说我这次彻底伤害了他，让他失望，他想摆脱我。盛浓炸鸡加赠同款1份，抽3个人啊。而我承认我脾气不好，但是我初心是希望我们能一直向上向前。他提了分手，后来他妈也参与进来，坚决不同意我们复合。行了，那后面别看了，没戏了。8月初分手后，我情绪反噬，受了很大刺激，一直疯狂找他。不是你把他赶出去的吗？我觉得怎么10年的感情说断就断？
我没看错吧？是你把他赶出去的吧？他中间也有来看过我，也松口考虑过复合，但还是有隔阂。中间一天，当我得知他已经在对外宣称他单身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崩溃了。那有啥不知道的？那就是不想分开呗，崩溃了。我又发疯了，大声质问。当然他还是不理解。近期他又一次坚定地提了分手。其实我也会对自己说，算了吧，没必要了。不甘心，好像也少了一些。现在我不确定他爱不爱我，他有没有分心。但是现在的我对初恋的执念没有那么重了，对爱情也没有那么纯粹了。前两天手贱找个算命先生，也不知道准不准。算命的说我们喜神互补，是难得的正缘。不过他的运势冲了他的恋爱宫、婚姻宫，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问题，需要做法。那肯定需要做法呀。那不需要做法，你怎么续费呢？算命先生让我不要放弃，让我去挽留。对呀，你放弃了不就没客户了吗？说实话，我听到他说我们是正缘，我好像松了一口气。我把算命先生跟我的聊天截图发给了他。他今天说他相信算命的人说的话，但是花钱做法他不信。你这个男朋友也挺有意思。我不知道他什么想法，我不想去问了。我好像失去了那些热情，也害怕再次受害。有时候感觉心里是一个深深的洞，不知道该求助什么。复合不复合好像也不重要了，毕竟我努力过，我也真诚地承认过我的错误。但我一直认为感情问题一定是双方的。哎，希望得到蛋总建议。哎，放下吧啊，放下吧，放下，没戏了。没戏了，没戏了，没戏了。你跟你男朋友吧，初恋，俩人呢都是优柔寡断，两个优柔寡断碰在一起啊，那就是剪不断理还乱啊，很痛苦，很痛苦，很痛苦的。非常痛苦，别做法了啊！别做法了啊！还要做法，别做法了。你现在需要的不是做法啊，你需要一些办法，不要做法。我给你想个办法。你这段感情也不是说不能挽回，我给你想个办法。你要是非听我的，分手不听的话，我给你个办法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就当你俩已经分开了，你就当你俩已经分开了，然后你跟你这个男朋友也好，初恋也好，你跟他说，咱们就当分开吧。然后呢，我们先不要想领证的事儿了，婚礼呢就当是一个纪念吧，我们过去10年爱情的一个纪念。啊，我们都冷静冷静，你把注意力从你俩这个10年恋情上转移，你就当你已经分开了。你从这个事情上转移开你的注意力，你看一看这个大千世界，你感受感受繁华的人间，红尘的滚滚啊，你感受感受，好吧，感受感受再说。我也不是说你俩肯定就，哎，我是说你这种状态呢，我说的严谨一点啊，你俩
未必就没戏。但你这种状态，你俩铁定没戏。你俩如果一直这么优柔寡断，这种搞啊，就这种心态，好个也是没好啊，好个等于不好。你必须跟他就是分开啊，然后呢自己感受感受，变成一个不需要相互依赖的成年人以后，也许你变了一个人，你俩就可能，哎，又能在一起了。但你现在这样又要算命又要做法，那没戏啊！法力无边也没戏啊，请谁都不好使啊。又有盗播了，又给我送人气。这个正在其他平台看直播的朋友们啊，我正在小红书直播，你在别的平台看到的呢，盗播啊。买东西呢，这个容易出事儿啊，快来小红书啊。进群，想进群的朋友点这个头像加入群聊就可以了，快来快来。哇，开心开心，下次来上海一起喝啊！感谢感谢，帮我感谢啊！与有荣焉，与有荣焉。群都满了，朋友们说群都满了，我的伟大的同事们，建点新群呗。正在小红书啊，欢迎其他平台的朋友们光临啊，正在小红书啊。今天是放假了，我现在都不是说只有上海的人在叫我喝酒，我台州的朋友给我发干哈呢？说一屋子人喝酒想你了。我这朋友他们这是同学聚会，在这个是这杭州的朋友也给我开始了，上海的就更多了。今天是放假了吧？这全国各地都喝起来了。欢迎大家啊！感谢各位，我们这个盛农炸鸡买盛农炸鸡抽3个人送1份啊！盛农炸鸡的这个我们新上了一个新品，盛农炸鸡那鸡块啊什么的，鸡翅很好吃啊！家里有空气炸锅非常方便。然后经常我没有承诺功效啊，我就说我自己啊，你像我要是经常吃一些不舒服的，或者说到一些新的地方水土不服，感觉肠胃这个菌群。感觉这个肠道菌群要跟我闹别扭，我说我自己啊，我就会吃点这个小蓝瓶，Wonderlife，这我吃好几年了，我跟他都很熟。我就是去年治那个幽门螺旋杆菌，吃完抗生素，整个把所有的肠道菌群、好菌坏菌都干掉以后，又难受一段时间。人建议我多吃点益生菌，我自己感觉是有用的，就重新建立起了那个菌群。啊，随意挑选，随意购买，感谢各位。这个米店的没有芒果卖这么好吗？没有芒果，这，大家就喜欢这种谐音梗是吗？这个没有芒果，为啥大家喜欢这个呀？行吗？那给你再看一下，没有芒果，有芒果啊，它是没有芒果，哎呀，真服了。没有芒果是啥意思呢？是没中间有一个芒果啊，没有芒果。酸酸甜甜，适合这个有点不舒服的时候，像然后胃口不好。哦，我是不是吃这个给我吃开胃了？好吃啊，酸酸甜甜。有可能是吃这个我吃开胃了。造个虾干吧。
怎么样？这虾干这个头，参天下酒菜系列，它是盐烤，就搁个点盐提鲜。它直接新鲜的虾烤嘛，它壳肉分离就特别好扒。我这是从冰柜里拿出来，还没有完全化冻，所以你看着上面有点水分的感觉，其实你不放冰柜就没有。看你自己多久吃完。我是很爱吃虾头里这个东西，我吃虾就特别爱吃虾头。没有冰柜拿出来化了一会儿，不是刚拿出来。但它本身干干的嘛，就化也很快就化就可以吃了，而且是直接吃，我也没有烹饪。有的朋友说这个蒸着好吃，有朋友反映回去煲汤也好吃。他们官方建议是微波炉叮一下好吃，我都是直接吃。突然有点胃口。没有芒果卖完啊！朋友们说这个没有卖货没货了，补货啊！真的假的？怎么又售罄了？补货啊！很无语。虾干好吃。你为啥没去喝酒？你听我这动静还喝酒，有点这个不舒服。沟通中啊，再补货吧。想买个牛肉干，买牛脆脆啊。朋友们，收到的朋友们就说一说好不好吃。你就说好不好吃，但确实前面几批有一些包装问题，但我们都在解决哈。抱歉啊，我这个合作方他也是说在解决。现在我们都换成了顺丰发，就我们这个虾干都换成了顺丰发啊，给大家都解决哈，非常好吃，吃是没问题，它就是前面有一些运输问题，但我们现在都换成顺丰了，给大家解决啊。司康甜不甜？没那么甜。它放的也是赤藓糖醇，也没放多少，没那么甜。允许我吃点东西啊！突然有胃口了。我刚开播，身体不舒服，就没吃东西。我现在吃的是这个猪油渣，就是温州那猪油渣，老好吃了。这也是我们参天下酒菜系列，它是酥的。同样来自参天啊。一大包，虾我吃的是大号的，再吃一个。哎，虾干太好吃了，这虾干每次吃一个停住都不太可能。这是大号，还是大号的。这怎么死了还扎我手呢？大家小心啊！我被扎了一下，你们小心啊！拿的时候小心一点，我这都被扎了一下。它这上面这个虾的这个东西还是挺锋利的，小心一点啊！我就被扎到了。剥还是很好剥，吃的时候注意别扎手。它就是虾，新鲜的虾上岸烤了一下，盐烤了一下提鲜，完了呢就是壳肉分离，贼香。
要弄下线吗？我没那么讲究啊，你可以看一看，还好吧？下线的事儿还好吧？我都没弄过，我也没觉得怎么样，还好吧？没有那么咸啊，没有那么咸。牛脆脆没了，对，今天牛脆脆现货不够啊，现货卖光了，我们就改预售啊，预售就是5天内也发货了。读信，一会儿读啊，一会儿读。让我吃点东西，我今天没吃东西，我就是不舒服。我刚吃了点那个话梅，喝了点姜茶，有胃口了突然。啊，马上读信啊，允许我吃点东西。哎，我真觉得喝那个姜茶喝，怎么呢？心理作用吧，感觉是热乎乎的。哦，没有芒果加好了啊！我刚就吃了点这玩意儿，突然开胃了，也不知道是喝姜茶，喝的浑身发热，舒服多了。现在没有芒果就是梅子中间爆一个芒果啊，有芒果，酸酸甜甜的，很开胃。刚刚没货了，补货去了。其他平台又有盗播了，天哪！正在看盗播的朋友，快来小红书啊！你在别的平台看到的都是盗播啊，假的。来小红书啊！你看，一展示这个人数就涨，肯定是就有从其他平台过来的。太香了。你看这虾干，你说你打开了那一大包，比如说你买回去不是一大包吗？我这都吃了一些了，一大包，你又不想都放冷冻，有的吃的快，就可以用我们这个袋儿啊，就这个袋儿，你弄一对儿2对儿的，你塞这里，你就可以放冷冻也好，放冷藏也好，它就这么用的。我一般是那个比如说我煮羊肉，一次买1根葱，羊肉可以摊下。我煮羊肉一次买1根葱嘛，我也用不完，我就把它切成段，有的我就冻起来，放冰柜，然后下次再煮羊肉的时候就用。我觉得这袋儿挺好用的。还有盗播啊，快来啊！其他平台的朋友，快来小红书啊！我在小红书啊，太猛了！其他平台的朋友，我在这儿啊，别遮挡我这个。其他平台的朋友，现在有其他朋友、其他平台过来的吗？扣个1，我看一下，是不是真的有看了我这个从其他平台过来的呀？真的有吗？真的有，好开心啊！看我这个反盗播系统，非常简单，非常实用。我们同事说：“哎呀，抖音系统太大了，你去投诉，有人冒充你，每次要2个小时。你看我还用系统，我就一个土办法，不用系统啊。盗播的兄弟，差不多得了，谢谢啊，感谢你对我的喜爱，兄弟，差不多行了。今天休息吧，大过节的，你也休息休息啊。你看我都病了，兄弟，打感情牌，放过我吧，好吧？”你也休息休息，咱们都休息休息啊！让他们来小红书看我吧，你就别播了，你休息休息啊，好吗？抖音那个兄弟，谢谢啊，感谢你对我的喜爱啊！
欢迎啊，欢迎啊，朋友们。我们坛子酒10月就有货了，现在一直没货。喜欢坛子酒的朋友可以买这个，也是这个甜甜酸酸的，但没有坛子酒那么那个，它是果味更丰富，没有坛子酒那个味道那么直接简单。它里头是红葡萄酒、白葡萄酒，再兑上一个，你看后面有光，它就变得特别好看。哎，红葡萄酒、白葡萄酒，再兑上哈密瓜提取物、荔枝提取物，还给买2瓶送个冰盒。你说我不想喝这么复杂的果味浓郁的，我想喝纯净的葡萄酒啊！你喝这个白葡萄酒、绿酒啊，清新的青苹果味的白葡萄酒，还有1分钟发酵奖品啊！感谢各位啊！买2瓶呢送一个杯子，杯子是什么杯子？就是我今天用的一直喝一切的杯子，就是这个杯子。听这动静，质量也不错的杯子，喝啤酒也行啊！买2瓶，这个是青苹果，这个香气它不是味道，它就是白葡萄酒。想进阶一点，不想喝那么入门的，买这个。这今天也是举酒老板推荐，李泽推荐，但是李泽的那个推荐语太不专业了，我给你们再放一下，我很伤感啊。啥？哇，这个酒也太好喝了吧！不管你是小白还是资深，必须要开一瓶。如果你要是想追求白葡萄酒非常好喝的那种味道的话，你也不差这些小小的一些预算，对吧？你可以用2瓶的钱买这一瓶，回家保证你好喝，必须好喝，不好喝不好喝来找我吧，不好喝，好喝的。不好喝去五花马找他，他已经喝晕乎，送的翻不到长这样。李泽发券了，发券了！我发券的那个时间，我就稍微讲品啊，感谢各位，感谢各位的理解和支持啊，感谢感谢。我就再，哎，我看看啊，有什么福利吗？我看看。新品，新品，今天我觉得这个姜茶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，我喝了一包，真的感觉自己舒服多了，有活力了。我再喝一袋吧。这玩意儿是不是也不能喝太多？我连喝了2包了，我再喝1包没事吧？我真觉得它挺有用的，挺舒服的。呲我一脸。它的配料表就是生姜汁和甘蔗汁啊。别喝太多，别喝了。哎，晚上生姜犹如砒霜。啊，晚上是什么呀？没事儿，我刚说了，咱们试试看。就特别喜欢那个姜汁辣嗓子那个感觉，因为现在嗓子不太舒服。问题不大，连喝3包应该还好吧？无所谓吧，我觉得无所谓啊，试试看。我真的喝完了觉得很舒服，一直出汗，然后鼻子也通气儿，感觉。但是不得不说，今天因为啊，饮水过量了，因为这个嗓子不舒服，一直在喝水，饮水有点过量，要提前上厕所了。伟大的朋友们，帮我卖卖这个没有芒果吧，看你们也挺喜欢的。还有这个梨，这梨和没有芒果，帮我售卖一会儿啊，马上回来。
对对对，我上厕所。真行，真行。还有发微信催我回来直播的，说你播呀，你干啥去了？我说我上厕所。啊，感谢各位啊！哇，哎，我真觉得挺舒服的，不构成任何建议啊！我确实是连喝个3个，这个觉得挺得劲儿。接着读信吧，快乐了突然。哎，瞅瞅怎么回事？我直播呢，朋友，咱们相聚小红书吧啊，买点牛脆脆啥的，感谢你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今天要回不少这个微信，因为不知道咋啊，放假了，对，好多人叫我喝酒，不回人家也不礼貌。亲爱的蛋，你就像一个知心的朋友，给迷路的人指明方向啊，没那么大本事啊，我也是瞎指，我只是指个方向，不一定指明了啊。没想到这次轮到我这位迷路的人，因为开店的原因认识了一个有业务往来的男孩子，他的真诚开朗、阳光帅气，让单身4年的我出现了久违的心动。接下来很顺利，我们在约会那段时间很开心，每天都想见到他，只要一空出个时间就想去找他。故事的转折点在前2天，因为我的店转让了，很多东西要整理，那天他要上班，等快下班才过来，我也能理解。但是到下班了，他也没有留下来要帮我的意思，可能看到我们弄得差不多了，后面问了一句要不要帮忙啊？我生气的说不用，然后他就真的走了。这是第一次我对他生气，回去后也没有发信息问我弄完没有，也没有问我累不累，也没有问我饿不饿。接下来这2天也没有主动找过我，只是偶尔发信息问我在干嘛，巴拉巴拉一些无关紧要的话啊，在干嘛不是无关紧要的话啊，不要诋毁在干嘛。因为我还在生气，也没有找他。后面我忍不住的问他，你到底有没有把我当做女朋友？他说他不适合我。所以这段时间是我自作多情，以为我们是情侣吗？啊，我们做了所有情侣做的事情，还是他真的从头到尾就没有喜欢过我？如有机会读信，请回复啊，读了回复你。就是这个男孩吧，真诚开朗、阳光帅气吧，也不耽误他那啥啊，就是啊不喜欢你，但是对，把这个真诚开朗、阳光帅气这种就是这种滤镜那个啥小心点啊。小心点啊，小心点。又受欠了，啥玩意儿又受欠了？没有芒果又受欠了，干什么呀？没有芒果，多给一点，没有芒果。哦，这就是我刚刚上厕所让大家帮我卖的是吗？我觉得我伟大的同事们，第一，你们应该把没有芒果赶紧协调回来；第二呢，必须给大家安排一点抽奖，抽这个没有芒果。这太感恩了呀！这不是上厕所大家帮我卖光的吗？啊，让多给点，然后安排点抽奖。他实在不行，米店他不加米店的吗？米店安排点那个碱水面包干抽奖也行。我们还有这个米店碱水面包干啊，这是一直卖的好的。他们家有时候新品有一些，这个就是经典产品，一直都卖的好的。他实在没有芒果，你说这话说的都别扭。他实在没有芒果了，咱们就整点碱水面包干给大家安排点抽奖，跟这个米店的客户讹啊，就说你看我们没卖那么好，你看你不得啊，跟他们讹啊，勇敢一点。梨还有吧？梨应该还有，梨应该还有。姐妹儿，别迷糊了，姐妹儿，给别人我未必能指明方向，我给你我能指明方向。他就是，啊，就是因为
你就，我们这样吧，所有买了没有芒果的朋友，我们加赠米店的这个碱水面包干，它这个没有芒果还没货，正在协调。我们先把这个抽奖抽了，抽5个人啊。姐妹儿，你就当他是一个过客吧啊，他只是一个什么？他只是一个真诚开朗、阳光帅气的过客啊，跟一个长得奇丑无比的过客一样，都是过客。不要把这些滤镜加得太厚，都是过客。你不能因为他真诚开朗、阳光帅气，你就觉得啊，他是不是？我们难道之间啊没有啊，就是没有，没有就是没有，不以外貌为转移，没有就是没有啊，没有喜欢过过客啊。我说的委婉一点。啊，虾干买那个大号虾干啊，买大号虾干，这么大个的，好吃，好吃，补货了，好嘞，没有芒果补货了啊，感谢各位，也感谢米店，虽然你补货，我很感谢你，但是你应该也安排一点那啥吧，抽奖吧，没有芒果这个这么受欢迎的产品，你给大家抽一点送一点呗，好不好？这个今天售罄2次了，你把这个东西给大家安排点抽奖啊，感谢你们啊！这也是老合作伙伴，因为这个就卖过好久啊，大家是挺喜欢这个，这确实很开胃。我今天就是在这喝这个姜汁儿，还要吃这个，就一下开胃了。刚才又炫了2虾，我再读会儿信再吃啊！我知道你们又要说别吃了，先读信。但我今年28岁，超级迷茫，父母催婚。2022年通过相亲认识的男生，一直网上聊天。2022年5月奔现相识，3、4月确认恋爱关系。23年6月放弃1线城市工作，来到南方的城市。23年因为男方家里一直催结婚，说男朋友奶奶病危，要是不结婚，老人去世得守孝3年，必须马上结婚。在2023年10月摆酒，但是没有领证。结婚后，男方父母跟我们一起住，小矛盾不断，各种鸡毛蒜皮的事儿一地鸡毛。男方是家里最小的儿子，幼稚，处理问题能力差。哎，正好我读这封信啊，朋友们。我读这封信，就是那些经常给我来信说我不结婚该怎么办呀？我不结婚怎么办？我到30多岁我不结婚该怎么办？你们好好听听这封信啊，你听听结婚以后是什么样。哦，不是说结婚以后都这样，就是说有一些人，尤其是特别着急，被家里催，随便找个人嫁了以后，或者找个人娶了以后，就随便结婚，听听什么样啊？男方是家里最小的儿子，幼稚。处理问题能力差，依赖他的妈妈，处理不了我和他父母的关系。我们因为婆媳关系、生活习惯、观念问题经常吵架，无比内耗。婚后这近1年非常不开心，非常不快乐。最近呢，男方又要强烈要求我生小孩，我不愿意，觉得还不是时候。我们没有能力对孩子负责，2个人的生活都磨合不好，然后吵起来了。男方大半夜把我赶出门，好好听啊，每个字都听进去啊。那些觉得30岁不结婚不行的那些朋友。我非常不能接受，我想离婚，但是我父母极力反对，说没有涉及原则问题。那什么是原则问题？大半夜赶到街上不是原则问题。婚姻不能儿戏，婚姻不能儿戏是最有意思的。这些催别人结婚的父母，催你结婚的时候，我觉得他们就是把婚姻当儿戏。然后你要离婚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哎，婚姻不是儿戏。”是婚姻不是儿戏，是你们的游戏，是吧？婚姻不是儿戏，婚姻是父母的游戏，婚姻不是儿戏。哎，但是我又不开心，所有人都觉得我不够温柔体贴，才导致一直吵架。难道我得改我的性格？父母觉得男方只是不会处理事情，情商低，没有大问题。所以我想问问蛋总，我想离婚，赶紧离呀！觉得现在婚姻时间不长，也没有财产纠纷。结婚后也都是我自己养活自己，男方没有给我任何生活费，也没有生小孩，是不是应该及时止损？是的，但是父母的反应又让我迟迟下不了决心。你父母，还嫌你父母害你害的不够多啊，姐们儿，你这一段让你痛苦的婚姻是谁给你安排的？
之前父母一直催婚，2022年相亲认识男生，这不就他们一手安排的吗？然后你还是怕伤害他们。我从小到大都是乖乖女啊，你从现在可以开始不那么乖了，好吧？28岁，该长大了啊！不想让父母操心，我理智告诉我不开心不快乐，这段感情让我很累，结婚过得比单身生活更差了，经济生活质量各方面都变差了，但是感性又让我瞻前顾后，不想让我和我父母关系变差，怎么办？蛋总救救我，救救我！离呀！真惊了！你这次不离，你一辈子都完了。你这次不离，你马上就生孩子，你一辈子就活在这种痛苦中，然后又生一个痛苦的孩子。将来你孩子长大了呢，你已经变成一个痛苦的父母了，然后你又会让你的孩子过上一个像你一样，可能比你还痛苦的人生。这就是无尽的痛苦的家庭的循环啊！你想打破这个悲惨的前景吗？你只需要现在离婚。不对，你不是没领证吗，姐们儿？你直接跑不就行了吗？没有领证啊，就是摆了个酒吗？啥玩意儿？还婚姻不能儿戏，这都不是婚姻啊！分手啊，就是赶紧分。你没结婚啊？父母说婚姻不能儿戏，你说嘿嘿，我没结婚，哈哈，没想到吧？亲爱的爸爸妈妈，我没结婚，哎，走了。这没有芒果又没了吗？看看这没有芒果，有啊，没有芒果有啊，感谢大家。没有芒果能不能安排点抽奖？我看看，看我同事能不能给安排点抽奖。还没回我，安排点呗，大家热情这么高。你说说，是不是悲剧，朋友们？是不是悲剧？是不是悲剧？我每次读信的时候，老有人说李诞你怎么劝分不劝和？我还真不是劝分不劝和，他有的时候吧，他确实就是和不了啊。受气了，确实没货了。品牌方发来聊天截图了，说确实没货了。行吧，原谅他。那你们面包干给安排点抽奖呗，在你们都没货了。这米店安排点安排点面包干抽奖吧。改预售有预售啊。它这保质期有12个月啊，大家没那么着急，买点预售也无所谓的。咱们开预售吧，干脆。确实没货了。然后预售也没了啊，对不起啊，我多嘴了，预售也没了，对不起，没有了，一切都没了，全完了，毁灭吧，啥也没有了。面包干还有啊。我是真的李诞啊。我以前也没有想过有人会冒充我，直到听说别的平台上有人盗播，我才知道原来真的有人冒充我啊！我是真的李诞，我真没有想过有人还连我都冒充。我们给面包干抽奖加赠10包面包干啊！大家可以买点这面包干，这也很好吃。米店他们家这东西做的都挺好吃。你喜欢这种酸酸的小水果，你可以买我们那个护根贝尔大礼包，里头有一包这个东西。护根贝尔大礼包呢，就是我们这个小卖部一直卖的好的牛脆脆啊、奶片、奶脆脆，还有超干条之外呢，加个蓝莓干，哎，加个这个沙果干，这玩意儿老酸了，这个比那个梅子还酸。这是我们内蒙人从小吃的。这大礼包里有，你可以买个大礼包，也赶得上17号中秋节。这玩意儿老开胃了，贼酸，特别香。这个有西北的内蒙的朋友知道这玩意儿，特别好吃。
不是山楂，就是沙果，是我们内蒙西北的一种，就这个果子就叫沙果，它不是山楂。东北也吃，对，它就是沙果。你喜欢吃酸的，你试一次，不会后悔的。你不爱吃酸，千万别买，贼酸。兰州也吃，对，你看，北方的朋友很多也吃，对，东北也吃，对。波妞，谢谢波妞啊。读信嘛，我就刚刚也就说了30秒产品，我刚刚还在读信，正在一种气愤的情绪中。你看网友给我写信的朋友说：“哎呀，父母催婚，我要不要听父母的？”你看我为啥说你们听父母的，你也未必能过上好的生活，你也未必能让父母满意，因为你最后被你父母逼着跟一个你不喜欢的人结婚，过上一个痛苦的生活，你最后一直痛苦，然后你还要一直改变，你觉得你们到最后就是互相怨恨，你也怨恨你的父母，你父母也怨恨你，你只能活得独立一点。他这个父母也是挺极端的，他这父母真的挺极端的，就他女儿已经过得这么不开心了，然后居然还要说别分开，他敢连结婚证都没领，就不让分开，还要让他要小孩。然后这个姐妹的这句这个题眼吧，这封信的题眼就是我从小到大都是乖乖女，不让父母操心的。啊，哎呦，这是什么全新的礼物？这怎么飞来一个我呀？这什么呀？这是？这怎么圆圆的头上面又飞来一个圆圆的头？这什么呀？这是？感谢啊，刚刚这什么老师我没看清啊，什么英语老师？感谢啊，这我都没见过这个礼物啊，感谢啊。没见过这个，第一回见，吓我一跳。感谢啊，美豆老师啊，感谢，不用送礼物，随便买点啥就行，谢谢。没看清，再看一下。别这样，别这样，别这样，别这样。感谢美豆老师，我真服了。这句话叫我从小到大都是乖乖女，不让父母操心。别这么想，你的人生是你自己的。什么叫不让父母操心？你觉得这很了不起吗？你还指望我夸你什么？我从小到大是乖乖女，不让父母操心。你指望我给你一个这个吗？我觉得你很可悲啊！我觉得这种从小是乖乖女，然后不让父母操心，还觉得自己挺骄傲的，非常可悲，悲剧啊！我觉得是可悲的。你给社会贡献了一对非常离谱的父母，给自己奉献了一个悲惨的人生，将来生孩子你还要再带害1到2个这种啊，不知道你生几个孩子，还要带害几个孩子啊！你对这个社会只有负面贡献，你还指望我夸你吗？啊！我说对了吗？我不是我说对了吗？我说的你听懂了吗？我不是说大家非得同意啊，我也不觉得我说的对，我就是我说明白了吧？我说明白了吧？你觉得你是一个乖乖女，不让父母操心，你还特了不起是吗？你也让一对父母觉得他们予取予求，你让这2个中老年人觉得自己可以改变操纵别人的人生，这非常可怕。我觉得他们跟别人交往的时候也很可怕啊，一对非常离谱的父母。然后你非常痛苦，啊，过上了一个非常痛苦的婚姻生活。然后呢，我刚还忘说一个，你还培养了一个一样痛苦和离谱的这个老公，你也不爱的老公，行为模式也很离谱。哎，再生几个离谱的孩子，将来让这些孩子也过上这样的生活。快走！还上次我们直播我的那个 Kimi 不跟你说了吗？我上次那 AI 助手说的话咋不听呢？我再跟你问一遍啊，法律上的。我一个朋友，一个女生朋友想离婚，需要征求父母的同意吗？
离婚是个人的决定啊。根据大多数国家的法律规定，成年人有权决定自己的婚姻状态，好吧？何况你连证都没领，赶紧走。惊了！我其实读到哪儿我就头晕了。这封信我读到哪儿我就头晕了，朋友们。这封信从最开始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，我就两眼一花了。我们网恋，网上相亲认识。2022年5月奔现，2023年6月，我为了他放弃一线城市的工作，来到南方的城市。我读到这句我就两眼一黑了。赶紧回到你那个一线城市吧，看看能不能把那个工作找回来啊！好好的过自己的日子吧。你要干什么？好好的日子不过，你要干什么？从小不知道该跟父母怎么反抗什么。我刚看下面有姐妹说，她不是说要听话，她不知道该怎么反抗。最简单的方法，消失。你直接回一线城市找个工作，租个房子，他找不着你。消失一段时间，造成既成事实。你跟这个男的分手就是既成事实，让你的父母找不到你3个月，留下一封信是吧？留下一封信，手机也不用拉黑，留下一封信，说我觉得太痛苦了，爸爸妈妈啊，我还是很爱你们。一直觉得都听你们的，但是我的人生我想自己做主一回。拿笔记啊，就这么说啊，我的人生我想自己做主一回。我听你们的安排，跟这个男人在一起以后，我非常痛苦，我的收入也下降了，我的生活质量也下降了。我觉得我这么过下去，我说不准哪天就会选择做一些可怕的选择啊。说话说的可以重一点。所以你们还一直劝我跟他过下去，我实在过不下去了。你们也不要找我，你放心，我还是要去追求。我要过更好的生活，我会换一个城市，找一个我喜欢的工作，我会好好活下去的。你们哪天能冷静的接受这件事，我愿意回家，我们好好谈一下。但是我不会告诉你们我在哪。此致敬礼，见字如面，爱你们的女儿。很难吗？我能理解，有的人觉得说这些话很难。你觉得说这些话很难，你就一辈子活不了自己的人生。那就看你怎么选吗？说这些话的难和过一辈子痛苦的人生的难都是难，两瓶毒药，看你自己选吗？我觉得说这种话，违抗父母的意志不算很难啊，跟那个一辈子痛苦比起来，真的不算很难。好，感谢各位，欢迎大家。还有2分钟发券啊！哪个葡萄酒不甜？都不咋甜，这绿酒就不甜啊，就微甜。买2瓶送个杯子，你可以买这个。不喜欢甜的葡萄酒。你说我预算充足，我想喝点不那么入门的，我想喝点进阶的啊，喝这个。这个就进阶一点，他送个帆布包，这稍微贵一点，送个帆布包。哎，帆布包到这儿。沙果在那个大礼包里，暂时还没有单独链接。你可以买那个大礼包，因为那大礼包全都是我们小卖部畅销产品。你回去呢，中秋吃一吃也挺开心的。大礼包里包括了这个牛脆脆、奶脆脆、超干条，然后有沙果干、蓝莓干，都挺好吃的。还有那个烘温贝尔的空气、烘温贝尔的草，还有一个奶贝，比较值得。哪个是酸口的酒？我刚展示那俩就是啊。喜欢喝甜的葡萄酒，我看看啊，
我这儿好像没有那个，因为雷司令没了就没有特别甜的葡萄酒，你可以试试这个起泡酒，这个是甜的啊。莫斯卡托起泡葡萄酒，7度，有气儿啊，这是甜的，这醉的挺快的，虽然它只有7度，但是它有气儿。有人想喝甜葡萄酒，这就甜的嘛，葡萄的起泡酒，就是只是有气儿而已，就是葡萄酒。绿酒冰镇巨好喝，对，一定要冰镇啊！我刚推荐这些酒，你一定要冰饮。感谢这个你的 ID 我真念不出来啊，南欧什么朋友，感谢啊，不用送给我，感恩，你就随便买点啥就行了，感恩。看你刷了好几个，我都不好意思，我这确实不会念。发券了，大礼包几号？给大家谈一下大礼包。直接买大礼包就完事儿了，这就确实都是我们小卖部一直都是卖的很好的销冠啊！你点开销冠，你看那个销冠里头，好几个一直卖的好的都在大礼包里，就是哈尼牧场。感谢大家的支持。我们虾干没有了吗？为啥说虾干没有啊？虾干有啊，虾干还是有的，虾干很多啊。这个销冠产品肯定是有的，买大号的就行。牛脆脆，你拍到现货就是48小时发货，如果是预售呢，就是5天内发货。这还好吧？路途遥远啊 ，Come from Inner Mongolia， 后温贝尔，路途比较遥远。感谢大家理解。对，那个芒果没了，那确实没了，没有芒果没有了啊。下次吧，这个又是这个客户备货不足啊。西梅干吃了真的减肥吗？没有啊，没人说这个，我可没说过。它是有点那个别的功效啊，就是那个功效我也不能说你，反正你自己看评论区吧。它的配料表就是西梅，没了。它的关键是这个。千万别吃太多啊！千万别吃太多。对，反正就挺好吃，但别吃太多啊。猪肉酥酥就是温州的猪油渣，但它不是说咱们理解的那个。吃的那个猪油渣，什么炒个莲花白那个猪油渣不是，它是这种一块，其实还是瘦肉为主，油的，这很香，很香，酥的，口感是酥的，然后油，怕油就别买了，这挺油的，它毕竟是油渣，虽然它主要还是瘦肉，但是挺油的，贼香，我拿一个放外头，不好吃。虾干是这样的，一大包，我这已经吃过很多了，我已经吃很多了。买这个大号的就行，都是摊天下酒菜系列，买摊天酒配着。猪油渣一袋多少个？我伟大的同事，人家问。猪油渣一袋多少个？我们今天上了一个新的咖啡，但这个咖啡其实已经流行了一段时间了，我看别的很多人都喝过，都见过了这玩意儿。这咖啡已经流行过一段时间了。Positive Hotel 积极旅馆啊，一盒是7袋，每袋里头呢是2个这种咖啡粉，然后他就直接你就倒在这个袋里，拿这个袋喝。我看很多人在这个机场都这么喝啊，直接倒这里，便携，1周7天嘛，它是7袋，然后你说我咋喝？这咋喝啊？咋喝？倒袋里我咋喝？咋往嘴里倒？啊，有吸管，它有7根吸管。这个我看，这已经流行了一段时间了。啤酒嘛，就是无酒精、无醇啊，无醇啊，严格一点吧，无醇啊。就是一股茶香味儿，龙井茶的茶香味儿，挺好喝的。麦片再给大家展示一下，我们就开始读信。
展示麦片为什么需要到我们的道具抽烟干条呢？因为我需要这个盖儿，麦片不然没法展示。内容还是很丰富的，大家应该能大家看一看，给你稍微念一念。那里头有燕麦片就不说了，椰子油，然后呢还有黑巧克力、扁桃仁碎、南瓜籽仁、无糖椰子片啊，火龙果干、树莓干，那树莓干酸酸的，生可可粉啊，很多东西很丰富。看这超干条多么的多功能，我们小卖部离不开它。各种用途非常丰富。白色圆球是什么？高钙羊乳球，高钙羊乳球，白色的圆球，高钙羊乳球啊。尝一口。有一种他乡遇故知的感觉，为什么呢？感觉像吃奶脆脆，吃它这个高钙羊乳球啊，就像吃奶脆片，都是小时候偷吃奶粉的那个感觉啊，很像哈，看个人需求了。薏米水暂时没有了，暂时没有。牛肉脆，牛脆脆有啊，牛脆脆是预售，5天内发货，你要不着急还是可以买的。哎呀，这刚一封信读的我也是晕头转向。哎呀，我们的这个贪天的这个猪肉酥酥啊，猪油渣抽奖啊。啊，没抽奖，就说每包是15个左右。嗨，安排个抽奖吧，我话都说到这儿了，安排个抽奖吧，每包15个左右。但我为什么栽倒在同一个已婚男和相同的事情上？我被推荐2年前到他的公司工作，他年入几百万。但是他银行个人负债几千万，啊，和他工作接触开始挺正常，后来觉得他对我有好感，也不确定。事情后来发展成我和他就走近了，他给我买贵重的礼物，交往4个月给我花了大概几万块吧。后来因为一些原因我被迫离职，在工作期间我为企业垫款不到3万，离职后我心里不太平衡，就和他说为什么不第一时间给我结清垫款还有我的工资，我觉得他出于情感方面应该在我离职后就应该给我结清，而他觉得正因为有情感才要互相理解而缓解金钱压力再还钱。当天晚上他还了我钱，然后我们就分手了，我很难过。事情过去2个月，他突然找我和好，我因为很喜欢他，我放不下就和好了。相处不到1年，他又为我花了7万多块钱。当然我除了为他付出以外，又在他经营企业困难的时候垫付了几万块。行，这个男的收入模式我大概感受到了。后因为我太内耗而和他说分手，但又是后悔，挽回过失败了，就这样再次分开。他承诺会在期限内还钱，事到如今我对这个人想起来有些恨，有些不甘心。当然因为他蛋总，我对他倾注了很多热情和爱，可就这么分开了。你觉得我曾经值得为这个人，我曾经为这个人的付出值得吗？不值得呀。哎，值得吧？创造了点 GDP 啊，这几万块倒来倒去的，这叫啥？庞氏骗局吧？这是一种比较也不是很新型的庞氏骗局啊，也不是庞氏，这还没有击鼓传花，这是啥呢？杀猪盘？哎，也不知道，哎，这是个啥？一种骗局，我心里放不下啊！哎，天，你就是他的一个，那叫啥呢？叫什么？下线客户还是叫啥？你是他的一个就是好吧，能理解吧？啊，他的这个赚钱模式就是这样的啊。
没啥放不下的啊。不甜的酒是哪个？这个啊，绿酒，买2瓶送个杯子，送这个杯子。这个男的1年几百万，银行个人负债几千万，你还搁这舍不得呢？我跟你说，他最后被判那个限制高消费，开始还债，你都是往后靠啊！你这还行吧？你就被他骗了几万块，还行，可能还能 cover。他不也为你花个7万块吗？然后你给他花个几万块，不要再花钱了啊！他在你这就算是不太得手吧。绿酒好喝，正在喝酸酸的，应该不止一个，肯定不止一个呀，肯定不止一个。不是，而且他这还不是他主要生意模式。我说我的意思是，他不是说纯靠骗女生钱，就这个人跟朋友、跟客户、跟什么合作伙伴，应该都是这种的啊，假大方，假大方。然后呢，我们小时候有一个词叫撒米，听过吗？我们小时候看人那个打牌啊，就是我们那个大人哄小孩，大人哄小孩，哄我们这些小孩跟我们打扑克也好，打那个麻将也好，我们哪会玩啊？大人无聊教你，他就会一直输，故意输个3轮，输个3轮呢，哎，我们激动了是吧？把压岁钱什么玩意儿都拿到桌上了，说然后我的亲爱的亲戚们就会给我上一课，然后最后就把我们都赢得痛哭流涕，然后把钱还给我们，然后说。这个叫撒米，以后到社会上以后呢，不要觉得天下有这么容易占的便宜啊，好吧，还给你们了，以后不要再玩这些了。好的，谢谢，再也不玩了。很小的时候都是。你小时候过年不是在家里一帮大人在那打麻将、打扑克，这很正常嘛？你小朋友嘛，觉得自己也行，上去嘚瑟，啊，人家就故意输你几把，最后就赢你，然后教会你人生重要的一课，别贪小便宜啊！别老觉得自己这钱来的多容易。思考哪个味道好？蔓越莓。我真的胃口好了，我看现在思考我也想来2口。蔓越莓好吃。身体好点没？我觉得好，我连喝了3袋姜汁儿，感觉挺舒服。哎，不知道是不是心理原因，反正舒服。干总你好，我和我男朋友在我读书的时候在一起，那时候他已经工作了，天天出差，1个月也就见1次面，我们是异地。但是那个时候我是住集体宿舍，觉得异地也没啥。现在我工作了，来到了他家乡的省会城市，我是一名大学老师，以前想的很美好，以后就我到他的城市，哎，或者是我家乡附近的工作，然后一起幸福的生活。现在呢，我也到了他家乡省会的城市工作，但是他半年了，还是找不到跟我在一起的这个城市的工作，我有点焦虑了。半年找不到，感觉以后也不会找到。我一个人在外地很孤独，也没啥朋友。我现在想回家，我家在京津附近，离这儿也很近，可以找那附近的博士后工作，课题可能从头再来。我和我对象现在面临着分手的风险，他不希望我离开。啊，他也没跟你在一起啊，他未曾在一起，何谈离开呢？他也不在你这个城市。他认为我找到了稳定的工作就应该先干着。
我最开始的核心诉求就是他能够陪伴我，当然也有因为不喜欢这里的环境想离开，就是想离开。而且他目前找不到工作，我很焦虑，身边唯一的朋友离得还很远，我就想离开这里。你赶紧离开，你快点离开，你马上离开啊！你这短短一封信说个多少离开？有时候觉得因为异地恋分手很不值得。这不是你现在在这个城市，你俩不也异地恋吗？你快点离开啊！你赶紧离开吧，干啥呢？神经病啊！啊，姐妹儿，快跑！你又不是找不着工作，你不是家附近也能找着吗？完了，你这个男朋友在这个地方找不着，啥意思？你这不是他也多一个机会吗？他在你现在这个城市找不着，你换一个城市，他不是也能再重新找找吗？这男的要干啥？疯了，这干啥呀？他不希望我离开，这有啥？这什么呀？你们也没在一块儿，什么叫不希望？他凭什么不希望？不是他，首先他不希望也不是个事实，他干啥呢？真头晕呢！这么糊涂吗？大学老师，别这么糊涂好不好？啊！独立自强，你们大学校训没有这俩词吗？干啥呢？这大学校训不一般没有独立自强也有近义词吧？独立自强懂不懂？我不知道你们大学啥校训啊，但一般校训都会提到这个概念啊，可能近义词吧，好不好？独立自强啊！你换个大学校训也有这个意思啊，赶紧啊！这听得太头晕了，神经病啊！这男的，哎，我不道德评判人家，我是觉得这个男的呢有多少有点不负责任了啊，是吧？他跟你在一个城市呢，还则罢了，他不也不在吗？他也不住这儿，他让你在这留着干啥呢？为你好，是不是为你好？他认为我找到了稳定的工作就应该先干着啊，为你好是吧？但是你不想好呀，你不想这么好呀，你可以更好，对不对？你自己也知道风险，你也知道换了一个学校的重新的风险，但是你就想离开呀，你说了多少个离开？1、2、3、2、3，这至少5个离开啊！这短短一封信至少5个离开啊！你赶紧啊！真头晕！哎呀妈呀！我们这个猪肉酥酥5个抽奖啊！刚刚我说错了，但是说错了也给抽啊！说这个五个啊，抽5个人啊！所有买了这个的朋友加赠1包。坛子酒10月份上。有时候这个正确答案，有时候正确答案是不是太明显以至于怀疑？有时候正确答案是这么的呼之欲出，那么明显，但是就怀疑了，觉得啊，答案就这么简单吗？就这么简单，赶紧离开。离开了又不意味着分手，你们逻辑怎么这么乱呢？大学老师，你离开了又不一定意味着分手。我也没有劝你俩分手啊，我只是劝你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。你换了一个城市未必会分手啊！你怎么逻辑这么乱？不是说换个城市就等于分手了。听听那个思辨课吧，咱们把那个庞颖的思辨课翻出来看看，这逻辑乱了啊！还有啊！哎呀，调一调，换点别的读一读。哎呀，这情情爱爱的，冲昏头脑，不光冲昏了他的头脑，也冲昏了我的头脑。一段恋情冲昏了1万多人的头脑，气死我了！
大哥，我是一个极度讨好型人格的女孩，今年24岁，从小我就自卑、不自信，时常考虑他人的感受，多愁善感，心思细腻。我在职场上经常受欺负，不被重视。我想改变自己，但不知道如何改变，如何变强。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和他人交朋友，我的事业也是一塌糊涂。哎，我大学学前教育，毕业后工作1年，觉得不喜欢也不适合，老板经常 PUA 我，我辞职了。辞职半年学个视频剪辑，又被老板谈话 PUA，3个月后我又辞职了。我在考虑是不是我的性格问题，不知道如何和他人交往。以我的性格来说，到底适合什么样的工作？朋友，朋友，哦，别给自己这么多定义，行不行？啊，我是一个极度讨好型人格的女孩，我就这么跟你说，你们这些喜欢用讨好型人格这个词儿的人，你们没有一个人查过讨好型人格是什么意思，你去查一查，查完你就头晕。哦，是这样吗？你就会反思一下啊，我是这样的吗？我觉得你对自己的总结是不对的。为什么呢？你至少这一封信里头有一个 bug， 你时常考虑他人感受，多愁善感，心思细腻。然后你是学前教育的，工作了1年做学前教育，你觉得不适合你。你如果性格真像你描述的那样，你不就正适合带小朋友吗？小朋友才是这个世界上最需要讨好的，小朋友是需要得到无尽的爱的。哎，你说你给不了，那就说明你对自己的描述和现实生活发生的事情是不一致的，是矛盾的。你对自己的认知啊是乱的啊。你对自己的总结啊，你就是上网上多了，刷了一堆什么讨好型人格，咔咔这标签拿过来就往自己身上贴，你就不知道你自己是啥样的人。你如果真像你这样说的，你这样真像你描述的话，你就很适合跟小朋友在一起。哎，你说不适合你。啊，你好好再认识一下自己，不认识你自己。咖啡液有啊，连咖啡还有，连咖啡送的是帆布包，那帆布包贼大。咖啡也有啊，我们都有各种咖啡。好吧。然后你反复提到老板，你可能，我猜啊，我不是专业的，我也不想心理分析你，我只是猜，你随便一听啊。你第一个就提到一个老板 PUA 你，辞职待业半年学视频剪辑又被老板 PUA， 然后你说你极度讨好型，你其实是可能不太善于跟，比你有权利给你发钱的人沟通啊，天然就被觉得自卑啊，觉得自尊心受挫。挣钱不丢人啊，你不要想着是他给你钱，你是用自己的本事换钱，然后你动不动就觉得他 PUA 你是吧？1年 PUA 你，又 PUA 你，2次提到老板，2次都是 PUA 你，然后跟小朋友怎么相处的，你是一点不提，视频剪辑剪的好不好，你也一点不提，啊，我不觉得你是不知道该如何跟他人相处，你是不会跟这些人相处，你不知道这个社会规则。赚钱丢人吗？你是极度讨好型人格，他能 PUA 得了你？你说你自己说话惯不惯？你如果是极度讨好型人格，那老板 PUA 你，你不觉得都是活该吗？你不都觉得啊，自尊受挫啊，不坚定，没事，挣钱不丢人。
实在难受打打零工吧。你不已经学会视频剪辑了吗？视频剪辑，你问我适合什么样的工作？视频剪辑你可以干零工啊，就那个给这个 freelancer 啊，给这个自媒体啊什么的，你就线上接点活，你是不是觉得这样平等一点？没有所谓的老板了，就只有甲方，你是不是这样你会好受一点？你先干一段时间试试吧，接点散活，把价格降低啊。别人收100，你收50，你肯定能接着活。然后你这样线上跟别人交流一段时间，你发现原来大家是接受我的手艺的哦，我有自尊了，有这个自信心了，然后再出去看看啊。你先把自己自信心培养起来，你这个没有自信心太奇怪了。猪肉酥酥好吃啊，就猪油渣，就是猪油渣。他要发帖说你 PUA 他，很有可能啊，很有可能。这个人很脆弱嘛，学点词就乱用。有的时候什么叫批评啊，什么叫建议，什么叫 PUA， 这可是差很多的呢。这是不同的概念，这很多人都混在一起。说我就是 PUA 我。鸭架也好吃，谢谢啊，谢谢，好吃啊，鸭架也好吃。哎，救救我！我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。乙方请我们吃饭，场子上有若干人，我的老板是一个50多岁风韵女子，我的直属领导，还有人事等等。在这其中，我是最小的小虾米。在一通推杯换盏后，大家逐渐颠化，整个酒桌上就我清醒。我要负责开车把领导们送回家。饭局到一半的时候，来了俩男的，也不知道啥路数，觉得感觉跟双方都很熟。乙方还准备了一些礼物，我把礼物都搬上了车，带着领导们回家。我在后视镜看到后面来的那俩男的一直开车跟着我们。我送走了人事，送走了直属领导后，带着我的大老板往他家开，停在小区门口。我打开后备箱，打算把那礼物拿给他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后面跟着的那辆车飞速窜出了一个男人，一把把我的老板壁咚到路边的一棵香樟树上，环上了他的腰，在我的眼前耳鬓厮磨，说一些什么你想不想我之类的疯话。我手里提着2盒礼品，进退不得。那一刻我定住了。我在他俩马上就要亲上的时候，放下了2盒礼品，飞速的上车，唰的逃回了家，惊魂未定。第二天上班，很不巧，我又和我老板狭路相逢了。我有些不好意思跟他说你好，他也不像往常一样对我点头致意，我很尴尬，他也很尴尬，他也知道我看到他很尴尬。总之现在我们碰面就是一整个尬住了。谭总，我还挺想继续做下去的，现在还不适合离职，我该怎么缓解这种气氛呢？这太难缓解了呀！别缓解啊！我感觉我现在出任何主意让你缓解，只会让他更尴尬。你就当无事发生吧，你少出现在你老板的视野里啊！你少出现在他的视野里，离他的那个视野远一点。过段时间啊，过段时间，你就假装无事发生，啊，什么都不知道。太猛！在小区的香樟树
这么猛吗？路边的一棵香樟树。啊，这车来车往的，你老板不住这个小区吗？那别人看着不知道，也不知道你老板结没结婚啊，不知道，好投怨啊。尴尬是真的很尴尬，你只能装失忆了。你就别想着缓解尴尬了，啊！哎呀，他老板是女生，50多岁的风韵女子啊。他的评价，他自己括弧50多岁风韵女子。白化症还有吗？可以谈一下，也有吧，白化症应该也有。感谢大家关注啊！坛子酒10月份上啊。这家真是想起来不该想起的那个猪撞树上了，你撞猪上了。这应该是啥呢？老板撞树上了，完了呢，不对，老板和另一个男的撞树上了，然后你撞，你给撞见了是吧？哎呀，别缓解了，你就当无事发生。我估计你操作不了，其实能缓解，但是你操作不了。你就下次在喝酒的时候，点到为止啊，你就别缓解了。他如果下次还叫你喝酒，是这样啊。如果这个女老板呢，你俩已经这样了，你就装无事发生。他下次喝酒还叫你，你千万别拒绝，你肯定还得去，因为你不去肯定是就有问题了。你去了以后呢，就突然喝的又感觉整个全部都癫狂的时候，你突然来一句：“哎，酒嘛，哎，喝完了都一样。”说一点这种屁话就行了，千万不要说的特别具体啊，说了可千万别太具体啊，就是别说的人家好像不知道，你就形容自己，感觉是，感觉在形容你自己啊，说一句这种就行了，然后就不要再说了，就应该就过去了，装无事发生吧。鸭架椒盐原味的好吃，椒盐原味的好吃。他不能喝酒，他得开车。你下次喝就去，再叫你就喝，再叫你就喝。你说啊，各位领导、各位同事，今天我已经叫代驾了啊。我确实是那个看你们这么开心，我就控制不住啊，开心啊，喝酒，喝完酒就是开心。就随便说点这种模棱两可的话，但你别真喝多，你可真别真喝多。我意思你假装喝多说一点，你还得千万控制好，你可别真喝多，真喝多这种更容易说错话，稍微喝点就完事儿，意思意思。奶片好吃吗？好吃，就你小时候偷吃奶粉那个感觉，干吃奶粉那个感觉。特产大礼包，谈一下特产大礼包啊。后面黄色的布代表啥？不代表啥，代表他自己，它是一个床单啊，被套、床上用品啊，3件套还是4件套啊？大礼包里就有奶片，大礼包里就有奶脆脆、牛脆脆、牛肉干条。酸酸的沙果干和酸甜的蓝莓干，还有后跟边的空气、后跟边的草，还有个奶味，买大礼包比较合算。布盖住的是什么啊？是它一套的啊，跟它一套的
就什么嘛，床单、被套、枕套是吧？3件套啊，是吧？那就是盖住的就是他的同事。那单买也能买，不一定非得那个大礼包，单独买也能买。有链接吗？有，现在弹起来的就是啊4件套啊4件套。大家可以看看有别的款式，我是一直挂的这个款式，我懒得弄了。你可以看看别的款式，它的材质肯定没问题啊，母婴级别啥的都没问题，就是看你喜不喜欢这个样式，好多样式你可以翻一翻。刚刚师傅在我发癫的过程中发券了，我都没注意啊。今天这个头也晕，嗓子也哑，鼻子也不是很通气儿，有点稀里糊涂的。这大闸蟹是蟹卡啊，大家可以随意购买。牛脆脆，如果买光了就是预售，预售是5天内发货。了解一下，很好吃啊。风干薄切的牛肉片啊，风干烤干大片的牛肉片原切啊，浓浓的牛肉香味儿，但是我现在闻不到，为什么闻不到啊？我鼻子不通气儿，不是它没有味儿。孜然味好吃。鸭架咸不咸啊？没有这个咸，这个很多人说咸，鸭架没有那么咸。绿酒超级好喝，买2瓶送个杯子绿酒。有猪肉脯吗？有啊，我们有大片原接的这个猪里脊，也有小块的。你说大块一次吃不完，保存不方便，我们有小块的，一盒是16到18个这样的，甜口的猪肉脯。你要吃猪肉脯，吃不了甜口就算了，甜口的。猪肉渣好吃，对，就是温州猪肉渣。有温州的朋友知道这玩意儿。我们就叫猪酥酥。咖啡你要便携嘛，这个，它这里头是7个袋儿，给你吸管，然后直接回去呢，就直接把那个粉倒在袋儿里就喝了，这是便携。你要说不用啊，我有咖啡杯，我可以冲，你可以买干咖啡，这个咖啡液，你自己倒杯里喝。你说不行，这还是啊，瞧不起谁呢？咖啡液，我要磨，我要专业啊！我没有咖啡豆，哎，我咖啡豆呢？算了，找不着，谈一下吧。我们有那个挂耳咖啡，也有咖啡豆 ，Slab Town 的，你可以自己磨。你实在不想自己磨，它也可以磨成粉给你发货。喜欢甜的买那个粉色的酒。不喜欢想喝点酸的干型的买绿酒啊，这咖啡豆拼配的，这很香啊，这Slab Town的咖啡很香。这个就是很多这个喝咖啡喝的比较多的朋友喜欢这个，就不是那么入门的。很多朋友都跟我说喜欢这个Slab Town的这个咖啡豆，就喝咖啡喝的比较多的人。好喝，这样。咖啡怎么会甜呢？咖啡不甜啊。等我吃完这个，有点饿，我晚上没吃饭。他家浅烘好喝，看你喜欢苦喜欢酸嘛。
我吃的是牛脆嘴。牛脆嘴弹一下。真是吃货，猪油渣都能找到，感谢你对我的认可。这玩意儿真的好吃，这我是也是在南方呢，非常开心的发现，真的好吃。124号是啥？不知道，我肯定记不住都是啥呀。哦，这个袋儿吧，就这个保鲜袋儿，分装袋儿。给我这虾没吃完，我想有的冷冻，有的冷藏，我就分装一下，密封一下。我都是用来最常用的是葱啊，因为一颗葱吃不完，剩下的我就冻起来，下次再吃，放做煮肉啊什么的。感谢大家。猪油渣一包是15个左右啊，他还是看克重。我震惊了，我有个朋友托我的朋友给我发来了一封信，说你能不能帮他读一下？我先发到群里，同事们，我发群里了，你们先看看，没啥不能播的，我就可以给他读一下啊，贼长。我们这瓶酒还有5瓶卖光了啊，不好意思啊，中秋仓库休息，这个酒就剩5瓶，5瓶就卖光了啊，还有5瓶，怎么又断货了？这也是李泽推荐，还有5瓶，中秋他仓库要休息，咱们就等以后中秋过了再播的时候啊。这比较丰富的干白，味道丰富一点。买1瓶送个帆布袋，这个没多少了，就剩5瓶了。估计你现在我讲不完，应该我没讲完他就售罄了，应该。柚子酒好喝吗？因为柚子酒应该卖光了，应该没有柚子酒啊。柚子酒好喝，但应该卖光了。我这是这好多东西都常年断货，我也很无语。感谢各位啊，感谢各位的支持。哦，刚刚漏了一个咖啡液，就是你又怕酸又怕苦，又想喝点咖啡，这个咖啡液啊，这个咖啡液是不酸不苦，有股茶香味，茉莉花茶，它还有别的花茶茶香味，你可以看看。茶咖，哎，就各种吧，大家按需购买。当然，就是喝的比较深的咖啡比较，呀，这好久没有挂了。对，我为什么好久没有？我真的好久没有介绍过我的挂耳咖啡了。这盒子上都有灰尘了，这盒子。我们这挂耳咖啡，你就是喝的比较那个什么，说喝咖啡喝的比较多，你可以喝个挂耳咖啡，或者喝个那个他们家的 Slapton 的咖啡豆。这盒子上都有灰了，好久没讲过它。这个喝完了吧？喝完的朋友可以来补货了，挂耳咖啡。我都忘了它，好久没有讲过它了。我们这挂耳是10包，一盒是10包，深烘啊，深烘的啊，深度烘焙。咖啡豆好像是有2种，有深烘的，也有那个浅烘还是中浅烘，忘了。哎，挂耳咖啡，大家可以尝尝。
可以试试啊。感谢啊，我们这个包，感谢这个客户啊，我们这个恶魔包还在加赠，买了这个的还有机会加赠。我看他刚抽奖，我才知道，它就是袋儿啊，比如装个下杆动起来。大家可以点个关注，点开头像可以加个群聊啊。猪油渣是脆的吗？是酥的，它没有那么脆，是酥的感觉啊。这个挂耳咖啡是我们小卖部1代产品，我都好久没有讲过了。有这个老顾客吗？有当年这个挂耳咖啡开始上的时候的老顾客吗？可以帮我推荐推荐这挂耳咖啡。我好久没有卖过这个挂耳咖啡，好喝了啊！好久没有卖过这个挂耳咖啡。好久没卖，真的是好久没有卖过它，好喝了。主要是我们这天天的，我也是我这个人设也不太好，我这天天卖的咖啡有点多，我冷落了他，我怎么这样？原来我也是一个这样的人，我不自觉的就冷落了他。当年他陪我在小卖部刚刚开始的时候，只有他一个咖啡的时候，我天天讲。现在咖啡多了，我就竟然感觉已经有2个月、3个月没有讲过他，我怎么是一个这样的人？我怎么是一个这样的人？我怎么是一个这样的人？原来不是，我不能说这样，我不应该说我怎么是一个这样的人，应该说原来我也是一个这样的人啊！原来我也是一个这样的人。挂耳咖啡就是大家回去这样嘛，它不是挂在耳朵上，挂在杯子上啊，撕开，这样喝，倒点水这样喝。都怪牛翠翠，没有，他跟牛翠翠是一起来的。读一下啊，读一下。好的，马上插播一条，这个人居然托我的朋友给我投了个，好长，但故事是这样的：7月底，我在一个饭局上认识了隔壁学校的一位博导。我们相遇很奇妙，一开始我完全没有注意到他，以为只是行政老师，想着我都读博了还单身，隔壁男生更多，或许可以拜托对方给我介绍对象，于是主动加个微信。我们学校老师当场和我说这位老师就是单身，我就玩笑说了一句那就你吧。大家搜搜的时候，我就好奇问他为何看着不小了还是单身呢？他诚恳地告诉我，数年前离开美国的时候离异，当时交谈几句，有1秒我突然感觉到他在愣神儿。我问他怎么了，他说我感觉你挺可爱的。这是一个隔壁学校的博导和在读博士的相遇的故事啊，是这么个故事。我感觉你挺可爱的，这后面还有这么长吗？故事进展很快，当天很晚，他结束了第2场，就约我去清吧喝一杯。我们在湖边散步，被北京的大雨，我怎么感觉我就知道你哪个学校的？隔壁学校，行，有一个北京的学校的朋友特别喜欢在湖边散步，我感觉我已经知道你是哪个学校了。然后隔壁学校自然就是那个学校的。我们一聊到了凌晨4点，我们谈论了他的科研，他的过往，我感受到了对方的真诚，即便年龄相差20多岁，我也动心了。他有很多学术会议，去外地开学术会议也会抽空给我打语音，找机会抽时间见我吃饭，和我讲述了他的过去，他的现在，他的前妻，他的求学，他的科研。我们很坦诚的聊了，他告诉我他没有孩子，这些年一直都在谈恋爱，也有在考虑是否还要继续进入婚姻，他也很纠结，也错过了很多女孩子，问我是否愿意结婚生子。
他像是一个完全不会撒谎的人。假如他真的愿意结婚生子，我也不在乎，我也不在乎对方以后会不会出轨，这辈子就这样挺好。我们主动就在一起了。他当时觉得进度也太快了，想把节奏放慢，但我感觉一切像做梦一样不真实，就想用这件事试探一下对方的真心。我们生活在了一起，住个几天，彼此感觉到对方都很包容，性格也很合适。当我以为一切就顺理成章，我问他我们是什么关系，他说很难下决心。后续不再主动给我发微信，愈发冷淡。我们最后一个电话，他说我们不合适，我不够成熟，我们已经断联。但这是一个很俗气的故事吧？还好，搁外边吧不是很俗气，在我们小卖部确实听多了。后续我了解到他的很多事情，求学过程很艰难，从一个农村的孩子变成了如今领域内的科研大佬。这干啥？这后面还要继续给他夸什么？夸什么？后面是夸环节啊。他是一个坚强勇敢、永远不会打倒的人，1个月几乎全在出差。他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人，但是在感情中呢，他一开始就没有真诚对待过我吗？他真的有爱过我吗？只是因为我的年轻貌美想得到我吗？对，你把这些问号都去了，改成陈述句就可以了。学历跟人品无关啊，知识水平跟恋爱的那个状态无关啊。咱也不是说他人品不好，我换个词儿学历跟对感情的态度无关啊，好吧？知识水平跟对待感情的态度无关，咱不讨论人家人品，就是对待感情的态度跟他的学历水平无关，好吧？我还是很难过。那天在他家，我和他说，我一个人在北京这么多年，我在你身边第一次有了家的感觉。或许你能给我个家呢？我一直以来很努力，我们本质上都是一样的，靠自己努力走到今天。爱情就是不能靠努力能得到的东西，好吧？好学生一看就是学习很厉害，正好社会教会你一课，不是靠努力，还是隔壁学校的老师教会了你一课，是吧？爱情不是靠努力就能得到的啊！我对他的爱，后面还是对他的爱，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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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会悄悄去听他的讲座。学校那么大，我们还偶遇过很多次，那不叫偶遇啊，姐妹儿，你去偷听人家讲座，那不叫偶遇啊，这还给自己加戏呢。还我悄悄去听他的讲座，学校那么大，我们还偶遇过几次，你就差堵人家了，你还偶遇呢。他因为脾气不好被人误解，我还在网上帮他和学生解释。今年我还帮他招了一个博士生。我偶尔看到他的一些只言片语，最新的科研成果，我就很满足。但这是爱吗？是吧？是吧？是爱啊，是爱。如果这不是爱，这样的感情又是什么呢？错爱啊，这是爱，但是是错爱，好吧？是爱啊，错爱啊。我应该究竟应该怎么做呢？结束错爱啊，结束错爱。幸福怎么这么难啊？幸福就是这么难啊！靠努力不会得到幸福。这姐们儿一听，是应该是一路顺风顺水吧？这姐们儿一路顺风顺水，感受点挫折，然后呢碰到了一个高手，是吧？还有高手，上来碰到个高手吧，有点整不会了，说这努力还得不到了吗？就是得不到，当成经历吧啊！这老师隔壁学校的老师给你上了重要的一课，不一定努力就会有结果。
啥蛋别读信了，卖牛脆脆，这是什么要求？大家自己买呗，啊，自助，感谢各位啊。姐妹儿，好好学习啊！你也好好搞科研呀！你怎么那么爱看别人搞科研？你也搞科研，好不好？看看自己的科研成果，不是更开心？啊？哎，咋呢？爱的不行，好好搞点自己的科研，明年就忘了。想起来就是一段经历，一个回忆。散格瑞拉可以送酒杯？没有吧？散格瑞拉是送冰盒啊，2瓶送个冰盒。送酒杯的是这个绿酒送酒杯，2瓶绿酒送个酒杯。投稿，这儿蛋的小卖部普通店员给这儿投稿。他的魅力来自你的想象力，不一定。这个男的肯定很有魅力，这男的肯定很有魅力。这男的要素过多，叠齐了，这兄弟肯定是相当有魅力的。还真不是想象，肯定是很有魅力。但是跟你有什么关系呢？人家就是媚你一下，又不要跟你怎么样，媚一下呗，媚完个得了呗，媚完该干啥干啥呗，还一直媚呀。这男的肯定很有魅力啊！别不服气啊！谁见谁都头晕。这男的还不是他这种魅力，还不是说只对女生起效。这个兄弟，这大哥出现在我面前，我估计都是目眩神迷。这种人就是很有魅力的人，一听就是很有魅力，就工作狂，事业有成，然后人嘛对人就不咸不淡，好像都云淡风轻。哎，人呢长得肯定也不赖，完了又经历丰富，是吧？肯定很有魅力。我看着都是那种，哎呦，大哥，有什么可以帮你吗？但是媚一下得了，后面该干啥干啥了。不信呐，真的，谁见谁头晕啊？谁见谁头晕。完了聊天还特别，也是个老手啊，一看就是高手。第一次跟人家聊天，突然愣神了，然后这姑娘问他怎么了，这个男的当时就是，没什么，我觉得你挺可爱的。这还不是高手，超级自然，手拿把掐。这一句话一出口，这姑娘当时就晕了，晕完了呀，晕完了。然后当天在湖边聊天聊到凌晨4点，这不头晕？完了讲自己的前期留学经历、求学经历、科研经历。哇，讲自己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，完了又成了这个他的领域里的大佬，然后学生都很敬仰，是吧？学生心目中的他是一个坚强勇敢、永远不会被打倒的人，一个月几乎全在出差，是一个这样的人，肯定很有魅力。头晕啊，谁看谁头晕。远离啊，头不要那么晕，头晕不是一个好状态。你看我头晕多难受，头晕还得吃感冒药啊，别头晕了啊。找点那个让人感觉头清爽的男的啊，媚一下得了。
咖啡啊，对对对，清醒一点，喝点罐儿咖啡吧。啊，好久没有卖过这罐儿咖啡了，都不熟练了，清醒一点啊，不要吃爱情的苦了啊，尝点咖啡的苦，喝点罐儿咖啡吧啊。太久没有卖过我们这罐儿咖啡，10包装啊。好吧，确实好久没卖过，都不熟练了。这可是有个新咖啡忘个旧咖啡呀！我们这个新咖啡咔咔天天卖，忘了我还有这个旧咖啡。这咖啡这以前就卖的很好，但是我是很久没讲了，刚发券了，11点半发券了。我顾客们买过这个咖啡的，帮我推销推销，让这个新来的朋友，肯定有新来的朋友都没见过讲过罐咖啡。其实我最早在小卖部就卖这个，可以买点回去喝一喝，感谢啊！我这几个品吧也没几个品，但是我有时候讲着讲着就忘了。你嫌这个罐咖啡麻烦，确实可以喝我们这个，比如说连咖啡的冰滴咖啡液，这很方便，直接倒杯给兑点水就行了，兑点奶也行。喜欢苦的买火山，不喜欢那么苦买冰川。或者你还嫌麻烦，你连杯都没有，你说我没有杯，谁有咖啡杯呀？谁喝咖啡有杯呀？干啥呀？你喝这个啊 ，Positive Hotel 积极旅馆，它不需要杯，它给你7个袋儿，7个袋儿7根吸管，然后它里头是两包咖啡粉。然后你就倒这里，然后弄点水，把袋儿给扣上，摇一摇，然后再打开，把那个吸管插进去一喝，7包。你说我没有杯啊，你就喝这个就行。称杯的再买那个咖啡液。你要是喝罐咖啡，你就不光得称杯了，你还得称个壶啊，还得往里倒，慢慢倒。咖啡和咖啡也不一样啊。没有水，没有水啊，没有水，没有水，买点椰子水吧啊，椰子水也可以啊，椰香拿铁啥的，不就这玩意儿吗？拿这个兑，买点椰子水回去兑咖啡喝。真服了呀，朋友们，没有水，谁带头说的没有水？没有水，朋友们，没有水，没有水，买点椰子水啊，回去把那个咖啡丢在这里头摇一摇也可以喝。那个咖啡液，比如说这个，没有嘴。没有嘴就别说话了，没有嘴，没有嘴就少说点啊！求求你们了，好吧？应付不了吧？对不起啊，我智力也是，我今天这 CPU 正处于这个半瘫痪状态，别搞我了，好吗？求求你们了，没有嘴，我这鼻子也不通气儿，中耳炎也犯了，嗓子也不太舒服，给我整这种难题，没有嘴。打字不用嘴，打字不用嘴吗？我打字都这样了，咱们打字不一样，我打字都这样啊，人和人不一样，我以为打字都用嘴。手机壳啊，手机壳在售，手机壳在售，给他们谈谈手机壳。又有朋友注意到我的手机壳了，手机支架是不是很可爱？小刺猬。但上半年在国外开会的时候，认识了一个男生，第一眼就心动了，声音很好听，
专业能力也挺强，声音好听可能是感冒了啊。会后大家一起闲聊，得知他不久后会来到我的城市入职，我很激动。会议最后一天，我们一起走回住处，准备各奔东西。他在街边的小店买了个冰淇淋，然后等红绿灯的时候，我扭头看他舔冰淇淋抿嘴唇的时候，露出了2个深深的酒窝。当时阳光也很好，我就彻底沦陷了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等个红绿灯吃个冰激凌啊，就这个呗，这有什么好沦陷的？当时阳光也很好啊，我们这阳光也很好，这就沦陷了，真头晕呐！来，这就沦陷了。冰淇淋我倒是没有，喝口水。哎天，还是人家长得帅啊！我给你看看这个。给你一个丑陋的画面，你还沦陷吗？啊，阳光也很好，看红绿灯啊，冰淇淋，抿嘴，他说，抿嘴，阳光，沦陷，还是长得帅，别形容那么多。场景描写还是长得帅，场景描写都是借景抒情啊，这个是传统的小学就教过的文学手法，借景抒情啊，跟这个场景没关系。你还是觉得人家长得帅，你看我给你还原一个场景，你肯定也不沦陷。哎，说实话，学术界这些会议呢也很形式主义，尤其专业方向不太一样的人也不会再联系，都是点赞之交。回国之后大概1个月。找他说1、2次话，也就是找个存在感，他也会回复，但是聊几句聊不深入，聊点学术问题吧，我也不会。几面之缘，没有很熟，时间超级快。8月他来了，他来到了我的城市，他发了个履职新城市的朋友圈，我点赞了，但我没敢约他吃饭。之后没几天，他突然找我，他问我要一个外卖 APP 的邀请码。还沦陷吗？跟你要外卖 app 的邀请码的时候还沦陷吗？还帅吗？还 damn 是不是？又 damn 了这回，我超级开心，我顺手就约了1次饭，他也答应了。当中他回老家了一趟，又隔2周见了面，还是喜欢。说实话，我有点自卑。身边同学认为我俩差不多，但我觉得他已经有工作了，我还没毕业，压力也大。海外博士求职行情很差，没有办法。不能确定1年后我还留在这个城市吗？如果要留，很大几率我还得去国外再做段博再回来。嘿嘿，就是明明什么都没发生，但是我已经想到了很多结局的可能性。哎，对，就是因为什么都没发生，才会想很多结局的可能性啊。想想啊。见面的那天吃饭吃了2小时吧，感觉也没聊啥，互相关注了。哎。ins 啊，常常分享生活，他会看。有天他评论我，我就又顺手问他忙不忙，要不要出去玩？他说哈哈哈，可以啊。现在的问题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，2次都是我主动在邀约，他可能是出于礼貌都答应了。我有设想，这一次约他出去，我可以玩一个离岛之类的，但是只停留于想象，我都不敢再主动找他。马上30了，单身也6、7年了，在这时候只敢想不敢行动，有时候觉得我已经勇敢的约他了，那我就再勇敢一点吧。对呀，再勇敢一点吧。想知道机智的你有什么办法打破当下的困境？你不需要机智的我，你需要一个勇敢的我啊！不对，你也不需要勇敢的我，你需要一个勇敢的你。你不需要机智，你挺机智的，你不又给他约出来了吗？你勇敢一点不就行了吗？啊 ，damn 啊，勇敢一点。约出来吃饭呗，离岛就离岛呗。拿阳光晃了，你买个那个啥，你不用买手电了，咱这手机里不都有这个那啥吗？闪光灯嘛，你晃它，你就这样晃。他说你干什么？你说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觉得你在阳光中有一个角度特别帅，我想再把那个角度找回来啊。他说你干嘛？你干什么？我说没有，我就喜欢那天阳光下的你。
你晃他，你照他，你给他一个下马威。哎，开玩笑啊，你直接晃他有点离谱了，但是你可以问他一些问题，你先得让他知道你对他的好感啊。比如呢，你可以问他，你说，你这样，你约会的时候路线设计一下，一起吃饭的时候呢，很容易嘛。你经过一个冰淇淋店的时候，你突然跟他说，你好像不经意经过这个冰淇淋店上，经过的时候，你突然跟他说，哎，上次我们刚认识的时候，你最后会议结束那天你在吃冰淇淋，你吃的是什么口味啊？很自然，他肯定就会说，哦，哎，你怎么是吧？他心里肯定会触动的说，哦，我怎么吃个冰淇淋他还注意到？你得让他知道你对他的好感，是吧？然后买一个那个冰淇淋，然后你再说，继续表达，你说啊，哎，真挺好吃，我以前都没有吃过这个口味的冰淇淋，不管啥口味啊，你就说，哎，我以前都没有吃过，真挺好吃，喜欢上了，恐怕以后也会一直喜欢吧。不用说的这么文啊，你用口语一点，说，哎呦，这冰淇淋以前没吃过，哎，可以后我就吃这个味儿的，说点这种话，他又不傻，他肯定听得懂，听懂了以后呢，发现他迟迟没有反应，就算了，就说明人家不喜欢你，有反应就继续，是吧？很容易的，没有那么难啊，不用真的拿灯晃他，刚刚是节目效果，不要真的拿灯晃人家。这个灯还挺好，有卖吗？有啊，有，可以谈一下这个灯。我们这儿没有一个道具是多余的啊。有卖，有卖。好吧，灯开关在哪？注意看啊！就这么拍它，这是调节，然后抬起来，抬头它就关了，低头然后拍它，哎，就亮了。调节3种强度啊，这么个小灯，挺有意思啊，挺有意思这么个灯。但我播完了，我还是把电源拔了。我觉得这个，反正这是我个人习惯，我都倾向于我不太喜欢那个这种灯一直插着电源，我个人习惯了。我是一个特别害怕的人，我从小可能是《法制进行时》看多了，我特别害怕。不烫，完全不烫啊！这个我倒是可以跟你说。你看我手，我要烫，我也不至于为了挣点钱要把手烫的那什么。我手放在这儿，它是完全不烫的啊，不烫，我不至于啊，没那么烫。你看，肯定是不烫，不是没那么烫，它是完全不烫啊。手糊不烫，哎呀，我摸摸灯泡烫不烫？啊，灯泡也是凉的啊，灯泡都是凉的。这没法表演啊！如果灯泡是烫的，大家知道烫的灯泡，我这会儿手早废了。不烫啊，你看，可以这样抓着，不烫，不发热的。LED 肯定不烫，我不给他展示，他们不信呢，我得。后面是这个那个什么
床单被套啥的，4件套。这个布舔一下。别太荒谬啊！太埋汰了，这画面太恶心了，不可能啊！虾干好吃吗？好吃。买这个大号的，买这个大号的，外面这个袋儿也有卖，没有一个道具是多余的。你皮厚，哎呀！啊，梨可以吧？注意看啊，这梨的表皮是这样的。你们一会儿别跟我说梨皮厚啊，梨的表皮是这样的啊，你贴一下，啊，贴啊，跟这个灯泡贴，亲密接触贴，循环贴，啊，还是这样的啊，没换过面啊，都是这样的，不烫啊，天。他们非说那个灯泡烫，说我手皮厚，是。梨也卖啊，假梨。人真的不能陷入这种自证陷阱，朋友们，给你们上重要的一课。别人质疑你的时候，千万不要证明自己，没完没了。他要想质疑你，他怎么都能质疑你。尤其感情中也是这样的。别你觉得他冤枉你，他知道你冤枉他才冤枉你。所以这个感情中有人冤枉你就听一听就算了，千万不要证明自己，远离啊。不能自证，越自证，人家想质疑你，怎么都能质疑，是吧？蛋蛋你好，上周我和2个同事一起去泰国旅行，我不太确定是否遇到了 crush， 我有点睡不着了。这次旅行搭子性别差别很大，3人行，而我仿佛一块夹心饼干。一个小几岁的姑娘十分活泼好动矫情啊，一个同岁的同事分外冷静保守。第一天抵达机场的时候，我只想着出去玩，开心一点喽。过关的时候，原本排在他俩后面，扭头看见有个小哥，窗口空着，他向我示意，我便拖着行李过去了。看得出小哥人挺 nice。结束后，他们聚在我身边说：“你是不是因为看见帅哥了才这么慢？”我笑了笑说：“是挺帅的。”没想到那个小姑娘一听这句话兴奋了，蹦蹦哒哒的说：“我帮你去要电话。”我心想：哈哈，也好，就把手机给他。结果扭头发现那已婚同事已经在乘电梯出去了，去了出口，等了一会儿没动静，感觉要黑脸了，我就赶忙招呼那个小姑娘。原来她的怪异行为已经把当地警方吸引过来了。我笑着说：“开玩笑，快走。”本来以为这就是小孩闹剧，但没想到他真的把电话号码要到了。我又蠢蠢欲动了，觉得反正在国外嘛，没几天，大胆撩吧。过几天电话卡一拔，谁也找不到谁，哈哈。接着我就小红书一顿搜索，啊，费尽周折加到了小哥。第一次发消息，鸟无音讯。第2天直接拱火给他打电话，结果人家给我挂了。我嘀咕说没戏了，结果被这2个姑娘一顿说教。说你这个 LINE 就一个账号 ，LINE 的账号没有任何包装就去关注人家，不行，谁会理你？我听话照做，上传了我的照片。看到小哥也换了头像，还是没回复，心想没戏了。结果第2天他回关了，看到我时发了一句 morning。我发了一句 morning 啊，结果就对方还是没回。第3天睡梦中想到这事儿，实在不甘心。你这出去泰国一共几天？你这3天就操心这点事儿。哎，第3天睡梦中还是不甘心。然后我就确认了说按这个软件没有互相关注之前是无法收消息的。哎，我就把我第一开始给他发的那段话又发了一遍，结果5分钟后他真的回复了。我就把我这几天为了联系到他做的所有努力都告诉他。这个小哥一直道谢说：“哎呀，谢谢你。”甚至主动说要下载微信和我们联系。
哦，外国人是吧？外国人主动说下载微信和我们联系，还在我们回国时特地跑到候车厅过来送我们登机。现在回国2天了，每天还是和他从早聊到晚。是用微信吗？我能明显的感觉到他比我更冷静，虽然是个内向感性的人，但这种跨国的联系，他应该更理性。朋友拍了我和他的照片，并附赠一首打油诗调侃他，他也只是笑笑说，认为不应该催促一段关系。而我好像真的有点聊天聊多了，依赖了，残存一点理性告诉我走不下去了，清醒点，还是失眠了，我该怎么办呢？我今年31岁，小康家庭。不是，咱们刚刚没有读到这么一句吗？反正国外也没几天，大胆撩吧，过几天电话卡一拔，谁也找不到谁。你拔呀，你没拔呀？你这回国嘎嘎又聊又依赖了。你的潇洒呢？啊，开案赋予你的那些潇洒，假潇洒，假潇洒，哎，晚上好啊！感谢各位，还有一些新来的朋友，新来的朋友点开购物袋看看买点啥啊？看看销冠吧。这个新来的朋友不知道买啥，买点销冠产品，欢迎啊！虾干老朋友看看新品啊，这个有便携的 Positive Hotel 便携咖啡，直接拿它这个袋喝的咖啡，还有这啤酒，无醇啤酒，无醇啤酒，一股茶香味儿，龙井茶的茶香味儿，随意购买，随意购买。山姆同款，还有我们的这个麦片。燕麦片嘛，里头东西很丰富，什么树莓干啊，羊，它这个叫什么？羊乳球啊，椰子片啊，火龙果干啊，生可可粉啊，南瓜籽仁啊，一大堆。圣农炸鸡也上新了，有一个圣农的芝芝烤翅。益生菌嘛，是我个人家中常备啊，时不时吃一点。还有这个刚刚展示虾的时候展示过的这个恶魔包啊，很方便，很好用。菊酒老板推荐那个酒还没卖完吗？还剩最后5瓶，现在还剩几瓶啊？居然还没卖完吗？刚刚就说一共剩5瓶，我还没讲，我以为一下就卖完了呢。自信了，看来还是自信了，不应该那么自信，盲目的自信。猪油渣，猪酥酥啊，就是温州猪油渣，有温州的朋友给作证一下，这玩意儿贼好吃，超级好吃，无敌好吃。大包15个左右，大家随意购买。坛子酒10月份上啊，大家可以点开头像加入一下群聊。猪油渣真的好吃，猪油渣真的好吃。温州的朋友也可以帮我证明这虾干好吃，这都是温州的，我们都是用的温州的。苍南县吧，我看看猪油渣是不是也是？对，苍南县，温州市苍南县，虾干也是。虾买大号的，这就是大号，够大，好吃。梨也有，还有梨吗？有收到这个梨的吗？这个也好吃，可能有朋友也收到了。虾干是真好吃，对，虾干真的好吃。你中秋送礼其实都可以送虾干，你就说家里人啊，实实在在的，你也不知道送点月饼吧，他可能收个一堆月饼了，这吃月饼吃吐了，月饼太多了是吧？你送点虾干，也挺好吃的，比较实在，这玩意儿也不太挑人，他只要能吃海鲜，他就能吃这个，好吃的。梨收到了还没吃，哪个酒好喝？就好喝的酒很多啊，看个人需求。大闸蟹好吃吗？大闸蟹你现在收不到啊？说中秋收得到吗？不行啊，我卖的是蟹卡，不是这个季节的大闸蟹不好吃啊。你现在也能兑换，但是我不推荐。我推荐你这个大闸蟹蟹卡，你等秋风起了，天凉了你再去兑换啊。现在这个季节大闸蟹不太好吃，太瘦了啊。你可以买这个蟹卡，到时候兑换。秋风起，河蟹肥吗？销冠是啥？牛脆脆。思康咋样？推荐蔓越莓味的。
怎么没有人问我挂耳咖啡呢？这是好久没卖过的产品，大家整点这挂耳咖啡呗。我看看今天挂耳咖啡卖出去多少，我看一眼。我好久没有注意过这个挂耳咖啡了，好久没卖过，都好久都没有看见它，有点对不起他的感觉，有点愧疚，我怎么还？因为这也是我朋友做的，撒个烫。上海的朋友应该在富民购上见过这家店，在富民购还算比较出名吧。啊，咖啡豆也有，咖啡豆也有，都是他家的。你看这个黄酒还是有很多人买啊，买这个摊天下酒菜，你喜欢喝黄酒，喝过黄酒啊，可以试试，跟你喝的黄酒不太一样。我推荐是冰饮，也可以加热。很多朋友在买摊天，对，你要送礼嘛，你送那个摊天18年那个黄酒，就是有点特别拿得出手，包装特别好看，但是没在我身边。我之前展示过，应该你点开那个讲解能看见。我之前展示过那个摊天18年那个送礼也挺合适的，只要加给大人喝酒嘛，你别给他买那么烈的酒嘛，喝酒毕竟对身体不好，买点这种，喝点黄酒是吧？吃个海鲜什么的都很搭配。吃不了苦，吃不了苦喝这个咖啡，不酸不苦，茶味的咖啡，茶咖。姜茶嘎巴，你要像我那样兑水少它就嘎，你多兑点水就不嘎。我今天喝个3包，挺舒服的喝的。大闸蟹也配黄酒，对，这个，但是大闸蟹现在确实天有点太热，我这大闸蟹还不够肥啊。买个蟹卡先别着急换，我们这个蟹是买16只送8只，一共24只，还是比较合算的。读信读完了没有？接着读啊，马上读，还有3分钟，我稍微讲讲品。今天就确实没咋讲品，稍微讲讲品，接着读信。今天可能是这个鼻子也不通气儿，有点对不住啊，各位 QQ， 确实没怎么讲，就讲我自己喜欢的这几个来着，就是经常吃的。哎呀，我这个就你看这个不经常喝，我说过好几次啊，我不经常喝咖啡啊，我不经常喝咖啡，我就给人家忘了，有点不好意思。我喝完咖啡，我这个朋友们，咖啡嘛，我也挺喜欢喝的，我就是，但是他就这个是吧？偶尔喝一喝，偶尔实在是困，或者是今天确实没啥事，吃饱喝足，胃里有东西也喝点。我也挺爱喝咖啡那个味儿，香味儿。但确实这不是我经常就是手边的东西，我就老没给人家讲。经常不讲啊。女生推荐哪款酒？我强调一下啊，我知道这个很多朋友说女生推荐哪款酒是啥意思，但是呢，这个酒这个东西吧，其实它是不分男女的。但我知道你是啥意思，你的意思就是想甜口一点，度数别那么高，是吧？但是呢，它也不是说这就是女生该喝的酒，对吧？可能我太矫情了，就是我知道你啥意思，但是我们尽量还是说，哎，给这个不常喝酒的人，或者说酒量不那么好的人推荐什么酒，因为有点怪，他不是说女生就得喝这个小甜酒，是吧？他不是这么说法。那我比如说徐志胜，他就也爱喝小甜酒，他酒量不好，他不经常喝酒，他就爱喝这个小甜酒，他也不是说女生就得喝小甜酒。那我那姐们喝大茅台的也多的是，是吧？这不是这么个说法啊。我知道你们啥意思，但是这个说法有点怪啊。对吧？就好像因为我也深受其害，我就深受这种你说刻板印象，我深受其害。我不内蒙人吗？我常年喝酒，
我就是就受这种刻板印象加害啊，就过来就说，哎，你内蒙人，先给你干3杯。我酒量其实不好，我说别这样好吗？不是说内蒙人就能喝，也不是说女生就得喝小甜酒，就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刻板印象，是吧？就很头晕，我经常。发券了，发券了。对吧？这个就是你看我内蒙的朋友也有不喝酒的，真有是吧？内蒙他就不喝酒，所以这玩意儿大家，哎，当然是你大概率不会错，但是有时候吧，你这么聊天，万一碰到一个像我这么矫情的，我其实没那么矫情，我饭桌上也不会跟人家扯这个，但你万一碰到一个人家那天心情不太好，就跟你矫情起来了，你也挺没理的，是吧？你突然拿瓶这个，我们这就是甜酒，你突然过去说，哎，女生你就喝这个吧。那人家姐们儿如果心情就不太好，说你什么意思啊？就开始跟你扯起来了，你咋办呢？说你啥意思啊？女生就得喝甜酒，你就很被动了，对吧？我就是，咱们不要发生这种事儿，就是会容易尴尬，是吧？发券了，发券了。就经常，哎呀，饭桌上我经常见到这种很尴尬的，尤其我那些姐们儿吧，我挺猛的，是吧？经常给人整，我就，哎，我经常极力避免这种尴尬的情境发生。爱喝威士忌。我最早吃到这个猪酥酥啊，这个猪油渣，温州猪油渣，就是在威士忌酒吧吃到。如果发生了怎么化解？哎，就赶紧嘻嘻哈哈的，就赶紧是吧？就是说呀，有时候会有点那啥。你像我有那种特别较劲的朋友，我也挺服的。他就是完全不接受别人敬他酒，就是不喝。你跟我干杯，我就不喝。我可以喝，但我要自己喝，你不能敬我酒。我有这种朋友，哇，那也挺刺激的。那真的就是一口不喝，哇，那整的真的是相当那啥。但我道理上我肯定支持他，我也不会，我其实不会去化解这种尴尬，我其实并不会去化解这种尴尬，我觉得就应该尴尬。他就不喝，我也会帮腔是吧？我说对，人家不喝，你敬人家干啥呀？最后就会很尴尬，就尬在那儿，挺好，但我觉得没啥。我觉得这个酒，大家出来喝酒，有时候尴尬，都长见识，是吧？这个不要觉得喝酒就可以随便跟人家那啥。哎，有时候真的很尬，有那种讲究的也不认识，他们就是很讲究，说哎我杯都端起来了，哎说你不喝，哎不喝这杯喝了行吗？说不喝，哎我先干了，你抿一口行吗？啊不抿，就不，很有意思的。我嘛就没有那么容易让人那啥，我一般还都比较那个，我一般也就算了。我说兄弟，我喝酒不爱劝酒，我也不敬别人酒。你要敬我酒呢，我就喝一口。但是你一会儿再也不要敬我酒，你再敬我酒，我可就不喝了。不是说跟你咋回事，我就这脾气。我喝酒就是我自己喝我高兴的，我也不劝你酒，你也别劝我酒。我一般喝酒就得说这个话说好几次，他们才能相信。我喝的是水啊，这不是酒，是水。
我喝酒是这样的，但有时候嘛，就是有时候入乡随俗吧，或者说哎也就无所谓了。有时候那个啥也就无所谓了，没有那么严重。但有的朋友他比较在意，人和人不一样，人家在意，我觉得人家是有道理的。我觉得在意的人是更有道理的。像我这种比较圆滑，其实没啥道理，但是比较快乐，是吧？哦，我们这个酒卖光了，但是你再买就是发货就延期了，中秋期间不发货啊，中秋期间不发货，中秋结束才发货，好吧？这个酒还可以卖，但是就是大家买到的就发货比较慢了，就还有啊，但是就是发货给大家提醒一下。但你好。我心情不太好，我最近一段时间靠着你的直播才能忘掉不开心的事儿，好多人都是这样，我都怀疑我自己，是不是因为我你们才不开心呢？怎么突然冒出来这么多不看我的直播不开心的人？我和渣男谈了7年，后面4年一直异地，前几个月看他手机发现他出轨，他也摊牌了要跟我分手，然后就走了。我气不过，通过社交评论，社交的那个社交网站的评论区找到个女方，我跟女方说了他劈腿的事儿。女方也不知道我的存在，他去找女方的时候，女方给渣男发了和我的聊天记录，拒绝了渣男。于是渣男开始报复我，先是用喷漆在我家门上喷字辱骂我，报案，他被传唤，他不到，因为是行政传唤，不能异地抓人，他不来也没有办法。然后渣男起诉我，欠他30万。去年他把30万转给我，通过我转给了他的一个生意伙伴，我也不明白他当时为什么要通过我转。现在他拿着他和我的往来流水说我欠他钱，但是我转给别人的流水他不认。当时转账是我们当面说的，所以没有聊天记录作为证据。他和他那个生意伙伴有签合同，但我没有那个合同。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没有任何设防，所以现在没有保留到对自己有利的证据。提醒各位恋爱脑的姐妹呀，恋爱期间大额金钱往来一定要留心设防呀。我现在找个律师，律师说比较难，证据不太充分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在看直播的时候发现蛋总经常有些意想不到的建议，能不能有些妙招偏方啊？或者有没有其他律师朋友帮帮我？你这个前男友的账啊，你这个前男友的账大概率有问题。不然他没必要通过你转账，他这么搞你嘛，你可以，想办法，比如说相关部门查查他的账啊，但你不要直接去查，你可以拿这个威胁他，然后让他撤诉。他的财务状况大概率有问题，经不起查。行走江湖，自己这些防身的招数，咱们不是说要做坏人啊，但是遇到坏人保护自己还是要学会的啊，不是说非得举报他弄得撕破脸，但是他整你嘛，你也得会整他呀。公开名字那不行啊，他这来信也不一定是真的啊，而且我还要说，未知全貌，我只是他让我在这个情境下出一个主意，我只能出个这么个主意。那人家男生过来找过来说，哎，其
其实我还给他什么转过30万，可能还有别的情况，咱不知道是吧？咱只能说，他如果就是因为就这个就是如你所说的事实是这样的话，你可以有一些防备手段啊。你跟你律师商量啊，你别跟我商量。就刚刚说的这些，你跟你律师商量，这律师应该都懂啊。就事论事啊，我也不知道这个，我也不知道全貌，对吧？人家男孩还委屈呢，过两天又给我来一封信，未必是吧？咱也不知道，咱不知道，只能说看他写的嘛，那他肯定是遇到坏人了，那你就律师说比较难，证据不太充分，那就是对吧？你也可以想想办法做那个生意伙伴的工作啊。这里薄弱环节还是挺多的，你自己去做也行，你让你的律师帮忙做工作也行，就弄个证据呗。然后最重要的是，姐妹儿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姐妹儿，别说是我教的啊，就说你在网上搜到的，你别激动说，哎，李诞教我的，别给我惹事儿。好心好意帮助你，不要把我害了。别过两天来我门上泼油漆来了。突然还给我泼油漆，我也受不了啊。好吧，自己学会了跟律师商量商量就行了，别说我教的，我没教过，我是当虚构故事瞎教的。我很怂的是吧？我这就是看他可怜，随便想想主意，但我也不能说负这么大责任。突然仇恨转移找我来了，那可不行，受不了，干涉不了你的，这是你自己的命运啊，我干涉不了，只是给你出主意。就刚说的这些，你跟你律师好好商量吧，这不都找律师了吗？还是有机会跟那个生意伙伴，你都给他转过账，你跟他聊聊天，哎，都有机会商量商量就算了，撤诉和解，商量商量，没必要，干啥呀？就这么点事儿。你看，当然我没有指责这个女生的意思啊，但我们这个小卖部呢，反反复复说过一件事是啥呢？就经常有女生来问我说，哎，我发现我男朋友什么在外面有个女生，我要不要告诉那个女生？我是不是每次都跟你说别告诉我？我每次都是这么说的，不听是吧？你看，他去人家评，我没有指责他的意思啊，但是我只是说你们再遇到这种事，千万不要弄这些，不要因为仇恨做这种事情。你看，你不就招来更多仇恨吗？但我没有指责他，但是这大概率不会有好下场，弄得自己心情也不好吧，至少。为啥别告诉我？因为你是出于恨意做这件事儿，你出于恨意做一件事儿，只会招来恨意。好吧，我对这件事是这么理解啊。你出于恨意做任何事，只会招来恨意啊，对你自己没什么好处。你出于善意，你出于善意嘛，那你方法很多的啊。我觉得，他说的是我气不过，好吧，我不知道出于善意是怎么说啊。他是出于恨意，他自己说的是我气不过，通过社交平台找到女方，说了他劈腿的事儿，他就是出于恨意。那你就招来恨意，我没有指责他，但是我就是反反复复的说，没必要，碰上了嘛就自认倒霉，就赶紧，你看你这牵扯出这么多事儿，多痛苦啊！就别再牵扯了。遇到不好的人，最好的办法就是
当下就结束，你当下不结束，就牵扯的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的不好，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。就不要再牵扯了，只有痛苦，只有痛苦。只有痛苦，没有必要。还是那句老话，任何时候呢，改变都要付出代价，但是你当时付出的代价就是最小代价，你不愿意付出这个最小代价，你就要牵扯进去，你要报复他，那你就要付出更多代价，好吧？你这个钱的事找律师商量商量啊，找律师商量商量，别说是我教的啊，再次强调，别害我，跟律师商量商量，拿起法律的武器。风扇关一下哦，对对对，今天都没给你们关风扇，吹的时候有点头晕了，关一会儿。你呢也别硬刚啊！我再劝一句啊，你跟你这个前男友吧，你就不要再恨他了，你就让他撤诉，然后这事儿就过去了，就尽量商量商量，这事儿就和平解决掉吧，不要再硬刚了啊！还老想抓他，你为啥要跟他牵扯这么深呢？啊，这么快意恩仇吗？咱们不生活在武侠的世界啊，没有必要呀，自己把自己以后的日子过好不行吗？欢迎大家啊！但我想分享一下我的故事，用一句特别火的话说，就是别看我跟你谈恋爱谈的要死要活，跟你结婚我真不敢。我21岁的时候谈了一个男朋友，两个人有很多同甘共苦的回忆，我俩感情特别好。唯一不好的就是他没钱，真没钱。我工作挺好，谈了8年，花了30-40万，导致现在没什么存款，干啥了？因为他没钱，我一直不敢把他介绍给家里。结果去年机缘巧合之下，被父母知道了他的存在。我当时特别上头，工作都不要，跟他连夜开车直接跑了。我当时知道我父母特别聪明，肯定会调各处监控找我们，一直指挥前任24小时不间断开车绕各种小路。啊？哇，什么呀？啥呀？可是最后我还是自己选择回来了。因为我对父母的担心和愧疚把我压垮了。当时回来以后，因为男朋友的事情，我一直努力争取，父母也同意不同意之间反复摇摆，最后还是决定不同意。如果我坚决不跟前任分开的话，就断绝关系。后面我父母就直接搬来跟我住了，看着我，不准我跟前任见面，跟死了一样。上完班就回家躺着。有一天我突然想通了，什么是努力坚持，随时放弃，就开始跟现任聊天了，迅速转变了自己的想法。现在快结婚了，现任家里条件很好，本人前途也不错，最重要的是对我感情也深。我觉得我自己过得很幸福，父母和亲人也都祝福我们。我想跟姐妹们分享我的故事，就是想说，恋爱是恋爱，结婚呢还是要好好评估。爱人一辈子可以爱好多，但是自己一辈子就一次，不要草率。就这样，我去买牛脆脆了啊！谢谢你。啊，是吧？
头晕啊！精彩的反转，很精彩的反转。大家帮我售卖一会儿这个炒干条和虾干吧，感谢各位。今天这个嗓子不舒服，一直喝水，怎么能让他站起来？哎，算了，你就躺着吧。哎，你就别跟我去厕所。洗手了吗？又开始了。怎么样？卖的好不好？这虾干，感谢大家。哎呀，太感动了！看到你们在说了，哎呀呀呀，哈哈哈，谢谢谢谢。虾干是啥字？干的虾。炒干条，巧克力，巧克力是那个黑钻。我们今天那个茶嘎嘎那又卖光了，你可以吃。茶嘎嘎那个还不是巧克力，它是巧克力脆，这个就是巧克力啊。但样品呢，抱歉，我又找不着。哎，我一天稀里糊涂的，我能干成啥呀？我的朋友们全都嗨起来了。哪里呀？又叫我出去玩儿。哎呀，这么快乐吗？今天晚上只有我一个人在家生病吗？都这么快乐？我也很快乐啊！哎，我也很快乐。但，我和前男友是2022年相识，12月在一起。阿蒙还给我发了一个有点快乐，太气人了。24年1月分手，那就1年呗，其中8个月同居，每天都在一起。他的父母和我的父母，我的姐姐，他的妹妹都知道我们彼此的存在。哎呀，这来个贯口啊！这家庭关系贯口啊！他的父母、我的父母、我的姐姐、他的妹妹都知道我们彼此的存在啊。他是教育研究方向的，有2个合伙人，我是一名教师。分手后，由于我放寒假加上分手心情不好，出国玩，打算寒假回来上海再搬走。可就在2024年的2月，我回上海的前一天，他的微信发给我一组照片，照片上是他和一个小孩子，上面写着：“这是我和某某某的孩子，明天就9个月了。某某某是他的前任。”还加上了一些
哦，某某某是我前任的名字啊，那就说明这个微信发的是女方发给他的，加上了一些辱骂我的话，我五雷轰顶。第二天我换了最早的车回上海，在我们同居的房子里，我姐姐和我一起打包。这时她回来了，询问之后，她说的版本是，在我们一起4个月的时候，那个女生告诉她已经怀孕9个月，前任想逃，所以更加紧密跟我在一起。后来因为孩子和他长太像了，他决定回去当爸爸。我是96年的，前任是94年的，女孩今年40岁啊，就那边那位。听他说他们没有谈恋爱，哦，只是一些往来啊，就发生了。我感到很错愕，这个事件里面所有的部分都让我三观炸裂。我是一个普通县城长大的女孩，普通硕士，一路读书来到上海。她，哎，我就别念地名了，这容易掉码了啊。她也是上海读书啊。那个她的那个发生的那个女生呢，也是上海的本地人。无论呢事业嘛还是财富，肯定都在于我之上。现在她已经在对方家里生活了，扮演一个好丈夫、好爸爸的角色。世俗层面应该过得很好，我也祝福他们一家人。他的父母也表示希望我祝福。笑死，谁要和这么混乱的关系搞在一起？哎，对，这个态度就对了。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就感觉到我们不会走到最后的。我没有结婚的打算，也不是因为他，因为谁我也没有。所以分手后几个月悲伤时刻，现在感觉放松了。分手后全网拉黑，删除了全部联系方式，删除了所有共同好友，每天好好上班，好好读书，早睡早起。分享这个故事是想给姐妹们说，希望大家花更多的时间在自己身上，事业、学业、身材等等都要超过期望啊，把期望放在别人身上来的踏实。一直很喜欢蛋总，在上海喝酒也有偶遇过，没有打扰，各自干杯啊！没事，下次可以喝一杯。牛脆脆很好吃，这样后面就是夸的啊，谢谢。好的，谢谢啊，行，你好好的，挺好啊，挺好，非常好啊。哎，就放下就好，就是哎，就不要再牵扯了。哎，遇到坏人嘛，谁都会遇到的，一辈子遇到倒霉的事情，总会的。你认倒霉嘛，就是遇到一次倒霉的事情；你不认倒霉嘛，就这个倒霉还要让你继续倒霉啊，就是认了就行了，就赶紧。我可能比较怂啊，有一些比较勇猛的人就是不行。我遇到倒霉的事情，我得让那个人觉得倒霉，我不能，我是他的倒霉啊。有的人是这样的，我的性格不是这样的，我比较怂。我遇到倒霉的事情，我就觉得 OK， 还有2分钟发券了，好，奶脆脆，对，大家想把我们哈尼牧场卖的比较好的东西一网打尽，你就直接买个大礼包吧，谈个大礼包吧，那里头就有牛脆脆、奶脆脆、超干条、霍根贝尔的空气、霍根贝尔的草，那俩是开玩笑的，还有果干、沙果干，还有奶贝，还有一包蓝莓干啊，就是这个人啊，就是刷礼物这个人，这人太坏了，这人正在外面玩呢。这人就在我直播间蹲着，在外面玩，然后我每次只要提到他的产品，他就该刷礼物啊，就这个人，很好吃，人不咋地，卖的东西还行啊，人很坏，没有什么义气，卖的东西很好，我都难受成啥样了，跟我这还气我说外面挺好玩的，还有1分钟发券。这大礼包呢比较合算，你看着偏贵哈，但是你要是分别去凑这几个东西，肯定是比这个要贵。它这个价格贵呢，它是因为东西多啊，比较合算。牛胸口今天有现货，朋友们有来补货想买牛胸口的可以去买啊，还有牛肥瘦，我就不额外讲了。大家买了牛肥瘦以后呢，在小红书搜
牛肥瘦李诞，或者搜牛肥瘦蒙古肉干面，你搜这种关键词，有一个姐妹儿呢她是一个做饭博主，她就是分享美食的。她在我这儿买了这个牛肥瘦以后，回去把那个我教给大家那个蒙古肉干面的做法，用这个牛肥瘦做了个视频，你搜搜看看，一学就会，特别好吃，贼好吃，贼好吃，没谁了，说着我都馋。哎呀，我其实现在这个病情这么严重，我吃碗面条不过分吧？啊，我都生病了，生病是不是可以吃点面条啊？我小时候生病了，我妈就给我煮面条，然后里头荷包个鸡蛋。生病了是不是就可以吃个肉干面？没有必要吧？这个时候还戒什么碳水啊？是不是？哎，牛肥瘦谈一下啊。我对这个东西啊，这种食品啊，我对这种食品就都是童年记忆。我小时候生病呢，我妈就给我煮这种蒙古的这个肉干面，里头荷包个鸡蛋，要么就罐头啊。大家这个黄桃罐头嘛，我现在也不吃了，但是这是桃子酒，这个桃子酒的味道呢，就是小时候吃的桃罐头的那个罐头汁儿的味儿啊，很香。你可以买这个啊。沙果干不单卖啊，牛肥瘦谈一下，朋友，我的伟大的同事们，他们都说让牛肥瘦谈一下。不吃碳水抵抗力弱啊？真的吗？还不知道。手机壳又没了，这是牛肥瘦啊，现货500单，应该也没有500单，但是大家可以买一买。你就在小红书搜就有教程啊。那姐们做的特别好，一步又一步，人家还切镜头，拍的特别好啊。哎呀，我这感冒，我看明天能不能好啊？明天好了咱们喝吧啊！明天是啥日子呀？咋了呀？我这好朋友突然叫我喝酒，为什么我的所有朋友都在叫我喝酒？不是这是个人家吗？欢桃啊，欢桃开了个快闪店。你在哪儿啊？我正在直播。不是你不是这个欢桃这个快闪店在哪儿？我正在直播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我给你讲讲。你给我说说，你发一个简介过来，我正好在直播，我帮你宣传宣传。好朋友欢桃的老板，他说欢桃开了个快闪店开幕。对，我在直播，你发给我介绍吧。手机壳有啊，欢桃是我们上海的一个酒吧啊，在这个进贤路的一个酒吧，在上海的朋友可以听一听，不在上海也没有必要。哎，罗老师来了吗？罗老师突然给我发个微信说你书太少了，来来去去就那么几本。啊，阅读量有限呐，罗老师，阅读量有限的，罗老师。这是在哪儿？在番禺路，长宁区番禺路232号1楼欢桃限时商店啊。哦，明晚这个就是给朋友喝酒，那我还推广啥呀？你是内部啊，你不对外啊，那我还介绍啥呀？别介绍了。啊，不是内部啊，客人可以来啊，客人可以来。它是一个在这个店叫 Bake No Title 合作的限时限定甜品，有这个叫桃子大麦私房主厨Lux， 哎，不好意思啊，可能念错了。有川菜快闪也会在此 Bake No Title 同期进行，上海的朋友可以去玩一玩啊。15号晚上开幕，请大家来玩一玩啊！欢桃快闪店啊，
好的，介绍完了。罗老师的啊，番禺不念番禺吗？罗老师给我发微信呢。罗老师，你是不是已经走了？我阅读量有限的。他们说明天刮台风，朋友，明天刮台风啊，能行吗？台风你开幕啊？好，感谢各位。他说我这姐们说喝酒就是结界，好的，喝酒就是结界，好的，行，好的，一切顺利。我只要明天不难受，我就去。对呀，我肯定是卖我看过的书。好吧，我的同事可以看一下今天卖的好的前10名，我一会儿给大家过一过前10名吧。这也是在罗老师那儿学会的，在交个朋友学会的一些招数，是吧？因为有一些迷茫的朋友来了不知道买啥，我们就过一下前10名。大礼包里有牛脆脆、超干条、奶脆脆、沙果干、蓝莓干，也是大包的蓝莓干，还有一罐奶贝，还有一罐开玩笑的霍根贝尔的空气啊，有一股草味，还有一罐草籽可以种的啊，明星产品大礼包。现在谈起来的就是价格高，但是其实你这些东西自己去凑的话，比这个贵啊。沙果干直接吃，这里的东西都是撕开直接吃的，贼酸。朋友们，吃不了酸别买啊，这个酸啊。这我们北方的朋友可能很多人吃过，这我们小时候吃的，一吃就特别开心，回忆起童年了又，贼酸。泡水可以吗？啊，理论上也可以。是。我毕竟交个朋友混过，我肯定很谨慎啊。我刚刚说啥？对，我们小时候有时候拿杏干也泡水喝嘛，有拿杏干泡过水喝的吗？我小时候也爱喝杏干水，这个也可以的，沙果干也可以泡，但是没必要，直接吃特别好吃。小时候就是为了让水好喝点，是吧？泡点杏干水喝，小时候也是觉得好玩吧。还有故事吗？还有。哎呀，我又想起那句特别流行，但是每次听到我身上就起鸡皮疙瘩那句话。刚刚他说我还有故事吗？我就想，那你还有酒吗？非常怕这句话，每次看到都一哆嗦。很多酒吧里都有这句话。哎呦天！很多酒吧里还有一句话。很多酒吧里还有一句说：“我说天长你就地久。”哎呦我的妈呀！我经常我就酒我都拿起来了，我也不知道谁说了，我对说这句话的人没啥恶意，就是这种玩意儿吧，你别到处都是的时候就有点那种，对吧？那人家说的人可能是很真诚的啊，我也说过很矫情的话，说的人肯定是很真诚，但是他广为传播以后就跟说的人没关系了。哎呀，罗老师还在哈。哎呀，武功武师的。好，给大家过一遍前10名，我们就开始读信啊，快速过一下前10名啊，就读信了，好吧？感谢你们。第10名是这个毯子酒的好朋友啊，这个酒呢 Sangria 就是调配酒，它里头是白葡萄酒、红葡萄酒，还放了哈密瓜和荔枝提取物、柠檬酸啊，就是酸酸甜甜，但是不是腻的那种甜，清爽的那种甜，放点冰块喝，特别好喝。买2瓶送一个冰盒。
第9名是这个菊酒老板推荐的偏贵的这个酒，你现在买呢就要中秋以后再发货了，中秋期间不发货，中秋以后再发货啊。它不过你买葡萄酒应该也没有那么着急喝吧啊，就稍微贵一点，但是呢今天卖的也很好。送的帆布包长这样啊，长这样一个大大的帆布包。这个酒就是菊酒老板推荐的，稍微进阶一点的，像之前卖那个绿酒嘛，就是入门，这稍微味道进阶一点啊。第8名是我们的滩天的这个猪酥酥，其实就是猪油渣，温州猪油渣，请温州的朋友们帮我把好吃打在公屏上。没有啊，不是说你们吃这个好吃，其实就是温州猪油渣，吃过温州猪油渣就知道这好吃啊，真好吃。具体长啥样呢？长这样，它没有那么肥，但它是油，确实油，它是瘦肉鸭食，但是它也有瘦肉，但是就是也是油，你怕腻就别买了，好吃。啊，10、9、8、7是奶脆片啊，7是奶脆片，就是小时候偷吃奶粉的快感。6啊，大家这么注意健康啊，益生菌啊。Wonder Lab 这个品牌也很出名了 ，Wonder Lab 的益生菌，这个呢就是我自己家中常备。我们买3盒赠维生素 C 软糖1袋啊，这个我家中常备，就是我肠胃嘛，之前是治疗那个幽门螺旋杆菌，你看我也生病，我有时候这个吃个抗生素，菌群杀的厉害，我就吃点这个，啊，会舒服一点，我自己感觉啊，我没有说什么，我自己感觉啊，很害怕。第5名是一个断货的东西啊，卖光了，售罄了，米店的那个。那售罄了，给大家谈一下吧。反正你下次来买的时候可以看一下，很多人选择，但是售罄了。大家可以买他家的碱水面包干也很好吃，这米店家吃的还都可以。第4名是柚子酒，哎，今天还有柚子酒吗？我的同事们，我以为没有柚子酒了，我就没咋讲。还有桃子酒，对吧？你看柚子酒卖光了，桃子酒嘛甜啊，偏甜啊，它就是小时候你吃桃罐头那个罐头汁味儿啊。第3名是我们的超干条，老演员了啊，老演员，贼硬，4斤牛肉出1斤，嘎嘎硬，牙口不好别买，但这个确实是我们内蒙人小时候爱吃的。第2名是虾干啊，这前3名基本固定了，虾干买那大号的就行。第1名牛脆脆，阿蒙可以刷礼物啊。第1名牛脆脆，阿蒙喝酒去了。没义气啊，还在啊，对，就是这个人卖的啊，牛脆脆啊。哦，预售了，我们这个开预售了是吗？哪个开预售了？我们这个没有芒果可以预售了是吗？没有芒果可以预售了吗？今天售罄了，确实售罄了，它可以开，是不是开预售了？开预售给大家谈一下。这个今天就一直卖断货，确实没有了，开预售了，可以谈一下。啊，柚子酒预售，嗨，这个没有芒果也没有预售，这柚子酒预售，嗨，没有芒果连预售都没有，这个柚子酒预售，大家可以买预售。断货王都是断货王，这干啥？给我多备点货不行吗？这前10名也俩卖断货了，干啥呀？这还有一个中秋以后发货的，这个也中秋以后发货。感谢啊，感谢各位支持。感谢，讲讲柚子酒，就是酸，它就是酸口的，柚子本身的那个酸味儿，我是挺喜欢这个本身的酸味儿的，酸口的，看你喜不喜欢酸，冰着喝好喝啊。杨梅酒、桃酒都偏甜啊，偏甜。柚子酒是酸的，看你的口味。益生菌就是家中常备，我刚刚开播的时候讲了一下那故事。我说去年治幽门螺旋杆菌吃一堆抗生素，最后把肚子里的好菌群也杀光了。我就问医生，我说我这肚子都杀光了，怎么？我说我病已经治好了，我就又去测嘛，已经治好了，没有那个幽门螺旋了。我说为什么我还是肚子疼呢？他说你就是好菌坏菌都杀光了，你肠道应该有100多种有益菌也杀掉了。他就推荐我说你吃点益生菌。然后这个小蓝瓶嘛，我就认识好几年了，哦，我就反应过来，我说是，然后我就没事吃点这个。我只能说我个人啊，我感觉确实有帮助。然后我现在就常备是什么呢？比如我出差去，比如说像贵阳这种
口味突然变化很大的城市，啊，酸酸辣辣的地方吃饭，我都会备这个，我就不等它闹肚子，我就吃点这个，我感觉是有帮助的。换水土的时候，我觉得是有帮助的。牛萃是自然好吃，柚子酒可以兑咖啡吗？杨梅酒喝多了会不会吐气？我这不认真讲品的，怎么还是这样？中秋以后发货的酒是这个，菊酒老板推荐，干白葡萄，就味道丰富一些，没有那么简单。像我们之前卖的绿酒啊、坛子酒啊，那个就是入门，你稍微想进阶一点，你试试这葡萄酒，也不算贵啊，但就稍微进阶了一点，它也是精心挑选。锡林浩特下雪了，真的啊？不可能吧？我爸没跟我说呀，我妈也没跟我说。一般下雪了，我妈都会跟我说的。感谢各位支持啊！随意购买，随意挑选。愉快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啊！今天呢播的也够晚的了，大家那个要不差不多，我就给大家把散热器插上，咱们再播一会儿吧。怕你们热。但好喜欢你啊！明明是喜欢男 idol 的我，居然被你的才华吸引。你打败了我一众剧版老公，成为我的精神食粮。没必要，听这开头，我感觉未必是好事。恋爱谈了快1年了，终于有素材了啊！你别为了给我投稿谈恋爱呀，这干啥呀？恋爱谈1年了，终于有素材了。唉，那么请问，男人说想静一静，是不是想分手？我工作城市在深圳，对象老家江西的，本人是东北哈尔滨的，对象年龄33，打工人，本人打工人32。我家里条件比他好点，我有个弟弟在家里啊，工作不错，我也没啥负担，自己挣钱自己花，一分没往家里上缴。在这个年纪，我对结婚生子是随缘的态度，没有想必须追求结果，毕竟结婚嘛，我可以自己承担后果。生娃自己做不到独立抚养，我是本职工作财务，对象嘛跑业务，啊，解决个温饱吧，我还能出去节假日出国穷游、青旅啊。对象就是前几年玩赛车，创业了失败了，有10万的负债。玩赛车创业失败，负债才10万吗？玩的啥赛车？玩赛车创业失败，负债才10万？嗯，怎么突然东北口音了？因为他说他家哈尔滨的嘛，他说他家哈尔滨的，我就沉浸式一下嘛。啊，说认识1个月的时候就告诉我有10万的负债，我是觉得结婚没有问题，我能承担得起后果，我也不想生娃，也不想有车房贷车贷。他最近对于自己穷有点焦虑，觉得这个年纪没结婚没生孩子有点焦虑，我也劝了。啊，除了生死都是小事儿，大家都穷。你这是话说的像东北人啊。他问我嫌不嫌弃他，我的态度是他要是去结扎做丁克结婚，我就没问题，互相陪伴抱团取暖，也不是主角光环的，咱俩也改变不了世界，就这样解决温饱了。但是你为啥要让人家要是生孩子就得有足够多的钱，因为足够多的钱我就少遭罪，我父母能帮衬，但是我不想看脸色，只要给你花钱都想管你啊，这是我的态度。我不想因为孩子变穷，也不想因为孩子委屈自己
啊，我觉得我们嘛，把自己过好，遵纪守法，别给社会添乱就得了，没有负债，挣多少花多少，我觉得挺好啊。唉，现在很多卖课的说结婚是生存加繁衍的利益结合。25岁之前太单纯，我抛弃了利益；30岁之后，我现在也想抛弃繁衍，我想要个互相陪伴。然后呢，说完了，然后他想静静是吗？你开头标题是男人说想静静，是不是想分手？你给他一顿激情演讲完了之后，他是不是说想静静了？是不是你让人家做手术那会儿他就要静静了？小伙吓坏了是吧？估计听到做手术的时候头一晕，说想静静。太猛，吓坏了是吧？真吓，肯定吓坏了。说不要孩子呗，这非得做这个手术吗？先给嘀咕上了，你后面那些对世界的看法，他一句都没听进去。行，我觉得你想的挺开的，挺好的啊。你男朋友能跟你一致的想法，好好处呗，挺好，挺好啊，我觉得挺好，没啥问题啊。他没问题，他没说问题，他的问题就是男生想静静，是不是想分手？他太宽泛了。你后面说了一大堆具体情况，但是你没说他为啥想静静。你看他是在啥时候想静静？是想起他这10万负债了，还是想起要做手术了，还是他就是想结婚要孩子？你看他在哪个点想静静就不一样啊。欢迎大家，感谢大家，笑死了，太好笑了。唉，中秋吃什么月饼？我肯定我在上海嘛，我肯定是要吃那个。上海的朋友知道我想吃什么吗？鲜肉月饼，鲜肉月饼。鲜肉月饼，其实榴莲月饼也好吃，但榴莲月饼吧，罪恶感太强了。鲜肉月饼吧，假装里头还是点蛋白质，罪恶感还没那么强。管理期解馋小饼干啊！哎呀，我的同事真好，我都不用讲。你看，我确实忘了一些东西，东西有点多，我有一些不在我手边吧，我忘了一些。那个我同事会谈，大家就看按需购买啊！感谢各位。还有6分钟发券啊！鲜肉月饼啊，我觉得鲜肉月饼得吃现做啊。你看上海大街上，你说这个，在上海人怎么干啥呢？买个月饼还排队。他那个鲜肉月饼吧，它确实是
那是真好吃，那是真好吃。榴莲月饼也好吃，然后我在广东吃那种蛋黄的那种也好吃。月饼好吃的还是有不少，但是你问我，因为我不敢吃太多嘛，你问我只挑一个的话，我吃鲜肉月饼。实话实说啊，虽然我也在卖别的月饼，但我实话实说，你让我只挑一个，你要身体那个不怕，你也不胖，你也不怕胖啊，你也不怕糖，我那当然哪个都吃最开心。都不敢吃啊，理解。牛脆脆咸嘛，有点咸，微咸吧。这个是无醇啤酒，龙井，它就是龙井味儿，有一点茶味儿。还有4分钟发券。我要给蛋总提供一个炸裂八卦。我们的小姐妹军团是几个多年闺蜜组成，各种成家或有稳定男友，其中就剩下一个单身姐妹，简称 A 姐。A 姐本人又甜又美，但是恋爱脑，去年交了个男朋友，近期才地下转公开。按照惯例 ，A 姐依次带给我们姐妹们过目，我是最后被轮到的一位。我前期得到的 feedback 都是此男不行，但 A 姐上头，所以当 A 姐喊我几次，我均以不想做电灯泡婉拒。直到昨天 ，A 姐逼我下班后必须见她男朋友，比如说已经想结婚了，要见此男家长了，我硬着头皮去了。饭间，此男得知我是姐妹团之一，表现得非常热情，非常友好，也看得出很照顾 A 姐。我本希望 A 姐快乐，也为她高兴，并送上祝福。就在皆大欢喜吃完饭之后， A 姐和她男朋友坚持约我再喝一杯。我刚到酒吧就给我老公视频报备， A 姐与 A 姐男友也出镜打招呼。到这里，此男表现都不错啊，我对他印象还挺好。但喝了几杯之后，此男以酒吧太吵听不清对话为由，要我坐到他身旁，让我从 A 姐身边挪到他身边。我和 A 姐眼神交流后坐过去，随便聊了几句毫无关系的天之后，此男要求亲亲抱抱要微信。啊？此时 A 姐就坐在对面，全程目睹。我当时懵了，立刻推开她，站起来说 ：“A 姐在对面，你喝多了。”此男借机上厕所 ，A 姐站在对面和我一样发呆，并反复确认是不是此男刚才真的问我要联系方式，还有要亲亲抱抱。我想带 A 姐离开，但她表示要等男友一起走。就在我们对话时 ，A 姐男友回来，我们一起离开。在酒吧门口，这男的当着 A 姐的面依然要拉拉扯扯、亲亲抱抱，甚至让我跟他回家。我有点吓到了，推开以后自己打车跑了。当晚我实在震惊，因为 A 姐一直是我们姐妹团里最好看的那个，而且昨天她很美，而我只是一个下班后头发也油、脸上有痘、充满斑味的疲倦牛马，带着工牌背着电脑，以及我跟 A 姐有40斤的体重差距，我想不通。昨晚 A 姐爆哭，感觉信任坍塌，她一直觉得男友很踏实可信，不是第一次见到她的女性朋友了，想不通为什么昨晚为何如此出格。今天 A 姐代表男友向我道歉，说男友醒来后表示自己不记得，把我当成了好兄弟。我们姐妹团嘛，就想骂醒 A 姐，让她远离渣男。但是她这么不清醒，我们恨铁不成钢啊！
我就想问问蛋总，你能理解吗？这男的是不是故意的呀？不想和 A 姐好了？我们都觉得 A 姐疯了呀，你有什么好主意吗？啊，发券了，发券了，大家可以买一买，今天卖的比较好的，其实卖的好的前3名就是我手里这个，还有我面前这个，一直稳居前3名。我消化不了，啥意思？这个兄弟啥呀？这个兄弟在炸裂界也是相当炸裂啊！这兄弟干嘛？中毒啊？酒里有毒啊？啊？喝的是一杯毒酒吗？干什么？哪个酒吧？什么酒啊？给我推荐一下。什么酒？告诉我们一下，以后不喝了。什么干嘛啊？这是？哇！下蛊了吧？这怎么了？不是，不能是试探，疯了！这个不能用逻辑来解释，肯定是疯了，肯定是疯了。核心啊，不在这个男的上，朋友们。我现在是这有点生病了，我脑子不够转，我现在脑子转回来一点。我觉得核心不在这个男的上，核心在这个 A 姐上。你这个 A 姐呀，你这个 A 姐啊，背后不知道怎么说的你。我又那个阴暗了，我阴暗啊，我阴暗啊，我没有，对不起啊，我阴暗的想法啊，我希望不是这样啊，我阴暗了。我阴暗了，我希望不是这样的。阴暗，阴暗，我不就不展开说了，太阴暗了。反正呢，你这个 A 姐啊，V， 不是他被下蛊的，就是这个 A 姐给这个男的下蛊。反正他们俩呀，一段不健康的恋情可以让一个健康的人变得非常的不健康。你们这段时间就离这个 A 姐远点吧，你们这个姐妹团可以少一位成员了啊，没啥，天下姐妹团都是这样，也别太难过，天底下姐妹团到最后都是这样的，分崩离析啊，很正常。不是，行，我希望不是，我希望不是。头晕啊，头晕啊！不能再细分析了。反正你这个 A 姐是相当的不对劲儿。不是，她当面看到这个男的跟自己的姐妹卿卿我我，然后当天就跟这个男的走了，然后事后也是原谅了，然后替这个男的来道歉，还替这个男的解释，完了还要跟这个男的在一起。咱也不用分析具体发生了啥，但是你离这个A 姐也远点吧。V 啊 ，V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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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V。V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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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V， 刚在一起。啊，咱们也不知道发生啥了。好吧，我其实不知道发生啥。
但咱们就从现实结果来看，就有点奇怪啊，这是要干啥呀？有点奇怪啊，就离他远点就行了。你知道我觉得最奇怪的是啥？哎，算了，我说一下吧。哎呀，你别骂我啊。你知道我觉得最奇怪的点是什么吗？他们说按照惯例，这个 A 姐谈个男朋友是要给姐妹团看的，她为啥一个一个看？不能一起看吗？为啥？我不知道为啥，但是我觉得这个行为很诡异。我不知道为啥，他这个行为非常诡异，所以算了。我不知道为啥，咱也不知道为啥，但是咱们也不推测吧，反正就是很吓人，是不是很诡异？这是要干啥呢？就算了呗，少接触啊。也许就是这个男的说了一些什么，他就可能神志都不太正常，我觉得他可能是神经都有点不正常，有可能是一个不太正常的人，是吧？这也有可能，所以就是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，你离远点对你没害处，离近了有点危险。我觉得这个不能用正常逻辑来理解啊，这干啥呀？这是不理解不了，所以就离远点吧。咱们面对这个危险就躲远点吧。动物都知道躲远点，你躲远点再说呗，你管他呢。不至于啊，我觉得你们推测的这个呢也不至于，我倾向认为它是不正常啊，就是我看你们推测那种特别阴暗的，那么我刚也闪现了一下，我觉得不至于，这太离谱了啊，肯定是，我觉得就是有点那啥，对吧？大家推这个阴谋论呢，阴谋论就算了，我也推不出啥阴谋论，反正就是离远点就好。几年前我领导组局给我介绍对象，我说我想要那个人通透。最近遇到一个男生，我27，他30，我本科，他博士后，学哲学，我俩家乡同城，通过软件加上微信，学历光环，但是学历相差太大。前2个多月他一直在外地，大多是他找我。第3、4个月他回到同城市，多次推动见面未果。这4个月聊天频率很低，但是挺同频。第5个月又约见面，因我出差拒绝，他把我删了。1周后我主动找他，发现被删了，纠结后主动加回来。第1次见面聊得很好，那天刚好是7夕，外面有人放烟花，我闭眼许愿，他亲吻了我，我没有拒绝。持续1个月的约会，每周见1、2次，每次见面语言行动相互很热情。前几次他还时不时询问我俩什么时候在一起，我都说哎，我想再了解了解。这1个月我发现我们很像，画同样的人物画，觉得人活着就是痛苦。生活方式很随意，会交谈，敢争辩，不吝啬跟对方表达爱意和夸奖。赞同喝酒是一种快乐的生活方式，一样半死不活，极其感性，对原生家庭感到厌恶，有着疯狂且痛苦的旧恋情。星座和 MBTI 都一样。他的微信头像也是梵高那个画，也是啥意思？是我用过那个什么？感觉他就是我几年前择偶框架给他那个人，但是他更加洒脱，爱自由，恐惧婚姻，不见面，线上比较冷漠，天天有互动。我不是一直追问，但实在难受嘛，也会问干啥不理我。相处期间也有摩擦，他一直跟我说他怎么做，要明确提出来，我也说要多聊天，多见面。
他知道后发小作文跟我解释，并承诺可以让我感觉到真诚。怎么这么长啊？导火索是某天因为我又有点不开心了，我晚上发小作文拒绝他的道歉，并提出问题。他第二天晚上回我想怎么解决，我说我不想解决，我要解决你。他很委屈，我说我感觉自己像他无聊的一个乐子，他自在的相处方式我觉得不用心，俩人不合适。他没说什么。自我评价，我是一个真诚热烈敏感悲伤的人，我对90%的人和事儿都没有感。现在我有一种多年前开的一枪正中眉心的感觉，断联1周我还是很想他，但我知道他在消耗我，所以确定不会再找他。我感觉我们那么相似，他也应该不会找我，但依旧想念他。我的问题是，如果他找我，我要怎么做？让他找不到你。以及我想问一下，你们男生喜欢什么样的人？喜欢各种各样的人啊！问题也太大了。姐们儿啊，姐们儿，我读到这个觉得人活着就是痛苦这儿吧，就开始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了。开心一点啊！人活着苦不苦嘛？人活着呢，肯定是要吃苦，但是就是痛苦。人活着肯定是要吃苦啊，但是啊，咱们开心点不好吗？快乐起来啊！我同意你说的，你这里头很多，我也能感受到，我也能理解得了。越是这种时候啊，越是这个叫什么？越是恨生活，恨人生，越是觉得好不了了，活着就没劲。越是这个时候，越不要把希望寄托在爱情上，求求你了啊！越是这种在水里扑腾，你的状态是啥呢？其实我说过一次这种事儿，你的状态是啥呢？溺水了，你是一个溺水的人，你在水里扑腾，你觉得一切都没有意义，你觉得这个生活太无聊了，你觉得活着就是痛苦。你在乱扑腾的时候，你伸手乱抓，你一抓，你觉得你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，很容易是吧？你乱抓的时候抓到的呢是另一个落水的人，就是他啊，这男的，你一抓到一个，你以为你抓到一根救命稻草，没有，你抓到另一个落水的人，俩人一起扑腾，扑腾的更痛苦了，再也上不去了，哇嘿嘿，哇，好难受啊！越是这种时候，越是觉得对生活有点悲观的时候，越不要觉得有一个人来救你啊，脚踏七彩祥云啥啊，都电影里演，自己救自己，学会游泳啊，溺水以后学游泳啊，不要在那扑腾了，换气啊，学换气，说哎，好了。我经历过，我对他这个我特别理解，我经历过，我也有这个悲观厌世，但我就比较短暂。我觉得感谢大草原吧，我可能是内蒙人，就每次有这种时候比较短暂。千万这个时候别想着抓另一个人来救你。我也会有啊，都会有。我觉得人嘛，你说人一点不痛苦，那也太奇怪了啊！我也有过，但是咱别沉浸在这里面，是吧？开心去，游泳，哈哈，买牛肉干吃啊，快乐去。世界还是很美好的，是吧？牛肉干很好吃啊，酒也很好喝，对不对？对吧？你说喝酒是个快乐的事儿，那就快乐的喝酒啊，喝快乐的酒，快乐的喝酒。世界很美好的
啊。总体上来说，世界还是美好的。对的部分比错的部分多得多得多，但是错的部分是如此的显眼，你总会在意那个错的部分，忽略对的部分，很正常，人都容易这样。像刚刚这个姐妹呢，我就不推荐她佛学入门了，她应该佛学已经入门了，她现在就应该看事实了。刚那个姐妹，你要在的话，买本事实看看吧啊，感受一下真实世界是啥样的。啊，可以听听思辨力啊，庞颖这个思辨力也可以啊，感受一下真实世界，学学逻辑啊。佛学先放一放吧。啊，世界呢，对的部分比错的部分多，但是对的部分吧，你会忽略，你不在意，你觉得它就应该对，所以你就有一点错你就盯着不放，说怎么让我这么不得劲儿？很正常，人都这样，很正常。但是你得调节，快乐起来。快乐起来，快乐起来啊！还不睡觉？哎，今天有很多新来的朋友啊，有很多新来的朋友，觉得这个肯定是催我睡觉的，肯定是新来的朋友。那你点点关注吧，新来的朋友点开这个头像，加入一下群聊吧，一看就是新朋友。这才哪啊！点开这个购物袋，你看看销冠吧，买点我们这儿销冠产品。啊，你看下面这个刷屏的，肯定是有很多新来的朋友，没注意到还有这么多新朋友啊！买点我们这个这个销冠产品啊。10年老粉，真的假的？10年前我多大？15。哦，不是，10年前我25，25我已经出来抛头露脸了吗？2014年，哎呦，是啊，哎呀天哪，妈呀，我怎么这么老？我已经抛头露脸出来10年了。我的妈！这一天，其实这个感谢啊，这个 Mr. Tipsy 是吧？我是不是念对了？不知道念没念对啊？谢谢啊，不用刷礼物啊，感谢啊，您随便买点啥，买点这牛脆脆的，挺好吃。还有波妞啊，别放炮了啊，买点这个，买点这个多好，实实在在的你也能吃着，感谢啊，感谢。其实那个容易悲观、敏感的朋友，你看看我觉得我还挺励志的，是不是？你如果真的是关注了我10年的话，你看看过去的10年的我，我觉得应该挺励志的，就是一个敏感的人，怎么在这个世界上好好的活着，可以的，是吧？可以好好的活着，是吧？我不是说教你做人啊，我也不是说你学习我至少跟你说，就是有人是可以做到的，你也可以做到，可以做到的。可以做到的，对吧？没什么，可以做到的。这不就做到了吗？这做着做着就做到了。是吧？这稀里糊涂的10年不也过去了吗？3年人过去，那歌词是啥来着？我特别喜欢那首。当我梦里人醉醉，在夢裏醉，路崎嶇那晚歸，香水，你的笑照舊河。哎，
对对对，念念不忘。我那天还又看了一下他那个僵尸，哎呦我的妈，还是很好看，但真的很吓人，太吓人了。3年又过去。在夢裏追，真係 Hello Kitty 那蚊龜。哎，播完了听了，忘了，好久没听这歌。看点这个别的，出个情情爱爱的。但我觉得我是个不幸又幸运的人。我爸妈在我超级小的时候就离婚了，再婚后又各自生了一个弟弟。我是女生，我从小在我奶奶家长大，和爸妈呢每个月除了领抚养费不怎么相见。幸运的是，我的姑姑、伯伯、伯妈、伯母吧，和他们的孩子天天来我奶奶家跟我玩，不高兴了姑姑哄我高兴。学习上，伯伯还是伯伯，你们那儿叫伯伯还是叫伯伯？我们那儿叫伯伯。学习上伯伯很用心教，对我比对自己儿子还上心，依稀还记得一些被爱的瞬间，比如我弟做手术没人照顾，我在外地做手术，姑姑伯妈啥，这个伯妈也不对，肯定是伯母啊，去外地排队照顾我。比如第一次住校的晚上班会，我不敢竞选当班干部，往窗户外一看，很晚了，别的家长也都不在了，就我姑姑伯伯他们在外面偷看我，我就鼓起勇气了。高考的时候，我伯伯借了同事的车送我复考，然后回去上班，换姑姑在烈日下在考场外等我陪考。考研究生的时候，伯伯又请了1周的假，伯母带着我去另外一个城市住了7天复试。我在里面考试，他们就在教学楼外面的湖边凳子上喂蚊子，他们从来没有打过我骂过我，都是耐心爱心宽大为怀。我很感谢这个散装的大家庭，我觉得自己很幸运。毕业后我在1线城市找了一份稳定的工作，完全靠自己买了房落个脚啊，很欣慰。但是可能是因为不太会和人相处吧，升职加薪结婚生子通通没赶上同龄人的脚步，现在变成了一个胆子小不敢做不敢想不敢提要求不相信自己的人，感觉对不起这么多年家人的爱啊。不过这是我自己的问题啊，我姑姑已经觉得我很棒了，可能她永远把我当成当年拉着她的手的小女孩吧，感觉更对不起她们。中秋月圆，回忆里温馨弥漫，点点都是温暖。我爱我的散装大家庭，也祝但一切都好，圆圆满满。姐妹儿有点那啥，愧疚感啊，怕犯错。我盲猜啊，我再猜一次啊，听着很感动啊，这个确实是。但是呢，姐妹儿你是啥呢？就是因为这个你家里的这些姑姑啊、伯伯、伯母啊，对你无条件的爱，你特别怕对不起他们。你怕对不起他们呢，你就会有一个什么行为呢？你就不敢犯错啊！你怕你犯错就是对不起他们，不会的啊！人生就是要犯错的。所以你觉得你胆子小，不敢想，不敢做，不敢提要求，不相信自己，你就是怕犯错，白事儿了啊！你得到这么多爱，你就是应该犯错啊！哎，他觉得，我猜这个姐妹嘛，她是觉得她得到的这些爱呢，也不是人家应该付出的，她就很愧疚啊，觉得人家付出了一些本来不用付出的爱，但是她得到了，她就觉得她就不应该犯一点点错，没事儿了，可以犯错，无所谓啊。
没事儿啊，肯定很有压力，感觉到了啊，感觉到了，没事儿啊。啊，你是啥呢？你不已经长大了吗？你如果长大了，但是呢没有真的长大，那就是你能犯的最大的错，这是你最对不起他们的，姐们儿。他们这么爱你，这么一直把你抚养长大，为的是什么？不就是希望你好好长大吗？你听我一句劝啊，希望你听进去。然后呢，你现在貌似长大了，但是你没有真的长大，那你不就是最对不起他们吗？你这个散装家庭不就是希望你长大吗？但是由于你怕愧对他们的爱，不想犯错，人不犯错是没法长大的啊！这也不敢，那也不敢，你就没有真的长大。你没有真的长大，你怎么对得起他们对你的抚养呢？他们不就是想把你抚养长大吗？好吧，希望你听得懂这个逻辑啊！想干嘛干嘛吧，没啥事儿。干啥呀？房也买了，车也买了的，我看看啊。对吧？房也买了，车还没买，没事，有房可以了。一线城市找个稳定的工作，靠自己买个房，行了，你还能犯啥错呀？犯不了啥大错啊。行了啊，该干啥干啥吧。犯不了啥大错啊，也别那么自信，你犯不了什么大错，没那本事啊。还有3分钟发券啊！喝的是水啊，因为我嗓子不是很舒服，所以在一直喝水。你哭出眼屎啊！我有这么埋汰吗？我的妈呀！观察这么仔细吗？还有吗？刚才不敢照，吓死了。没有啊，不信啊，没有，没有截图不信啊。丑归丑啊，没那么埋汰了，长得难看一点而已。你们一说我眼睛，说看不见我眼睛，这眼屎你就看见了，真行，你们这些人。好吧，感谢各位啊，随意挑选。这会儿还有新来的人吗？不知道，可能有人睡不着吧。还有2分钟发券，可以点个关注，加个群聊啥的，我就不一一讲了。反正新来的朋友嘛，你就看看这个销冠，老朋友就看看新品，哎，挑点顺眼的，随便买一买。感恩，感恩。还有1分钟发券，给你们快速过一遍前10名。第10名，酸酸甜甜酒，果酒，哈密瓜、荔枝提取物、白葡萄、红葡萄混在一起啊，加点冰块喝。然后第9名，你现在买要中秋节以后发货了，现货卖光了，中秋节以后发货。这个酒，这个酒嘛，就是进阶一点的葡萄酒，白葡萄酒，干白。第8名是今天的新品，潘天下酒菜系列的猪油渣，温州猪油渣，有温州的朋友帮我证明一下，好吃啊，酥的口感是，油啊，怕油别买。第7名是奶脆片，偷吃奶粉的感觉。第6名是我们的 Wonderlab 益生菌啊，这个品牌益生菌可能很多朋友也都听过。
我是家中常备，换水土的时候很需要。第5名卖光了，第4名也卖光了。第4名柚子酒预售，柚子酒有预售，虽然卖光了，但是有预售，可以买点柚子酒预售啊，或者喜欢甜口的买点桃子酒。桃子酒呢，就是那个什么味儿，那个什么味儿来着？桃子罐头啊，甜甜的，桃子很甜啊，加冰块喝。前3名就是老演员啊，第3名是这个超干条，嘎嘎硬。有人来补货的话，可以买点。第2名虾干，买大号的就行了。发券了，第1名牛脆脆。阿蒙睡了吗？阿蒙没睡，这会儿就该刷礼物了。睡了，没义气，肯定玩去了，很开心。这会儿正欢歌笑语，感觉咬不动啊，牙口不好就别买这个，嘎嘎硬，但真的很好吃，真的很好吃。我还有一个手势舞，哎天！但我爸从农村读书一路考学，现在在大城市工作也很成功，大部分时候也都很讲道理，但是有浓重的传统气息，重男轻女。虽然我是独生女，但是他有个亲弟弟，也就是我堂叔，堂叔家有个儿子，也就是我堂弟。我爸总觉得堂弟才是我们家族的唯一血脉，让刚参加工作的我给还在读书的堂弟每个月打生活费。被我严词拒绝后，我爸骂我不讲亲情，可是我还没结婚，要是被男友知道我还要把工资补贴堂弟，不知道男友会不会不接受。你也够传统的，也别，你是你爸的亲闺女，你这思路这么诡异吗？可是我也没结婚，要是被我男友知道我还要把我工资给堂弟补贴，不知道男友会不会不接受。你不一样重男轻女吗？你就没想过自己花点钱开开心心的吗？你们家是够传统的。这，我的妈！请问我该怎么办？坚决不打，坚决不打。真服。如何和我爸和解？如何和我自己和解？我觉得你应该挺容易就和解的啊！你要是这么想问题，最后你会变得跟你爸一模一样，你会组成一个跟你爸一模一样的家庭。我觉得你会很容易和解。你要是真听我劝呢，你买个银行那个定期存款吧，定期死期存款，到点就工资就直接打进去，然后留点生活费。先买个10年的啊，将来谈个恋爱有个男朋友，男朋友问你钱呢，你说对不起，我年少无知买了一个10年的那个定期理财，我现在每个月工资发下来就直接就存了啊，每个月就留点生活费啊，没钱。你听我劝你就这么干，但我怀疑你不会听我劝，哎。真头晕。你是钱留着是想给男朋友花呀？哎呀，真是两眼一黑了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太头晕了。蛋总，我发现我妈妈出轨了，该怎么办？
家里的花销主要靠爸爸，爸爸因为工作原因长期出差，没想到我妈在这期间和人在网上聊天。我之前看到过一次日期是7月份，我就想先忍一忍，结果最近她用手机点外卖，结果最近我用她手机点外卖，发现订酒店的记录有3次，我该怎么办？睡不着觉了已经。之前因为我妈投资还贷了款，现在打水漂，基本都是我爸还贷款。家里还有一个上小学的妹妹。我现在大4还没毕业，我该怎么办？我要直接和我妈谈吗？超纲了，这是今天第一道超纲题啊！这个太难了。我为啥觉得难呢？他妈出轨嘛，管是不用管的，但我为啥觉得难？我觉得他妈被骗钱了。如果只是个感情问题，我肯定劝他别管。但我现在严重怀疑他妈是被骗钱了，骗的就是他家的钱，所以我有点犹豫。如果他妈就是感情上出轨，那跟他没关系，就别管了，管不了。但是嘛，要是骗钱了，骗的是家庭财产呢，这怎么办？感觉就得管过了，是不是？哎，好难。为啥？唉，订酒店记录3次，还用问为啥？还得说，我还要说的更复杂吗？订酒店记录3次，那指不定给这个男的花了多少钱呢？好难呀！谁出的题这么难？你这样吧啊，姐们儿，谈可以，不要从干涉父母感情的角度谈，不要谈出轨的事儿。谈什么呢？从保护家庭财产的角度谈，然后也不要戳穿这个出轨的事情。你不是可以用你妈妈的手机看到她订房记录，还可以点外卖吗？你下次再把她手机拿过来，你看看她那个短信、银行卡，你看一下她有没有就是消费转账，有很多这种记录，你看看。要是没有呢，就别管了；要是有呢，你就说：“哎呀妈，你干啥花这么多钱？”装的特别天真啊，啥也没看别的，说：“哎呀妈，你怎么花这么多钱啊？你干什么呢？你是不是又贷款了？你是不是被人骗了？”说这种话啊，就特害怕，说：“妈，钱，咱们家的钱，我爸辛苦挣的钱，把钱留住。”啊，这种可以聊啊，不要聊感情的事。我主意只能出到这儿。主打一个浮夸。你说你没事花这么多钱，你是不是被人干啥呀你？你不行，我得跟我爸说。反正你就是敲打他钱不要乱花。好吧，我就拖着病体，我想不出什么更好的主意了，也就这样了。感觉可以。T 恤有链接吗？有啊。
我这嗓子有点发炎。亨氏啊，感谢啊，不用送礼物，感谢，还是牛翠翠吧啊。在家呢，然后还可以没事干，用那种功放，用你们家电视搜点那种杀猪盘，什么中年已婚妇女被这个小伙骗的家财散尽这种新闻，法制新闻，你给他整一个100集连播，没事你在家看这个。你别直接交流这个，直接交流不行了，太明显了。你就，那你就爱看这个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好爱看哦，好喜欢。怎么样，朋友们？感谢各位啊，感谢各位！你觉得听着开心好玩，其实也没啥道理，我就是胡说。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真帮不上啥忙，就随便说一说。这姐们也不知道该跟谁说，跟咱们说说，就帮她念一念，听一听，消解烦恼。哎，这个世界上药到病除啊，一招就解决问题，都是武侠电影啊。真实生活没有这么容易，没有武林秘籍，都是苦得一点一点吃。我也就是说一说，大家随便买点啥，可以买点这个牛脆脆啊、牛肉干啥的，支持一下，感恩啊！我怎么又饿？哎，算了，别吃，这个嗓子还喝点水。再展示一下 T 恤。波妞，我的妈呀，波妞，你是去而复返，你还是一直在这儿？太吓人了！你在这个直播间比我时间都长。哎呀 ，Mr. Tipsy， 别送吧，感谢啊，心领啊，随便那啥吧，随便买点啥吧，啊，谢谢啊。哎，我喝点这个，这玩意儿有营养。120号2号链接的这个人在这夸产品，哎呀，被刷走了。刚刚我看到了一眼，你在夸我们的这个哈，恶魔包啊，是挺方便的，但我没看到你具体夸的是啥，刷太快了。奇异果汁儿啊，猕猴桃汁儿啊，猕猴桃汁儿也叫奇异果，没那么奇异啊，这挺正常，猕猴桃。除个牛肉有啥推荐买的吗？你就点开这个购物袋看看销冠啊，那个销冠里都是卖的比较好的。但是我太张扬了，还是身边的人有问题？我感觉身边亲密朋友总是喜欢和我比较，甚至我分享一样东西，他没有吧，他会拿他朋友用过的和我比，说他朋友买的更好更贵。啊，最好笑的是一个朋友买了车，他故意把车钥匙放在我办公桌上，我懂他那点小心思，但就是不明白，我平时也没有给他们显摆，为什么竞争意识这么强，还都是几个身边比较熟的朋友啊。那只能说你觉得你没显摆吧，我也可能觉得你没显摆，但是你身边这些朋友觉得你显摆了，要么换朋友，要么改性格，你自己看着办吧啊。
或者呢，还有一种可能是你太敏感啊，他也就是把车钥匙放桌上啊，车钥匙这玩意儿还能揣兜里啊？我就没见过有人把车钥匙揣兜里的，所有人买个车钥匙都是扔桌上啊，都这死出啊，都这死出。对吧？车钥匙那玩意儿，它就对吧？都这样啊，也不知道为啥车钥匙非得这样啊，不知道为啥，这这很奇怪，我也不知道。啊，这是个幸福的投稿，我赶紧念一个幸福的。小学的时候住在小小的房子里，中午爸爸开着电瓶车把我接回家，我们一起吃饭，一边听今晚80后。哦，那会儿就喜欢你了。不过那当时一直以为你叫蛋蛋，嘿嘿嘿啊，就叫蛋蛋也没问题。那会儿你头像还是火红果色呢，呵呵呵。后面一直挺喜欢你的，不过中学太忙了。小学时候就哎呀妈呀，这么搞吗？已经有小学时候开始看我的人了。中学太忙了，忙里偷闲的看你的节目。现在看到你的小卖部越办越好，我居然有一种妈粉的感动。你干啥？你从小学给我当妈呀？你说什么胡话呢？你凭什么给我当妈粉？你小学认识我你就？By the way，我们现在一家3口已经搬到大房子了。爸爸会开车带我上大学，妈妈会坐在副驾驶坐着陪我们聊天，好幸福呀！外公外婆房子拆迁了，有点钱，外公可以放心大胆的吃有点贵的小笼包，抽有点贵的烟。外婆也是，他们还有多余的钱去看祖国的大好河山，我的压岁钱也因此变得多了很多。因为平时不太敢给朋友们分享太幸福的事情，想着给你分享一下。祝大家都幸福发财健康，祝你小卖部越来越好啊！谢谢妈妈啊，看到妈妈过得好我也开心。行啊，行啊，母亲好好过啊，你幸福就好了。太离谱了！哎，哎，但我有一件事一直困扰着我。我姑姑有2个儿子，就是我的俩表哥，平日里关系很好，也经常约着表嫂逛街、喝咖啡。终于有人喝咖啡了啊！咖啡太多了。我们那个同事随便谈点咖啡吧啊，我也不知道该介绍哪，咖啡太多了，随便谈点，反正重点是喝咖啡啊。可是这个关系没过多久，因为我表嫂的一个电话而改变了。我的小表嫂和我大表哥有外遇了。而且和前任大表嫂已经离婚，大表哥是为了把和小三生的孩子生下来而欺骗表嫂，假离婚。之前的房子车子都过户给了前表嫂，和小三小孩生下来以后一直不回前嫂子家，前嫂子经常找我哭诉我表哥不回家。小三生小孩这事儿我应该和前嫂子说吗？因为这个事情我都不敢和2个嫂子见面了。我不怕小嫂在我这里谈起他们的八卦，又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大表嫂。
意识被抽离了。你做的是对的啊，离他们远点，就是不见面。你生病了啊，你生病了，你说你那个，你得了那个啥玩意儿传染啊？啥玩意儿传染病啊？什么玩意儿传染？肺炎啥的啊？你说你得什么肺炎什么之类的，见不了面啊，见面传染他们，别见面了。没听懂，没啥，就是他两个，他有俩表哥，然后这俩表哥都出现了感情的变故啊。小表嫂和大表哥纷纷外遇啊，就是家庭很混乱。然后他俩表嫂跟他关系还挺好，经常喝咖啡啊，重点是喝咖啡。你看我刚就说了，重点是喝咖啡，以后就别喝咖啡了啊，在家买点我们的咖啡啊，买点连咖啡啥的，自己在家喝咖啡吧，别出去喝咖啡了啊。在家喝点咖啡行，别出去，别跟他们喝咖啡。没事，在家喝跟外面喝一样，很好喝啊，这咖啡。啊，喝点咖啡，吃点虾干，别出门了啊。吓人。但我越来越小气了，我就针对一个认识多年的朋友，这些年来10次吃饭9次半我买单，他的孩子也经常让我给他买东西，现在他一约我，我就害怕，我不想买单，我就不想买单，我又为自己变得这么斤斤计较而苦恼，怎么办啊？少见面吧，就是占你便宜没够的。但我从小生活在一个情绪色彩非常显著、人物性格极其鲜明的家庭，如枪药般一点就着，或者说不去点也会自爆。我爸就是这样，和我爸情况差不多，但是比我爸多了一份固执的我姑姑啊。谁要是触及到了他的雷点，他能好几年不跟你说话。现在我妈和我婶婶就是被他屏蔽的重点对象，时间在无限的延续中。我叔和我爸我姑截然相反，他相当的沉稳，但是脾气也不怎么好。只是他表达方式不同。我妹曾跟我说，他小时候写作业玩了一会儿，我叔没有一句提醒，就直接把他提起来扔在了门上，很恐怖。这三姐弟每次相遇都能演绎出小剧场版的哈姆雷特。还有一个重要演员就是我奶奶。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，他已经快80了，但是哈姆雷特的演出他次次到场，嘶吼起来底气不输年轻人啊，他是病根嘛。哎，就是这样一个演职体系。现在故事开始了。我婶婶是我姑，我婶婶和我姑啊，就在某年中秋节，我妈、我姑、我婶婶在厨房做菜，本来也算其乐融融。菜切着切着，我姑突然冒出了一句让我婶婶，就说了一些他们自己的信仰啥的的不当言辞。我婶婶觉得不可思议，她的父母、她的兄弟姐妹一直都不聊这些啊。她严厉的提醒我姑这种话不许再提，但我姑依然自说自话，惹恼了我婶婶。他们大吵着冲出了厨房，傻乎乎的我妈也跟着出来了。当时我们都在客厅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我问我妈怎么了，我妈说不知道，他们俩突然冲出去了。我婶婶哭得歇斯底里，我姑姑大喊大叫，极度暴躁，一直在问发生了事情的我爸坐在那里，还有一言不发稳如磐石的我叔。我不知道我叔会不会突然站起来把我婶婶和我姑提起来扔到门上。还有在所有人中间盘旋的我奶奶很巧妙，她能够很快的把这场戏升华到最高点，让矛盾变得更加矛盾。我默默地站在客厅之外的餐厅里观看这场闹剧。那时我已经是一个大学生了，不会再像小时候那样被吓哭，但我还是非常害怕。
我在想，到底多大事儿能把一个人气成这样？我感觉他们哭的气儿都上不来了。于是我拨打了120，现在我已经有了自己温馨的小家庭，情绪稳定的老公，活泼可爱的女儿。我觉得任何节日都是一个大家一起齐心把快乐放大一点的日子，这才叫团圆。马上要中秋节了，希望大家快乐开心，希望世界和平。哎呀，恭喜啊，恭喜啊！这个姐们呢，是一个打破了家庭诅咒的人啊。这个姐们是一个打破了原生家庭恶性循环模式的人，非常好，了不起啊！每个家庭都要有这样的人，不然延续下去很麻烦的。他是打破了这个恶性循环的人，挺好。以后少跟他们接触就行。很高兴啊，读到这种就很开心，心情非常好啊！还有4分钟，我们发最后一次券，今天就这样吧，2点了，4分钟发个券啊，确实是啊，不是身体是不是？身体是的时候也就播到差不多2点多，差不多了。感谢各位，还没关注可以点个关注，或者点开头像加入一下群聊啊，谢谢谢谢。刚进来。怎么会刚进来呢？干啥去了？刚干啥去了？是不是出去玩去了？是不是刚放假刚出去喝酒，开心回来？开心够了才回来？你还知道回来？嗯？你心里还有这个小卖部吗？好吧，刚回来那些自觉点啊，把那个新品买一买。我们最后一波还有2分钟发券，再过一波这个前10名，今天差不多了。再一会儿找一份快乐一点，很难超越刚才这个，刚才这个太快乐了，很喜欢。看看能不能一会儿再读一个快乐的收尾。第10名是这个酒啊，第10名是坛子酒的一个公司的，这个是 Sangria 啊，白葡萄红葡萄兑在一起，再兑哈密瓜、荔枝提取物和柠檬酸啊，它就是果味酒，不是齁甜的，是那种清新的甜，加点冰块喝更开心。第9名还是酒啊，今天的新品是居酒老板推荐的进阶的葡萄酒，卖的比较贵的这个葡萄酒，它呢是中秋节以后发货，还卖的比较好。我们可能也是没想到这个酒会卖的好吧，库存没存够啊，配的帆布袋是这个。第8名嘛，是今天也是一个新品，猪油渣啊，温州猪油渣非常好吃，酥脆的，不是那种炒莲花白那种全是油的猪油渣，它也油啊，但里头也有瘦肉，非常香。然后呢，第7名是奶脆片，小时候偷吃奶粉的快感。第6名是 Wonder Lab 比较出名的这个益生菌，这益生菌我是家中常备，换水土的时候我会吃一些。第4名、第5名卖完了，第4名是这个柚子酒玉寿，酸的，喜欢甜的买桃子酒，桃子罐头、桃汁的味道。第3名老演员超干牛肉条，牙口好买，牙口不好就算了。第2名是大虾干，买这个大虾就行了。第1名牛脆脆，发券了，还有1分钟发券。啊，哎，哼，你也喝完酒回来了？
刚刚上一会儿念到牛翠翠，你没刷礼物啊？肯定这是喝完酒回家了。你还知道回来？发券了，发券。虾干呢，它是推荐你冷冻，冷冻呢保存很久啊。但是你要是就是5、6天之内吃，我感觉冷藏常温都没啥大问题。但是我们为了安全嘛，你就冷冻，因为它解冻也很快，它很干，它解冻也非常快。你要是冷冻保存，放个10个月啊，没问题。Mr. Tipsy， 谢谢。哪个白葡好喝？那肯定有入门款，有进阶款。你要问好喝，那肯定喝进阶款，味道丰富一些。它也是干型，酸的那种口感。下次啥时候播不知道，我得看看我这个身体，好吧？允许我康复康复，我不敢再预约了。我之前几次搞这个预约直播，我怀疑我生病跟这个有关系，打乱了我的生命节奏。我其实是一个对明天没有计划的人，然后呢，最近几次因为一些工作安排吧，因为哎呀就稀里糊涂的，每次直播都预约下一次，弄得我特别的疲惫。我觉得直播嘛是一个小卖部这种念念信的，我是很开心的，就是想播就播，不想播就不播。结果预约了几次，我就累了。我怀疑我生病就是因为这个，所以我现在不预约下次直播了。我就想播就播，不想播就不播。我觉得这样我身体会比较好，心情会比较好。预约嘛，我播是挺开心的，但是这个预约给我压力很大，我就不喜欢这种感觉，我喜欢自由。真的，自由。我就这性格，我不行，我真不行。我真的是明天你约我吃饭，我有时候其实挺讨厌的。就有的朋友约我吃饭，说哎，咱们3天以后哪吃个饭。我说朋友，3天以后我还活着不活着我都不知道，我约不了这么远的事儿，咱们就随遇而安吧，酒精引领。到那天酒喝到位了，咱俩就见到了。咱俩如果没有见到彼此呢，就说明缘分没到。我经常都是这样的。气氛到了，酒喝到了，该见到的人你总会见到，见不到就是没事儿，下次再见。我就是一个这样的人。屁人，对我也对。我就是这样，所以呢，你看商家没意见嘛？我们直播为啥我经常卖的都是朋友的东西？你看我小卖部是不是更新也很少？我会有一些很离谱的诉求，就是会跟商家说，我不能保证我会奖品，我奖品的时候也不敢保证我能拿到样品，我也不能承诺我啥时候播。你如果这些都能接受的话，我很乐意帮你好好卖。最后就是合作时间长了，就是这些。他最后发现嘛，其实我这么稀里糊涂的卖的也挺好。最后你像什么米店啊这种，啊，那牛翠翠这就不说了，这都处成哥们儿了。其实米店老板我也没见过，但这些嘛牌子就这么卖着，哎，他觉得这不卖的也行吗？最后就这么合作下来，就这性格啊。工作嘛，不可能这样啊！所以呢，我真的觉得小卖部直播呀，是这一生啊，我真的是目前为止，我觉得这是最适合我的。哎，咱们最后也不念信了，咱们最后聊会儿天，走会儿心，是吧？我觉得小卖部直播真是我活到目前为止，我最适合我的工作了，就是自己为自己负责。哎，播就播，不播就不播，真的是很开心。就是前段时间多那么预约了几次，我都觉得不适应，以后就算了。我这个人最奇怪的是什么呢？我明明是一个没有计划、想干嘛干嘛的人，
但是好死不死，我很有责任感啊！这我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，真的是好死不死，我很有责任感。哎，经常把自己搞得很累。就是以前那个工作啊，要操持一个大的项目的时候，又有很多人要仰仗你的时候，哇，那真的很累。明明我就是今天我就是，我今天不想出现在任何地方，谁也不要找我。但是呢，大家都在等你，我连迟到都不会，我连迟到都不会，我就是心情已经是哇，但我还是会出现工作。所以我特别喜欢我现在这个工作，再也没有人等我开会了，非常好，完美的工作对我来说。对，我真的是个这样的人，我甚至真的前一天会睡不着觉。我要是明天要干个啥，我前一天就就这样。真的是这样。哎呀，真的是很痛苦啊。那我工作嘛，那工作其实我是一个工作起来我很爱工作，工作起来嘛做的还大差不差吧，这么个人。但是呢，其实扪心自问，还是觉得这个节奏吧，还是不能完全自己掌握的时候，还是不行啊。就是喜欢活在自己的节奏里，我自己的节奏就舒服，连病都不生。你稍微节奏一乱就生病。真的很奇怪很奇怪。但是呢，话说回来，我又是个意志力特别强，或者说，这很矛盾啊，也挺拧的。你看，我经常读这些信给大家解决问题，你们不要有任何误会啊，好像我怎么没有问题似的，我充满个问题，我同时充满个问题与道德瑕疵啊，我同时充满个困扰、烦恼、道德瑕疵和很多的问题啊，我也是一头包啊。我没有假装自己已经什么大智大慧，在这儿给你们解决所有问题，没有啊，咱们是那个同病相怜啊。所以有时候，你们很多东西我也觉得特别感同身受，我就是一个这样的人，真的很矛盾。就是有时候吧，你说这个工作交给我吧，我其实也都能干了啊。有时候你说通个宵、熬个夜什么的，那都是太轻松了，是吧？这些事情的嘛，做起来我是个工作狂，但做完又觉得。为什么？IN，我不是 I，我好像是 ENFP，好像是，是不是？我测过这个，不太记得。我是 ENFJ，哎，不知道，忘了。我是 ENFJ 吗？忘了。你看这 MBTI 不太准啊。哎，大家测一测，当个好玩得了。我记得他们说我是快乐小狗，什么就是有一些什么竞争者什么玩意儿，好像有这些说法，不太记得。竞选者是吧？有这个说法啊，不太记得。你看我这种性格是啥呢？我啥性格呢？就是我不会测这种东西。你让我主动去测，我更不会测。就是工作有人要求，真的是工作有人要求测一下才测的。快去吧，注意安全啊！
感谢大家，今天就这样吧啊！一会儿读信估计也不会读到什么太开心的，就跟大家聊聊这也挺有意思，好吧？感谢大家，居然还有新来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，点个加入群聊。你居然还要购物的话，我也不知道想不通有什么人在半夜2点10分的时候会购物。你居然想购物的话，可以点开销冠看看啊！我其实不太明白你们为什么在2点10分购物，但你可以点开销冠看看，不太会出错，因为这就是卖的好的啊，不太会出错。嗯，好，还喝酒？喝啥酒啊？2点10分了，你听我这嗓子，睡了，歇了。我还没遛狗呢，哇！你是加班啊，还是因为出去玩刚回来没遛狗？赶紧遛去吧！啊，这么晚，别疯啊！我直播还上2趟厕所呢。你说我为啥不养狗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你说我这生活作息，我咋遛它？我咋遛它呀？很伤感是吧？每次只能玩一玩别人的，很开心，没法养。猫也不行，我都怀疑我这喝的稀里糊涂的，我还给它换猫砂，我都能睡猫砂盆里。啊，对，责任感太强。对，我就是觉得，哎，你养吧，你就好好养。有时候也觉得自己特奇怪。我有那个朋友啊，我有朋友就是那种性格不一样。我有那朋友养猫是散养，我都服了。他也不是说住有院啊，他就住正常的小区。他每天那个门啊、窗户、阳台不关，那猫就来去自由，散养，从来不管。我说可以这样吗？很佩服啊。我是做不到，我觉得这能行吗？这猫要不回来，我得闹心死了啊！好吧，今天就这样吧。2点13分可以睡觉了。对，我同事特意提醒我，你们养猫的话，如果住高层的话，养猫不关窗户很危险的，猫容易就，他们没有9条命啊。我说的那个就是住的楼层比较低的人啊，提醒你一下。对呀，封门窗，对，是封门窗。吃点药好得快，行，听劝。今儿喝了仨姜汁了，还吃药啊？感觉喝姜汁挺舒服的。哪天还播？随缘吧，播之前肯定会发预告啊，到时候看吧。可能就是突然就播，也许明天就播，不知道，看我康复情况。好吧，今天就这样。感谢各位，如果中秋节之前不播的话，就提前祝大家中秋节快乐。如果居然又播了的话，就再次祝大家中秋节快乐。如果中秋后播的话，就祝大家刚刚过去的中秋节快乐。反正就快乐啊！拜拜，晚安啊，朋友们。